明明是掌管亿万生灵的虫族女皇，可如今却成了我随意圈养起来的小宠物。任何胆敢在我面前叫嚣的鼻怨，他定会让对方感受万重噬心之痛。理应我不仅激活了虫族天灾系统，而且还觉醒了神级职业御灵师，可以利用天柱加持快速大量的孵化虫群，从而实现我的虫族天灾主宰天下。原来在300年前，无数秘境和副本降临蓝星，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强大的魔物。末日降临，转职者们也随之出现，他们利用强大的力量最终击退了魔物。从此各国都开始全力培养转职者。转职分为战斗、辅助、生活类3个方向，战斗系最为实用，而无法战斗的生活系一般被认为是最弱的职业。而职业的品质分为普通、稀有、隐藏、神级4种品级。快看那是江辰江学吧，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职业啊？怎会有如此强烈的转职意象？据说只有神级职业者出现时，才会勾动此类的天地意象。看来我是觉醒成功了。这时王校长立刻笑呵呵地走过来，好小子，不愧是我校的栋梁之才。快说你觉醒了什么神级战斗职业？闻言我微微一笑，王校长，我觉醒的并非战斗类职业。听到这个表情，王校长一脸惊愕，不会是辅助系职业吧？于是我将绿色能量注入于双手之中，我觉醒的是生活系职业神级御灵师。见是生活类职业，王校长一脸震惊，这下可糟了，生活系即便是神级也毫无战斗力可言，这样之前答应你的保送估计是没戏。不过研究方向的推荐机会你考虑一下。闻言我表示我会认真考虑的，校长。说罢就向王校长告别，一旁的同学都在嘲笑我废了，那么唬人的意象居然是神级生活系职业，这回好了，再怎么全科第一也没用。对此议论我并未理睬，果然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不过这生活系也没什么不好的，明明和我的系统很配啊。我叫江辰，死后转生到了这个转职者的世界。在黑暗纪元结束之后，从那天起这里便就以强者为尊，重生为孤儿的我为了能在这个世界立足，在18岁前就拼尽了全力，本以为只能靠自己努力了，谁曾想1个月前觉醒了这个系统。虫族可是曾经重创人族的强大存在，听说上一次的天灾降临，人族12王牺牲了9个才将虫族封印。这个世界一切以实力说话，只要为己所用，虫族的力量又如何？于是我打开自己的系统，顿时进入了一片广阔无尽的星空之中，看来这里应该就是我的尸海了，也就是我的天赋。没想到居然是一棵大树。这时突然传来系统提示，万物进化需要献祭10天可发动1次，一个目标限定使用1次。万物果实通过击杀可以积攒果实生长进度，随机掉落特殊果实加速生长，可以加速生灵生长速，当前提升10%，可主动释放可加速生灵生长。不错，竟然主动分析了我的职业天赋，虽然看起来并不具备什么战斗力，但每个都可以作用在我的虫族系统上。接着系统询问我是否召唤宠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召唤。话音刚落，一道紫色的强大能量拔地而起，顿时这股能量就充斥了整个尸海空间。我暗道这气息也太强大了。待能量狂涌过后，一头巨型的天灾吉母虫9丈翅出现在我眼前。9丈翅来自深渊死亡的主宰，请尽快完成吞噬繁育子代虫群并解锁技能。这时9丈翅却缓缓开口，主人，小九喜欢主人。主人，我想吃凶兽。这时系统继续提示道，当前成长速度正在提升10%，可对目标使用献祭升级且不需要祭品。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先升级了再说。顿时一股更为狂暴的能量风暴直冲天际，看来这母虫要靠吞噬才能升级，应该是个难伺候的主。可下一秒，震惊的我瞪大了双眼，随着一双紫色的眸子突然睁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少女形态的小九。恭喜9丈翅完成生命跃迁并获得新能力，反哺分享10倍经验到宿主，毒物可化身毒杖腐蚀一切，与共提升宿主全属性20%。见此一幕，我当场惊愕，谁知下一秒小九就扑到了我的怀里。主人，我进化了。顿时搞得我一脸羞红，居然还能进化成人形。这时小九撒娇着要吞噬血肉，无奈我只能拍了拍他以示安慰。御灵师天赋能加速母虫吞噬生长，母虫反哺又能加速我的升级，还可以全属性提升20%的战斗力。果然系统和我的职业是绝配，这还要什么战斗系？看来只要我打怪和吞噬的速度足够快，就能很快的拥有一支虫族大军吗？不过之前系统提示的虫族深渊灭世大劫，再结合那些不完整的资料，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能够噬人的能力，一旦被发现很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目前先用生活系身份配合母虫技能来提升实力，东躲西藏也不是我的性格，待实力强大之后就会向世人展露。可就在这时，脚下传来一丝异响，于是回头向下一看，整个石海开始震动了起来。只见小九突然眼里出现了2道紫色能量，主人，小九感应到了，您的身体在外界有威胁。于是我连忙睁开眼睛回到了现实，只见一名中年男人正在冷冷地看着我，之前全程都能看到的那个转职异象，是你推动的对吗？于是我打量了他一番，至少是宗师级以上强者，可他为什么会找上我？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不断地向我释放威压，然后却又是一言不发，难道他这是有意在试探我不成？这时小九舔了舔舌头，主人，这家伙看起来对您有威胁，但看起来也很可口呢。话音刚落，我就马上意识到不好，果然系统提示道，母虫感受到目标对宿种存在威胁，
母虫即将开始吞噬目标，顿时场上就爆发出一股恐怖的紫色能量。原来是小九感受到了威胁，要开始主动发起进攻了。原来母虫吞噬值态度会大大增加攻击性，必须得尽快给小九找些魔物来吞噬。看来中年大叔的真正目的是想测试我的力量，但却无意中激发了我的母虫。不过好在暂时我还能压制母虫。这时大叔才缓缓开口，刚转职完就能揭晓我的试探，甚至还能做出反击，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这时我才开口询问道，不知前辈您是？闻言大叔微微一笑，我就纪刚是守夜人统领，我很欣赏你的实力，同学，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守夜人？守夜人是大夏专门地狱魔物和兽潮的组织，每当有兽潮或者新的秘境副本，守夜人也会率先前去调查并直接消灭。因为一直奋战在一线，所以守夜人的死亡率也极高。不过对于我来说可就再好不过，母虫需要不断吞噬才能繁衍子代，而我也正需要能面对强大魔物的机会。而且一旦母虫吞噬值升慢，开始繁衍的话，又不知道要高出多大动静。荒野正是我繁衍母虫的好去处，只要加入守夜人组织，这些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看来守夜人这个组织非常适合我。这时纪刚突然大嘴一咧，你听到的这些都是老黄历，只要你加入一定能得到全方位的培养，作为神级资源更是。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答应了下来。祁统领您无需多言，重铸守夜人荣光我辈义不容辞。其实我只是想尽快繁衍虫崽子们而已。而季统领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此话可当真？闻言我尴尬一笑，表示这还有假。可看到一脸委屈的小九喊着于是我话锋立刻一转，表示今天还有事，3天后我会准时去守夜人总部报道。这搞得纪刚也是一脸懵逼，他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都没来得及问这小子是什么隐藏职业啊。这时一白发老者才姗姗来迟，纪刚表示8长老你们来的也太晚了，人已经被我们守夜人抢先了。顿时白发老者一脸懵逼，你不会让一个神级生活系加入你们守夜人，然后跟着你们去送死吧？随后在王叔的邀请下进秘境打怪升级，这次的秘境是 C 级亡灵神殿，刚进来就发现了大量的亡灵士兵，见是 C 级秘境，王叔也是一脸懵。为什么系统会匹配到这种级别的副本？难道是由于小陈是神级职业者的原因？可他却只是个生活系啊！于是小黎示意要不我们退出去吧，但王叔表示无妨，说不定托小陈的福还能爆点大装备呢。这时亡灵士兵就一脸怒气地冲了上来，而王叔也毫不示弱，举起大剑一个跳劈就砍了上去，瞬间就将一只亡灵士兵劈成2半，同时示意小西给他增强天赋。看着王叔奋勇地与亡灵士兵厮杀，我这才意识到难怪王叔他们总是一身伤回来，原来为了生活每天都要对抗这样的怪物。而小细节也是为弟弟治眼睛才成为了攻略者，即便这样他也未曾忘记接济我。这时小九表示他饿了，这里有好多的魔物和血肉，既然如此就决定试试小九的能力吧。于是一道淡淡的紫色能量随手而出，顿时小九就化为一道毒雾朝魔物袭了过去，在接触魔物的瞬间就将其腐蚀殆尽。不过怪物等级太低，导致增长速度缓慢，看来还要吞噬更多的魔物才行。王叔他们3人不多时已进入到副本深处，毒物属范围性伤害且控制的不精准，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误伤，就先跟在后面吞噬这些魔物再说。可就在这时，小九又感受到了新鲜的魔物，于是我回头向后一看，是一只10级的暗影潜伏者，是专门隐藏在暗处猎杀掉队的弱者。于是命令小九化成毒杖跟着我，既然如此，就用你们来测试下我的技能。说罢，直接爆射到了暗影潜伏者身前。见状，暗影潜伏者也是一脸懵，这人类居然敢主动上前寻死，殊不知他们早已被毒杖侵蚀。随着我一把猛地将手攥起，顿时暗影潜伏者就化成了一道血雾，这样一来吞噬值也长得更快了。这时小九提醒，又发现身后有新的血势，毕竟副本里隐藏的魔物太多。由于担心王叔，于是让小九速战速决。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王叔他们已被魔物团团围住，王叔也认为这样下去必将团灭在此，于是命令小西尽快带小陈离开这里。突然王叔意识到身后有危机感传来，于是心里暗道不好，好在我及时赶来释放毒物，在魔物袭来之前将其当场秒杀。对此王叔感到一脸的吃惊，于是疑惑道，小陈你不是生活系吗？怎么能轻易做到秒杀魔物？闻言我微微一笑，我还有一个隐藏的毒杖技能。于是小西他们带着王叔尽快离开这里，而我留下来选择断后。此言一出，3人当场目瞪口呆，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一起走了。但我却示意王叔，你们放心滚啊，我不会有事了。而此时也到了秘境 BOSS 出现的时间，王叔无奈沉思了片刻，随后就将手中的大剑扔给了我，记得待会出来还给我。见状我一把接住，并表示一定会，也正好借助王叔的大剑扩大毒杖的攻击范围，随后就划出了数道凌厉的剑光，当场就有数只魔物化作小九的口粮。毕竟在剑道这块我可是全校第一的成绩。可就在这时，我眼神突然一明，一道猛烈的攻击就朝我砸了过来。好在我反应快，及时躲开，顿时双手持剑就与魔物站在一起。在经过数轮交战过后，双方都拉开了彼此的距离。随后我一脚猛地踏碎地面，这应该就是副本的最终 BOSS， 居然比想象中还要厉害，15级的亡灵君王。不过这段见我一会该向王叔如何交代。突然亡灵君王动，瞬间就化作一道残影袭到了我的头上，对此我却丝毫不慌，下一秒一只紫色的爪子就轻松挡下了攻击。小九询问主人，我能干掉他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小九一把就捏碎了亡灵君王的大剑，顿时无数的毒物由他体内喷涌而出，眨眼间就袭到了亡灵君王身前。而亡灵君王也不甘示弱，一记抱拳就轰了过来，但小九的眼中却未有丝毫气馁，
一个转身就砸了过去，顿时将亡灵君王就给轰飞了出去。只听嘎巴一声，亡灵君王的胳膊顿时就断成了2截，而小九手中拿着的正是亡灵君王的头颅。想不到小九面对 BOSS 居然会这么轻松，副本这下总应该结束了吧？可随后又发现这颗晶石好像不对劲，很明显晶石正在凝聚周围的魔力。随着晶石砰的一声突然溃散，出现在身前的是一只20级的亡灵暴君。难道说水晶才是它的本体？亡灵暴君猛地张开了那张巨口，一团紫色的能量在口中汇聚，下一秒就轰到了我和小九所在之地。好在我们反应迅速躲了开来，紧接着小九一个飞身袭到他的头上，瞬间射出一支毒刺就射向暴君。可毕竟是20级副本的 BOSS， 依靠快速的移动躲过了小九的攻击，看来得帮小九一把。如果能合理利用脚下这些植物的话，说不定能打出奇效也说不来。暴君这家伙速度奇快，且攻击也是势大力沉，奔跑起来就像一头狂奔的大象。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弱点，而且之前我就已经感应到这里有很多植物的根系隐藏在地下，只要能在他接近的瞬间释放我的天赋技能，就能让他速度放缓，还有可能停下来。就是现在！说罢发动天赋技能万物生长，顿时绿色的根系破土而出，瞬间就将亡灵暴君牢牢束缚，随后就朝着小九大喊就是现在。小九也明白了我的意图，随着小九的残影从暴君身旁闪过，暴君瞬间就被切割成了无数碎片，亡灵暴君那庞大的身躯当场倒下。果然只要运用得当，我的天赋也能在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接下来只要击碎核心就可以了。恭喜您深渊 C 级亡灵神殿已通关，秘境结算开始。恭喜您本次秘境被评分为 S 级，系统装备奖励已生成，报了一把艾德木的迅捷匕首，就用它来补偿王叔吧。剩下的装备好像都是战斗系的，挨个检查一下装备的属性吧。就当我正要拿起锤子的一瞬间，但由于锤子过重拿不住，直接砸向了地狱。这锤子也太重了吧！可下一秒却传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居然开始以发放本次秘境的经验，等级直接提升到了6级。与共生效卷属性提升 20%， 与此同时也能将锤子轻松举起。这时小九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可以奖励小九将这些装备都吃掉吗？闻言我直接拒绝，这些装备是要给王叔他们换钱的，而且吃了这些你要坏肚子的吧？无奈小九只好指了指身旁的暴君尸体，那么主人我可以吃掉那个吗？小九不说我都忘了，这么宝贵的吞噬值绝不能放。于是让小九尽管吃掉就是，不过这包是不是太过于庞大？小九用毒物腐蚀可能给一些时间，可不待我反应，小九就张开了他那樱桃般的小嘴，随着小嘴越来越大，下一秒竟变成了他那母虫本体，当场就惊得我冷汗直流。原来这才是他的吞噬方式，而且这动静也闹得太大了吧？好在这是在秘境中，如果是主城的话，无论如何也会被发现，而且吞噬值也是不断封档。BOSS 血肉果然不同，看来必须得多吃这类魔物才能快速进化。可就在这时，身后有脚步声传来，应该是王叔他们听到动静打过来了。好在吞噬也即将结束，无奈只能让小九赶紧停下。闻言，小九一脸恼怒，可恶，就差一点吞噬值就要满了。三人疑惑我如何是一个人杀掉 BOSS， 而我挠头谎称道，我的毒正好克制这些怪物而已。看来下次想吞噬如此庞大的怪物，必须得去荒野才行。这时王叔询问我接下来的打算，在得知我加入守夜人组织后一脸震惊，守夜人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组织，一个不好有可能小命不保。闻言我表示王叔你就放心嘛，我能选择加入毕竟有我自己的底牌。随后一个人就来到了荒野，这里也聚集了大量的职业者，觉醒后我的胃口居然也变大。可更离谱的是，我吃东西也会长一些微弱的吞噬值。这次王叔听说我要去荒野，居然还将重要的储物戒和地图送给我，因为巢穴里的怪物会不断的选择迁移，如果没有实时的情报，很难找到BOSS巢穴。由于去火鸟和雷西副本的人太多，这样一来容易暴露自己的天赋。这个打问号的地方据说一定要避开，那是很危险的巢穴，风险也比较大。哥布林副本由于等级低人少，又有足够的怪物，那我就选择去哥布林巢穴了。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老子在后面喊了你几句听不见吗？你在城外有没有见过一个金发的女人？闻言我冷冷地表示没见过。还有请将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说话的瞬间对其释放毒物以示惩罚。见状这人一脸的不可置信，一个看起来不到10级的小子，居然能伤到我一个27级主修防御的战士。临走我不忘提醒赶紧去找治疗师吧，顺便记得再好好治治脑子。可随后这人又叫嚣着小子我让你走了吗？居然敢对我萧家人出手，你好大的胆子！一听萧家，难道是斗破苍穹里的萧家？可就在这时他一拳就砸了下来，好在我反应快躲了过去。萧家那是什么家族吗？但看这架势应该是一个特能干架的家族，既然如此那也没必要留守啊。于是立刻将小九召唤了出来，谁曾想这家伙还在叫嚣，特么的又是这些黑气，你当老子我真怕你不成？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郑开，我说了要低调行事吧，我让你去给我长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只会给我惹事的废物！说罢一记上勾拳砸向郑开下，记住了，你只是我萧家的一条狗命，还没资格报我萧家的名号，这让我心里不由得一紧。之前他悄无声息的接近我，竟然没有察觉，这应该是郑太口中萧家的少爷无疑。这时萧少爷缓缓开口，我的狗喜欢乱咬人，还请您见谅。不过你倒是很有趣啊，也是要去荒野了，那不如我们同路如何？但我想都没想就转身离去，不必了，我还是更喜欢独来独往。人类曾在这里建立了无数的都市，但随着转职纪元的到来，兽潮副本秘境侵入了人类的家园，巨大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着人类曾经的家园。
如今只有追求力量的职业者才会选择来这些地方打怪升级提升实力，现在这些地方就被人们称之为荒野。走着走着却发现好像迷路了，按照地图标注本该已经到哥布林兽巢，可一路上居然连个像样的魔物都没看见。如果再找不到有 BOSS 巢穴，可能会耽误我去守夜人报道。可就在这时，天空一阵轰隆巨响，很快瓢泼大雨铺天而下，这雨似乎受到了魔力的波动，居然阴差阳错间找到了 BOSS 巢穴，这下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怪物。殊不知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已经将我视为了猎物，而我当即也感应到它的存在，很快巨型蜘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小九询问我需不需要它来出手，但我表示这魔物等级不高，只是看起来体型大而已。说着一枚尖刺就朝我袭了过来，见状我一个飞身轻松躲开，紧接着一个借地跃起，眨眼间就来到了巨型蜘蛛头顶，一记重拳就轰了上去。可下一秒身后又再次出现新的魔物，于是我回头向后一看，密密麻麻有数十只魔物的眼睛，很明显我不是这一群魔物的对手。于是我对着身后的小九说道：“这下你可以饱餐一顿了。”随着我爆射一剑斩过，这些魔物纷纷就被我劈成了两半。果然还是荒野的怪物好，打完就有经验，而且现打现结，而且升级速度也很快。照这样下去，回去路上至少还能再升2级。接下来就是属于小九的饕餮盛宴了。吞噬完后，小九提醒道：“这会有一股很棒的味道在接近，应该是这里的 BOSS 了。”于是我大手一挥，手中的毒物顺势而发，可下一秒却听到了痛痛痛的声音，顿时我一脸懵逼，心想什么怪物还会口吐人言？于是立刻向后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怪物？这明显就是个女人。失痛的女人突然张开双眼，当即就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刚才不是在……见状我尴尬的询问道：“小姐姐你醒了？”可小姐姐一起身就警觉的闪告一别：“你是谁？别过来！”闻言我表示我只是来荒野打怪的转职者，对她并没有恶意。可小姐姐一口咬定就是我之前偷袭了她，看样子你也不像什么好人。但小姐姐随即发现自己也没有被侵犯的痕迹，而我也是一脸疑惑，吃了我全力一击竟然还能活蹦乱跳。但随后就发现小姐姐的手指上闪着绿色的光芒，口中喃喃道：“糟了，耽误了太多时间，不好得赶紧走，否则要被追上。”闻言我一脸疑惑，于是开口询问：“你是在躲什么东西吧？看起来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闻言小姐姐尴尬的回头一笑：“只是那边有一些棘手的怪物，我不擅长战斗，所以准备撤。你要是想打怪的话就去吧，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很明显小姐姐这是把我当傻子呢，这演技也太差了吧。但回头一想，前面真有怪物的话也正合我意，还能给我提供吞噬值。可如果是其他转职者的话就难办，荒野向来都是法外之地，杀人越货的比比皆是，要不把那家伙抓回来再问我。这时小九示意我那边有很多魔物靠过来，闻言我心里一喜，可下一秒我却瞪大了眼睛，黑压压的一片就大军压境了过来，这特么的也太多了吧。看来之前那小姐姐果然是在撒谎，不过只要不是其他职业者我也就放心了，送上门来的吞噬值岂有不要的道。于是立即让小九化为不物形态，眨眼间就有魔物朝我袭来，对此我却丝毫不慌，随手就将这只魔物劈成两半，紧接着借尸体一个弹跳飞身，又躲过了另一头魔物的偷袭。很明显这些怪物比之前的那些速度更快。再次解决掉几具怪物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些怪物不对劲，很明显这些怪物在打车轮战，难道是那只 BOSS 在控制的原母？几千只怪物拥有同一个脑袋，既有数量又有战术，难怪这里没有职业者前来，看来得想办法穿过这些小怪，然后杀掉身后的大 BOSS 才行。这时小九将手搭上了我的肩膀，并示意我他能够听懂 BOSS 说话，他这是要向主人发起挑战。顿时小九直接怒了，狂妄的东西也配向我主人挑战。顿时所有魔物被小九正式的陷入了混乱之中，因为小九属于母虫而魔物属于虫子的原因嘛。既然小九切断了 BOSS 与魔物之间的连接，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于是下令小九和我一起出手，咱们去把背后那 BOSS 干掉。小九你跟紧我，失去 BOSS 控制他们就是一盘散沙而已，解决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眨眼间眼前的小怪就被我一一斩杀，眼下就只剩下这只 BOSS， 就是这个能提供最大吞噬值的大家伙。随着我全力一击的一刀劈下， BOSS 那庞大的身躯就倒在了我的面前。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繁衍虫群了，随着等级的提升，力量也在逐渐变强，战力评价更是达到了127星，单体战力已经无限接近于25级的战斗系职业者。而剩下的这些魔物也不会有任何威胁了。见识不好这些小怪居然想掉头逃窜，先不管了，完成繁衍才是目前的首要目标。小九他就归你了。在将 BOSS 吞噬完之后，没想到能提供这么多吞噬值，看来想要加速繁衍的话，猎杀这些精英级怪物是个不错的选择。系统提示您的吞噬值已满，是否开启首次繁育？这让我当场一击，这么快吞噬值就满了。这时小九突然跪地请求道：“主人，我可以随时开始繁衍了，请准许我带着更强大的力量追随您吧。”闻言我微微一笑，那就开始吧。伴随着一道强大的能量直冲天际，我也开启万物生长，配合小九繁衍子代。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天赋居然成了繁衍的工具。恭喜宿主已获得转技能虫巢 Max， 恭喜您获得专属技能主宰等级1级。此时的繁衍也已接近完成，下一秒我更是瞪大了眼睛，难道这就是虫群吗？恭喜宿主已完成首次虫群繁殖，顿时密密麻麻的虫群就布满了整个天空，这也太他妈壮观了，而且数量也整整有2300只，要是第3代、第4代那还得了。这些小家伙们和我很亲，而且看起来比小九还多了几个技能。伪装可通过赤鞘反射进行静态伪装，自爆可瞬间引爆自身毒素造成巨额伤害。突然小九轻易的就扑到了我的怀里，
主人，我繁衍完了，谢谢你主人。闻言，我抚摸着他的头。小九看起来变化倒是不大，可这时小九却突然拉住我的手，主人，小九要休息。此言一出，我刷一下就懵了，难不成是要？好在他是返回虫巢休息，既然有可以容纳虫群的空间，那就太好了，以后无论多少虫群都能隐藏起来。不过这等级 Max 看来是一个固定等级的作用性技能，看来小九繁衍一次消耗太多，即便本体是大虫子也得睡觉啊。刚才好像还获得了一个叫主宰的技能，那就试试这个技能到底有何用处。顿时就有几只子虫凭空出现，原来是可以操控虫群的技能，这也太轻松了，简直就像是在驱使自己的手臂一样灵活。不仅如此，居然还能和虫群共享感官，原来这就是虫群能感知到的世界吗？这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魔物，看来这些小家伙们也很兴奋。既然如此，那何不尝试一番新的能力呢？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地上满是各种魔物的尸体，众魔物也是一脸懵逼，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虫群充斥着整个天空。只见哥布林小怪一声嘶吼，顿时所有的魔物都被毒物折磨得连声哀嚎，有了虫群几乎都不用我出手了，毒物范围变大，吞噬速度也更快更稳，并且还能共享虫群视野。现在一般的怪物在虫群眼里也无所遁形，这样的话看样子很快9名再次繁衍，都忘了下次升级需要多少吞噬值了。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让我当场傻眼，等等，这是什么？来了来了，吞噬繁育后的报应，它终于来了。到底是如何恐怖的东西，直接让身高180的我瞬间下成了250。没错，正是二次繁育所需的吞噬值，比之前的1万点所需吞噬值，二次所需的吞噬值直接翻了10倍，来到了恐怖的100万点。与此同时，离蜘蛛巢穴不远处的一处废弃仓库中，见到小弟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为首的老大也询问起自己的小弟：“你怎么才回来？快说，蜘蛛巢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闻言，小弟也是惊慌开口：“蜘蛛巢穴那边已经被一个神秘人给剿灭了，而且还是碾压性的剿灭，一只魔物都没有剩下。”闻言，其中的老大也是瞪大了眼睛：“你说的千真万确吗？”对此，小弟也是给予了肯定：“千真万确，魔物都城都变成废墟了。”听到小弟的话，老大也思索了起来：“成废墟了，这也太骇人听闻了。难道是守夜人？可是这不像是他们的手，估计是某个隐士家族或是强力攻略组的秘密行动。以上每个都不好惹，我们只能撤了。妈的，没想到雇主要1瓶狼蛛毒素我们都没搞到，这次的亏空就只能回去的路上结几个倒霉的填上了。”就在他说着的同时，仓库外突然传来了动静。就在他们为此感到惊讶时，仓库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终于找到其他转职者了。说着的同时，我也从门外走了进来。各位别紧张，我只是来这里升级的转职者，我想要和你们交换一点食物。见到就我一个人，几人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吃的当然可以分你，不过荒野的食物向来不便宜，你拿什么交换吗？就在他们老大说着的同时，2名小弟也纷纷绕到了我的身后。对此我也是丝毫不慌，我懂，我有的是好东西。听到我这句话，身后的2人齐齐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的武器。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好东西。察觉身后的动静，我也是讪讪一笑，紧接着就抬起了自己的手，储物戒指发动，一连3只蜘蛛怪的尸体就从中被拿了出来。怎么样，我的货不错吧？见到我拿出的是自己一方所需的地狼蛛，身后的2人也是急忙将手中的武器给收了回去。这是地狼蛛？蜘蛛巢穴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难道就是他屠光了蜘蛛巢穴？就在2人这样想着的同时，我也略带杀意地看向了他们，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很火大，拿上东西赶紧滚！见我这样，3人也是相当识趣，留下食物的同时，直接拿出堪比博尔特的速度逃离了此地。对不起大佬，我们现在就走。见他们都离开，我也将化为毒瘴的9丈翅给重新放了出来，去警戒一下四周。在确定周围安全后，我也开始食用起几人留下来的食物。可恶，我饿得越来越快了。之前刚得到小酒的时候我就该知道的，没想到驱使虫群还有这种副作用。本以为虫群翻倍后吞噬值会长得更快，没想到下次繁殖所需的吞噬值也跟着翻倍。100万点吞噬值，我得刷到猴年马月去啊！一个 boss 现在能提供的吞噬值已经是杯水车薪，就算把江城外围转职者公开的所有兽巢都清空，可能都不够下次繁衍。不过听说守夜人手中掌握的兽巢和秘境都不会公开，看来想要给我的虫族提供更多的吞噬值，只好尽快去守夜人报道。考虑完今后的发展，我也看向了自己的手掌。小九还没醒吗？看来繁衍给小九带来的负担不小啊。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散出去的虫群突然传回了消息，他来了，有战斗的味道，好像还有很多人跟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就在我刚刚站起的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了异样的触感，而当我转头看去，赫然就是骗我去蜘蛛巢的女孩。荒野在遇妻女子，到底是冤家路窄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怎么又是你这家伙？听到我的询问，被撞得头昏脑花的女孩也是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你是蜘蛛巢穴里的那个家伙？求你千万不要说见过我，求求你了。比起这个，我更惊讶于他的悄无声息，这家伙已经离我这么近了，我居然都没发现，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等等，城外的那些家伙在追的人，原来就是他吗？瞳孔一转，我也看向了仓库外，现在想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一连数十位黑袍人也从门外走了进来，为首的赫然就是当初邀请我一起进入荒野的萧家少爷。你雅兴不错嘛，竟然一个人在这里露营。见到我没有回答自己嘱咐的话，郑开也是叫嚷了起来：小子，刚才有个娘们跑进来了吗？快说，不然这次真宰了你！一把拦住自己的狗，萧家少爷也来到了我的近处。生活系的小子，你升级很快啊，
才1天不到你就已经16级了，我对你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不过现在我还有警事要办。说着他就拿出一把长剑对准了我。我问你，你看没看到一个黑毛的丫头？感受到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我也不由得有些心悸。好强的气息，原来这家伙的级别这么高，可能都有30级以上了。而且这家伙竟然准确地说出了我的职业和等级，身上一定有什么能探查的装备。想着的同时，我也伸出手指指向了一旁的侧门。刚才看到有人影往那边去了，但我不是感知系，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你要找的人。闻言，萧家少爷也站起了身子。好，我姑且相信你。不过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如果我知道你帮了他，我郑国萧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在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后，萧家少爷也带着一众小弟走向了我所指的方向。萧家竟然是郑国家族。所谓郑国家族，每个家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个个都是封疆大使，而且神秘至极，除非大灾，不然很少入世。一些家族大能更是能开天裂地。这家伙的势力比我想的还要大。妈的，被这种家伙惦记上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看来我也不能在这儿了，这里不安全。见到萧家一行走远，藏在仓库角落的女孩也走了出来。得救了，谢谢你。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我直接一把抓住了他。你给我过来！上次你小子差点把我给阴了，这次我又帮了你。你小子现在给我实话实说，你到底怎么惹上那群人的？闻言，女孩也解释起来，我们家是开货站的，那家伙见色起意，想要把我们押送的东西抢走，把人杀光，但是没想到被我给逃走了。他怕消息走漏风声，才对我穷追不舍，想把我灭口。听他说完，我也松开了他。见我要走，女孩也再次开口感谢，你帮了我，我一定会记得，日后我必有重谢。对此我完全不在意，谢你妈的头！谁想掺和你们这档子事儿？就在我说着的同时，空旷的仓库中突然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时，女孩突然开口了：糟了，他们刚才有人布下了结界符咒，我们被探查到了。就在女孩说完的同时，仓库外突然响起了萧家少爷的声音：该出来了吧？闻听此言，我也知道一切都晚了，现在想溜掉估计是不太可能了。说不认识他，这群家伙也不会相信。听到门外传来的动静，本是劫后余生的女孩也再次面露悲色。见我迟迟没出去，萧家少爷也带着一众家眷走了进来。臭小子，我就知道你在说谎，把他们给我抓住！来了来了，与萧家的正面冲突，他终于来了。臭小子，我就知道你在撒谎，把他们给我抓住！听到萧家少爷的话，已经被逼入绝路的小女孩也是惊讶开口：你明明已经劫走了我罗家商团所有的货品，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对此萧家少爷却是不以为意。所以呢，你能怎么办？听到两者的对话，我也看向了身边的女孩。罗家的人。就在我想着有关罗家的消息时，女孩也是再次开口：杀了我，罗家肯定会追查到底，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听到女孩的话，萧家少爷突然就大笑了起来。罗家有几个钱的二流家族，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100年前若是没有我萧家先祖庇佑，你们这些蝼蚁早就灰飞烟灭了。大笑戛然而止。萧家少爷也看向了女孩的方向，在我萧家的眼里，你和那些贱民一般无二，不过是任我们采食的家畜。再说了，追查到底也要有能追查的东西才行啊。说着，萧家少爷手中红光乍起，一道赤红的闪光瞬间直冲天际，短短数秒间，我们所处的整个地界都被笼罩在了其中。见到如此场景，女孩也慌了，是萧家的囚笼阵，我们走不了了。见到大阵已成，萧家少爷身旁的正太也起到了狗腿子的作用。少爷的话讲得够清楚了吧？老规矩，不留活口。就在正太准备带着一众家眷动手时，萧家少爷突然拦住了他。慢着，罗家的人今天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生活系的小子我还是有点兴趣的。神级生活系，多么少见的职业，其他的人不识货，本少爷可不一样。我今天给你个一步登天的机会，擒住那个女人，本少爷今天就留你一命为我萧家驱使，如何？听君一席话，白读10年书。闻言我也不禁大笑了起来。而听到我的笑声，准备逃命的罗家女孩也是一惊，她难道要答应吗？就在女孩这样想的同时，我也看向了萧家少爷。你们这些少爷还真是会提建议啊！去你的萧家，我拒绝，要动手就来吧，不装了！我直接当众将自己的毒瘴全部给释放了出来。听完我的回答，萧家少爷也不再犹豫，杀一个不留。那小子不简单，别大意了，他会用毒，不要直接接触他。随着少爷的话音落下，萧家的家眷全部都一窝蜂的朝我杀了过来。对此我也没有丝毫慌张，站到女孩身前的同时，我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神级天赋技能万物生长。我可不只会用毒，随着技能的开启，地面上潜藏的树根全部都在此时疯狂生长了起来。仅是眨眼的功夫，刚刚才朝我冲来的家眷们，大部分的人都被疯狂生长的植物给卷了起来。妈的，这是什么？好大的攻击范围！这小子不是用毒的吗？听到自己队友的话，边砍这些植物的同时，正太也提醒道：用刀砍，这些植物很脆弱。比起正太，萧家少爷就清醒多了。蠢货，是障眼法，这小子要出招了！来了来了，虫族与职业者的首战，他终于来了。在众人察觉我的万物复苏只是障眼法之时，我已经将自己的虫族大军全部都给召唤了出来。而见到此幕的发生，女孩也是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而就在虫族出现的同时，他们也对下方的萧家族人展开了屠杀。有着植物的辅助，此时的虫子们如若游龙，毫无防备的家眷们很快就出现了伤亡的情况。有些手持武器有着反抗能力的家眷也好不到哪去，仅是与虫族接触的瞬间，自己手中的武器就被撕碎成了铁片。这些家伙能击碎我们的武器，这根本就不是毒物。召唤兽，这小子还能御兽，这些毒物是这些虫子变化了，根本躲不开。就在这人通风报信的同时，我也控制着小虫子朝他杀了过去。
而就在我即将对他下手之际，及时发现了萧家少爷一踩他的肩膀，直接就来到了植物无法触及到的高空之中，空灵九式。而见到剑招的起手式，我也一阵头皮发麻，比我的毒物更快。糟了，刚这么想着，天空中也出现了一只金色的巨龙，空灵九式烛龙。随着技能的发出，我所处的地界瞬间就被滔天的爆炸所淹没。棘手地小子，早就知道你不好对付，不过你的等级还是太低，速度也不够快。我这一剑足够要了你的命。不等他继续说下去，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信心满满的他瞳孔一缩。什么？画面一转，此时一直躲在我身后的罗家女孩也站在了我的身前，为我挡下了这致命一击。唯一隐藏职业，大地永恒之盾。见到这家伙突然释放的防御技能，我也为这家伙的职业而感到惊讶。这女人竟然是防御系，而见到自己好事被坏，萧家少爷也暴怒了起来。妈的，竟然把这女人给忘了。而见到这家伙因为发火所露出的破绽，我也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控制着虫群就朝他的方向杀了过去。眼见目标是自家少爷，一旁的家眷也是急忙提醒少爷小心身后。而就在这人说着的同时，萧家少爷突然一把抓住这人，直接就将其拉到了自己的身前，而虫群的攻击也在这时尽数打向此人。不过萧家少爷终归算错了一步，虫群的合力一击何等恐怖，巨大的冲击瞬间就将两人轰飞了数十米之远。在止住攻击的同时，萧家少爷也跪在了地上，止不住的咳嗽了起来。见到一击未死，我也不禁调侃起来，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竟然用自己的人挡攻击。听到我的话，胸口被洞穿的家眷也是死不瞑目。少爷完全没有在意，站起身子的同时，萧家少爷也是缓缓开口，能替我挡下这一击也算没白养。说着他就掏出一颗丹药丢入了口中。小子，你确实有些实力，竟然能把我逼到用龙元丹的成品，不过也该到此为止了，下一剑你必死无疑。来了来了，与萧家少爷的最终战他终于来了。随着萧家少爷发动剑招，一只比先前烛龙更为庞大的金色巨龙也在此刻被他给凝聚了出来。看着眼前再次出现的金色巨龙，我也不乏有些愣神，不过这丝毫没影响萧家少爷杀我的决心。你必死无疑。空灵九式降龙斩。随着剑招的发出，这只巨大的金龙也朝我的方向猛冲了过来。见此一幕，罗家女孩也再次站到了我的身前。大地防护之盾强化，护盾呈现，剑招与护盾的碰撞，我们所处的位置瞬间就被恐怖的爆炸所笼罩。比起之前罗家女孩更加吃力，她吃了萧家的秘药，实力翻了好几倍，我的盾根本撑不住，这下咱们死定了。看着不断出现裂痕的护盾，我也不禁有些佩服萧家少爷的底牌之多，每一击都是杀招。刚才的一剑已经很惊人了，没想到他还能爆发出这般实力。看着即将破碎的护盾，萧家少爷也逐渐癫狂。降龙斩在此时跟不要钱般朝我们斩来，眼见萧家少爷的攻击马上就要突破防御，我也在此时举起了附着虫巢的右手，心狠手辣却又实力非凡，对付这种家伙已经没有手下留情的必要了。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方圆100米瞬间就被一股股恐怖的毒瘴所笼罩。而见到这铺天盖地的毒瘴，萧家少爷也是一惊。和他有同样反应的还有负伤的罗家女孩，这家伙真的是生活系吗？就在女孩想的之时，我也一脸杀意的走向了萧家少爷，而围绕在我身旁的毒瘴也在此时全部化为了9丈翅。去吧虫子们，给我解决了他！话音刚落，无数只9丈翅直接冲向了毫无防备的萧家少爷。慌忙之下，萧家少爷也只能无奈举剑格挡。好惊人的数量！语罢，他也再次将剑举了起来。数量再多也不过是些臭虫罢了。降龙斩，面对这家伙的无知，我也是不屑开口。是吗？随着我手指一动，刚刚才被他斩死的9丈翅全部都奇迹般的愈合了起来。愈合虫族，这些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竟然杀不死！面对不死虫的攻击，萧家少爷也无能狂怒了起来。而见到他这样，我也在此时当起了旁观者。我看你能坚持多久？降龙出金龙现，面对萧家少爷引以为豪的空灵九式，虫族大军完全视若无物。硬汉剑招的同时，全部都以极快的速度朝中心的萧家少爷袭去，连斩出的龙气都能被这些虫子吞噬殆尽。这到底是什么？愣神之间，9丈翅也找准机会，一口就咬在了萧家少爷握剑的手臂之上。挣脱袭击的同时，萧家少爷的手臂也被咬得血肉模糊。而最关键的还是9丈翅所携带的毒也成功侵入了萧家少爷的体内。眼见自己已经使用不了剑招，萧家少爷也拿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命域护体。随着玉石被捏碎，一道护体红光也在此时将他身旁的9丈翅全部隔绝在外。就凭几只破虫子也想要我萧元武的命，真是痴人说梦。见到这家伙到现在还在嚣张，我也对其发动了自己的主宰技能蚕食，虫群接踵而至。对此萧元武却是不闪不避，任其攻击自己的命域护罩。劝你别白费力气了，这可是我萧家祖传的命域宝器，一旦开启，能屏蔽一切外部攻击。有着命域护罩在，你不可能伤得了我。萧元武，郑国萧家的少爷，身上底牌众多，可是现如今竟然连最后的保命神器命域护罩都被我给打不出来，竟然能驱使这种东西将我逼到这个份上，你确实很不可思议。但现在你也看到了，就算祭出全部底牌，你也奈何不了我。我最后再说一遍，只要你肯忠心追随于我，我可以让你加入萧家，并赐予你萧姓。要知道这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你最好别不识抬举。对此我也是一脸怒气。傻逼，你还真是当少爷当惯了，竟然连形势都看不清。见我这样，萧元武也是不以为意，还在虚张声势。不答应也行，虽然我今天杀不了你，但是明天呢？后天呢？举郑国萧家之力，你觉得你能抵挡得住吗？闻言我也笑了起来。你之前不是说，就算想追查也要有能追查的东西吗？要是你死无全尸，萧家又能拿我怎样？
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碎裂声夹杂着一声主人也出现在了空旷的废墟之中。而当萧元武转头看去，整个人直接就被吓愣在了原地。没错，正是已经苏醒的小九完全体。小九睡醒了吧？出来吃饭。听到我的话，再回了一句谢谢主人后，小九也将目光转向了眼前的萧元武。见到如此庞然巨物正盯着自己，不可一世的萧元武也在此时滑落下豆大的汗珠，体型变大丝毫不影响小九的速度。在得到我的同意后，小九直接挥动肩足朝萧元武轰了上去。伤害虽然抵消掉了，但是冲击力还在。萧元武连同命域护罩直接就被小九踩到了废墟之中，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虫子？对此我完全不在意。小九刚刚繁衍完，你和你的命域正好让他补一补身子。闻听拿人喂虫子的话，罗家女孩也被吓愣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小九也发了狠，不断的使用肩足轰击着萧元武的王八壳，爆炸接踵而至。虽说是萧家祖传的护体宝物，可是终归一切的防护都有上限。在足足被暴打了2分半后，萧家少爷的命域护罩也被小九所击碎，口中鲜血狂喷。萧元武也面露悲色，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萧家命域天下无双，怎可能会被一只虫子给击碎？对此，小九也没有停手，直接就给予了倒地不起的萧元武最后一击。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我也在此时背过身朝远处走去。待到爆炸中心烟尘散去，地上除了一滩血迹，就再也没了活人们痕迹。这下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了吧？小九，回来吧！听到我的话，小九也化为了毒瘴，元神显现，小九也一把抱住我。好吃，谢谢主人。小九最爱主人了。看到我一个生活系职业者竟然是这大虫子的主人，罗家女孩也是震惊无比，这也太恐怖了！我现在知道了他的秘密，他不会也要杀我灭口吧？刚这么想着，我也回头看向了他。暴露了，暴露了！我拥有9丈赤虫族大军的事情，他终于是暴露了。看着眼前唯一知道我拥有虫族大军的罗家女孩，我也在此时一脸杀意的看向了她。我该怎么处理你呢？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闻言，毕恭毕敬跪下的同时，女孩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把疑似金豆子的储物戒，这是我身上带的所有财宝，价值千万，几乎是我的命根子，我都送给你。从女孩手中抓起一颗储物戒，我也是喃喃开口，倒是有点诚意，但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并且你还会骗人。想起之前在蜘蛛巢穴自己干的事儿，女孩也并拢4根手指放在了自己的脑袋边。我罗三道对天发誓，若再对恩人有一句谎话，天打5雷轰。闻言一惊的同时，我也不乏怀疑起女孩的智商。一个女孩儿叫罗三道，要不干脆叫罗三炮算了。你撒谎从来都这么不过脑子的吗？说着，他也将自己的身份证给拿了出来。是真的，本人我也不懂我爸妈咋想的，但我真没骗。如果你不信，这是我的证件。一把接过罗三道递来的身份证，在看到上面的证件照时，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无语之中。你确定你跟着上面的是同一个人？闻言，罗三道也是立马抓起了自己散落的头发，使劲的将自己的脸给撑了起来。这照片是2年前拍的，我那时还没长开，不对，是我还没减肥。看见这家伙的现在样子，确实和证件照上的无异。强压住内心笑意的同时，我也再次看向了他。尽管你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你还是无法保守秘密，毕竟只有死人才能闭口不谈。闻言，罗三道也是不慌，直接就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一份卷轴。见此，我也是一脸疑惑，这是什么？听到我的询问，罗三道也解释起来，这是封口卷轴，违约者一旦说出秘密，就会立刻暴毙。我很怕死，你大可放心。罗三道誓死守护江辰的战斗秘密，违者暴毙。就在我疑惑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这种东西时，我也缓缓开口，行吧，既然你签了封口卷，我就先不杀你。在感谢了我一句后，我也反问起他卷轴的价格。对此，罗三道也是平淡开口，大概价值千万吧。闻言，一把抓住卷轴的同时，我也再次一脸杀意的看向了他。也就是说，你刚给我的储物戒指里唯一之前的东西被你用掉了。对此，罗三道也是急忙摆手，本人别生气，只要你能护送我回家，我爸妈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对此，我却是直接走开，我明早还要去守夜人那边报道，时间上已经耽搁了，你自求多福吧。就在我迈步离开时，女孩突然叫住了我，本人送我回家比去守夜人那里近很多，我家有空间传送站，保证你能准时到守夜人。来了来了，丈母娘她终于送女儿了。在听到罗三道家有空间传送站后，我也和罗三道一起回到了罗家豪宅。罗家豪宅占地足有数千平方米。在回到家后，罗三道也将一路上所有的遭遇全部告知了自己的父母。而听到女儿的话，罗家主母也是愤怒至极，劫财还要杀人，这萧家欺人太甚。闻言，罗家的一众家眷也是单膝跪了下来。主母息怒，属下该死，让大小姐受苦了。眼见自己老婆可能要与萧家开战，罗三道的父亲也走上前来，老婆大人息怒，咱们三道能平安回来最重要。萧家是镇国之家，不是我们这种商人能惹得起的。就在我感叹他还真叫罗三道之时，他的父亲突然带着一脸笑容看向了我。江辰是吧？太感谢你救了我家三道，这张黑卡别嫌弃，一改刚才的女强人风范。罗家主母也是满脸笑容。是啊，本人我张罗了早饭，吃了再走吧。传送很快的，一把接过黑卡。就在我准备婉拒掉早餐时，不争气的肚子突然发出了抱怨的声响，一眼尴尬，我也是急忙改口，吃饭就吃一点吧。时间来到吃饭的时候，短短数十分钟，我的面前就已经摆满了1人高的盘子，就连送餐的人都被这惊人的食量给吓愣住。随着操控的虫族越来越多，我自身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在众人的围观下，我也含泪吃下了别人一家1天的伙食量。恩人别急，慢慢吃，多吃一点点。而见到自家女儿从始至终都一直照顾住
两位父母也是说起了悄悄话。虽然女儿说她是生活系，但是那也是神级，初出茅庐就能从萧家手上救人。闻言，罗三道的父亲也给予了肯定。是啊，虽然女儿不肯说，但这人的实力肯定不像看上去的这么范斗，并且长得还挺帅的。说到这儿，两位突然相视一笑，脑中也同时蹦出了一样的想法。若他能帮咱们对抗萧家，若他能守护咱们女儿一生。想着，两位长辈也走到了我的身后。小江啊，还没女朋友吧？我们家三道也没有男朋友。你看我们家三道，唯一隐藏职业也不错，还擅长做生意，能理财能持家。听到老婆的话，三道的父亲也补充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三道身材火辣，362436，跟你真是郎才女貌啊！将来孩子的名字我都替你们想好了。听到两位长辈的话，才喝下的水全部都在此时被我喷了出来，而罗三道则是满脸通红，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起来。爸妈，你们太失礼了！在强制封印自己老爸嘴的同时，我也找准机会急忙开溜。好家伙，我救了你们的女儿，你们居然抢我的身子！眼见我跑远，两位也开导起自己的女儿。三道啊，女婿都走啊，你这个做老婆的怎么也不出去送送？三道啊，你别急，爹给他那黑塔上有定位，回头他去哪咱都跟着。再让自己的父母赶紧闭嘴后，三道也回忆起一路上的事。温人他虽然很强，但也真的很可怕。虽然很可怕，但确实很帅很强。开始了！我的守夜人之旅，他终于要开始了。在成功击杀萧元武，护送罗三道回家后，为了防止被抓住做上门女婿，我也急速前往了罗家的空间传送站。与此同时的萧家中，萧家镇国大将萧远山也是愤怒至极，混账！元武的命玉碎了，给我彻查是谁干的！闻言，萧家负责侦查的家眷也是立马跪了下来。是萧镇国，属下这就派人去查。就在家眷说完的同时，一位和萧元武长得有几分相似的萧北寒也走上前来。爷爷，我那堂兄都20好几了，才刚混到30级2转，这无疑是废物一个吗？死了个废物有什么好可惜的？也值得您这么动怒。对此，坐在前方的萧远山也逐渐消气。元武确实资质平平，远不如你，死了倒是也不算可惜，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孙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倒是想知道大夏境内谁有如此胆量，敢不给老夫这个八转镇国面的？对此，萧北寒也露出了阵阵阴笑。行了，爷爷，这种小事儿不用您费心，等我参加完这次天骄营，不管查到是谁狗胆包天，我都替您攒了就是。与此同时的守夜人基地中，姗姗来迟的我也是赶到了统领的办公室中，而当我推开大门，里面已经站满了人。你们好，我是来入职守夜人的。就在我准备继续念叨提前准备好的自我介绍时，纪刚突然上去搂住了我。江晨，你终于来了，正等你呢，先跟你介绍下这里的骨干。说着，我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了一位靓丽女子，云小柯，2转45级奶妈，之前是最年轻的，现在被你抢了位置。而看见我的目光看向自己，云小柯的脸颊也不自觉地红了起来。好帅，我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帅的人一起共事。视角一转，纪刚也向我介绍起另一位段峰，2转49级射手。话不多，你叫臭屁。在向我打了声招呼后，纪刚也介绍起眼前的一名小个子楚不浪，2转49级甲士。别看他身板小，肉得很，而且还是个话痨。说着，楚不浪也抬起头呲起了大牙。老子和神级职业亲密接触过，这牛够我吹一辈子了。就在他说着的同时，一位风韵犹存的金发少妇也一把按向了我和楚不浪的脑袋。唐景，3转宗师，61级火法，是副统领。你唐姨做饭很棒的。看着眼前这些初次见面就十分融洽的队友，我也是颇感欣慰。谢谢大家，我区区一个生活系何德何能？对此季统领却是不以为意。生活系怎么了？那也是神级。别听那些不长眼的下他娘的扯淡，我们都看好你。对，小陈，尤其你还痛快地选择了我们守夜人，以后这就是你家。对此季统领完全会错理。明明我只是想来这里弄资源并隐藏身份的。不等我想下去，纪刚也是再次搂住了我。我们想给你报名3天后的天骄训练营，去混点资源，但那边卡了个条件，就是要20级以上。不知道你还差多少级？闻言，我也是缓缓开口：启叔，我现在17级。听到我的话，纪刚也是一惊：什么？你3天前才转职，就已经到17级了吗？转惊而喜，纪刚也大笑了起来。好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你，不愧是神级天赋。3天时间，想再升个3级不是难事儿。我待会儿就去给你报名天骄营。话音刚落，场中所有人都做出了战斗的架势，本是热闹的室内瞬间降到了冰点。小陈，你这2天是惹上什么很厉害的人了吗？闻言，我也是一愣，见我的反应，纪刚也向我道明了原因，由不明3转宗师在用神识探查你的行踪。守夜人，大夏专门抵御魔物和兽潮的组织。仅是第1天报道，这些素未谋面奔赴在大夏最前线的一伙人也将我视为了家人。而见我好像招惹到了什么很厉害的人，身为奶妈的云小柯也是第一时间布下了防探查的静音罩。短短1分钟过去，静音罩的范围就已经笼罩了我们所在的房子。也就在此时，为首的纪刚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陈，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扛，别瞒着我们。对此我也知道事情瞒不下去了，而且萧家的力量根本不是我一人能抵挡的存在。想着我也缓缓开口：我昨天杀了萧家的萧元武，虽然都毁尸灭迹了，但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探寻手段。听到萧家2个字，唐景和纪刚2位统领顿时瞪大了眼睛，大大咧咧的楚不浪也难得黑下了脸。萧家，萧元武，8转镇国萧远山的孙子。见到他们这种反应，挠挠头的同时，我也喃喃开口：应该是吧。我可能给大家添麻烦了。收起不值一提的惊讶，纪刚也正视起来。众所周知，萧家作恶多端，萧家几个小辈这些年可没少为非作歹。小陈，你这也算为民除害了。8转镇国固然可怕，
但据我所知，他的孙子辈儿就属萧元武最没出息，也最不得宠。听着纪刚的分析，唐景也站到了台前。这么来说，萧远山那老匹夫未必会亲自出手，如果派其他人动手的话，我们守夜人也不是吃素的。听着众人的话，从小就是孤儿的我也难得体会到了家的温暖。不过就在我想的之时，纪刚也反应了过来。等等，萧元武就算再废，应该也过2转了吧？说着他就满脸紧张地抓住了我。你一个1转17级的生活系是怎么杀的2转30级战斗系？见他这样，我也是急忙解释。季叔别激动，其实我当时有个帮手，江南罗家罗三道，他是唯一隐藏职业防御系。听到罗三道的名字，本就惊讶的众人再次一惊。江南最豪富商罗家，独女罗三道，转惊为喜。纪刚也再次搂住了我。不错不错，罗家虽然不是战斗家族，但架不住富啊。他日你若有难，想必罗家不会袖手旁观的。突然停下，纪刚也终于想到了重点。等等，罗三道既然是防御系，又没什么攻击能力，那你是怎么击杀的萧元武？早就猜到可能会暴露，我也在此时将毒杖给召唤了出来。叔，其实我是双系职业，隐藏毒系。闻言，纪刚也是伸出手掌朝我手中的毒杖拍了过来。好小子，你还有多少惊喜是叔不知道的？不等他触碰，反应过来的我也是急忙将手收了回来。喜叔，很毒的，我怕你遭不住。对此，纪刚完全没当回事儿，一把就握住了我持有毒杖的手。小陈，你根本不知道你叔的防御到底有多强。卧槽！察觉痛感，痛骂一声的同时，纪刚也是急忙收回了紧握的手掌。见他这样，我也是一脸笑容的凑了上去。叔，你好像破防了，死要面子活受罪，手都被腐蚀黑了。纪刚依旧嘴硬，滚滚滚，那是叔压根就没防你。察觉毒正在蔓延，纪刚急忙看向了布置静音罩的云小柯。小柯，快来，给我奶一口。压住止不住的笑声，云小柯也是来到了纪刚的身旁，释放起治疗术。叔，我说过很毒吧，不再嘴硬。纪刚也笑了起来，毒得好，你的技能越多，叔就越高兴。闹剧结束，纪刚也认真起来。话说回来，虽然你天赋不错，但出了萧家这档子事儿，报名天骄营的事宜，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虽然天骄营能获得不少好资源，但想来萧家天骄肯定也会参加，咱们不能为了点资源就以身犯险。听到纪刚口中的资源，我也询问起他，叔，你说的好资源是什么资源？对此，纪刚也是直言不讳，就是凶兽精血、装备之类的。如果能名列前茅，还会有神秘果实、秘境卷轴之类的奖励。算了，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子了。来了来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他终于来了。听到纪刚口中出现的几个东西，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这些资源可比自己去猎杀凶兽好太多了，说不定到时候虫崽子们就能开始2次繁育了。想着，我也郑重地看向了纪刚，喜叔，我必须参加，我不怕危险，我有信心自保。与此同时的萧家西湖边，随着萧北寒的一剑落下，湖中顿时就出现了一道数米的裂隙，裂隙绵延数百米，就连湖水都在此时被强大的剑气给劈成了2半。北寒少爷不愧是萧家最强天骄，战力又上一层楼。听到家眷们的马屁，萧北寒却是不屑一顾，少废话，让你查的事儿查到了吗？闻言，家眷也是急忙开口，少爷，我查到元武少爷曾和一个叫罗三道的女人有瓜葛，另外罗三道曾经和一个叫江辰的人同行。闻听此言，萧元武也思索起来，罗家那丫头我知道没什么战斗力，那江辰是个什么人？闻言，手下也是赶忙解释，那江辰是个刚觉醒了神级生活系天赋的人，现在去了守夜人那边，还查到他和罗三道都报名了天骄营，不过现在这2人只是有嫌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听到下属的话，萧北寒也冷笑了起来，有嫌疑就是死罪，神级生活系嘛，有点意思。既然他们报名了天骄营，那我就没必要特地跑一趟了。3天后在天骄营里顺手杀了就是。与此同时的守夜人大本营中，在给我报名了3天后的天骄营后，纪刚也难免担心起我。虽然我给你报名了天骄营，但我还是不放心。为了以防万一，我在报名的人中给你找了个实力不错的盟友，7转封王穆家的小公主穆寒秋。去之前已陪她走一趟秘境，既能升级，还能提前搞关系。说着，几叔也一把抓住了我。听说这穆寒秋不仅长得倾国倾城，而且还跟你同岁。待会儿来了，你小子就给我使出美男计，争取一举拿下。就在我围着冒昧的家伙赶到冒昧时，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敲响，在应了一声后，一老一少也从门外走了进来。纪刚，昨天我让李叔找你们借人走秘境，你不是不答应吗？今天怎么想通了？闻言，一把搂住我的同事纪刚也是喃喃开口，昨天不答应是因为我跟你爷爷赌气，今天答应是因为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必须带上江辰。对此，穆寒秋却是一脸不悦，我免费贡献30级秘境卷轴出来，你还要讲条件？对此，纪刚也是一步不退，大家各取所需罢了。你们不也是因为秘境限制50级以下进入，同时又想找战斗经验靠谱的人才找上我了吗？闻言，穆寒秋也不再争论，反而走到了我的跟前，说吧，你什么战力？对此我也是直言不讳，17级生活系。听到我所说，穆寒秋顿时就炸毛了，我去，10几级的菜鸟，还是垃圾生活系，这纯粹就是混子吧？听到这黄毛丫头出言不逊，纪刚也是瞬间暴怒，你说什么？小丫头骗子，进门不叫我纪叔叔就算了，说话还不干不净的。我家小陈那是神级天赋，还是双系，你懂个屁！见此，和穆寒秋同行的李叔也是赶忙抱住了纪刚，老纪啊，
有话好好说，小秋他是刚被女朋友甩了才分手的人吗？气不顺也是合情合理，不是冲你哈。听到李叔所说，身为拉拉的慕寒秋瞬间小脸通红，防止李叔继续说下去。慕寒秋也是急忙转身，李叔，你少说两句吧，我同意就是了。时间飞逝，第二天，我也跟着段峰一行来到了秘境所在。秘境美丽村庄，等级30，进入要求最高5人，50级以下。通关条件：清除光明村中的怪物，斩杀 BOSS， 摧毁祭祀台。在成功抵达后，段峰也提醒起我们，这次行动由我来带队，大家记住，如果不慎落单又遇到危险，就立刻返回传送石这里。虽然秘境变异的概率比较低，但如果有万一，所有人都立刻返回这里，退出秘境。就在段峰安排完一切后，一直看我不爽的慕寒秋也叮嘱起我：菜鸟，待会儿可别一进去就哭爹喊娘拖我们后腿。对此我也懒得争辩，全当路边的野狗犬吠。视角一转，我们也开始逐步进入秘境。30级的秘境吗？不知道为何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了！我守夜人的秘境之行，它终于开始了。顺着段峰的带领，我们一行也进入了光明村副本之中。村庄确实很美丽，但也没看见怪物啊。听到楚不浪的疑问，段峰也发表了自己的猜测：四周没有任何躲藏的地点，那些怪物8成藏在民房里。我们一间一间搜过去，在来到山下的光明村后，为首的段峰也安排起一切。不浪，你引怪，抗怪，我输出；小柯奶、小陈，你俩跟在后面，不要掉队。在齐齐回了一句事后，我们也迈步朝光明村内走去。可是，在路过光明村门口的石碑时，段峰再次叫停了大家。这石碑好像有点不对劲，大家小心点。闻言，身为光明系奶妈的云小柯也察觉了异样，这村子有股让我厌恶的气息，应该是黑暗系一类的，不敢耽搁。云小柯直接原地释放起净化技能，我先给你们套个净化 buff。随着净化的加持，我浑身的疲惫感顿时消失，这不好厉害，不仅让人头脑清明，就连敏捷和精力都提升了不少。不等我继续感慨，本是明亮的天空中顿时就出现了乌压压的黑气。就在我们为此而感到疑惑之时，黑气汇聚的瞬间，直接就朝光明村门口的石碑冲了上去。眼见石碑上的字变红，段峰急忙转身提醒起身后的众人：不对，快跑，立刻回传送石，这是变异。话音刚落，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我们所有人的眼前。提示：30级秘境美丽村庄发生变异，更名为死灵村庄。死灵村庄噩梦。通关条件：清除光明村中的死灵，斩杀 BOSS。说明：光明消散，黑暗绽放，亡灵国度的大门终将开启。随着提示的出现，我们也被传送到了光明村内的各处。操，死灵村庄秘境同刚才的普通直接变异成噩梦级了，其他人也都被变异冲散了。想起段峰出发前的话，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30级的噩梦级变异秘境，以我现在的等级，单打独斗太冒险了，还是听段哥的话，先返回传送时。想着，我也一脚踹开了我所处房间的大门。而当大门被我踹开，我的眼前也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地面上铺满了棺材，头顶则满是被点亮的红灯笼。在棺材路的尽头正挂着一位老者的遗像，都是棺材没有路，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看向脚底的棺材，再看向之前的那副遗像时，本是一脸正容的老者遗像突然变为了笑。是错觉吗？这遗像好像在冲我笑。就在我盯着眼前诡异至极的遗像时，身旁的棺材突然嘎吱一下。当我将目光转回棺材时，房间内所有的棺材全部都在此时被掀开，而棺材内则走出了一群疑似骷髅的亡灵怪物。死灵，等级30级，技能冲撞、砍杀、腐蚀，特性免疫一般物理攻击。看到眼前的提示，我也是赶忙做出了战斗的架势。火尼玛，免疫物理攻击，那我这毒岂不是对他们没用？不敢逗留，化毒障为烟雾，借助毒障的遮挡，我也快速抽身朝屋外跑去。一跃来到房顶，我也看向了下方密密麻麻的死灵怪物们。果然，毒也算物理攻击，对他们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对付这种东西还是要靠法师才行，我必须得想办法和小柯姐会合。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几天没见的小九突然从我脑中钻了出来。主人，火想吃大补。看着小九内部蒸汽的口水，我也疑惑至极。小九，你可以吃这些东西，可你的吃不也属于物理攻击吗？对此，小九也只回答了短短的3个字：可以吃。听到小九这么说，我也死马当活马医了。那好，你去试水，打不过别勉强，爹带你跑路。开始了！虫群们的暴食盛宴，它终于开始了。在将希望寄托于小九后，小九直接一个箭步朝下方的死灵冲了上去。小九很厉害，他们是小九的食物。黑色闪光呈现，小九直接就在死灵群中猛冲了起来，所到之处死灵全部被咬穿。而在贯穿了数只死灵后，小九的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表情。好吃！见到小九能对死灵造成伤害，我也恍然大悟，差点忘了，小九来自深渊，本质上其实和死灵一样，都属于黑暗系。小九在获得神赐进化后，能成长为深渊之主，从本源上来讲，完全高于这些死灵。有了这个推断，我也张开双手释放起自己的毒障。既然能吃，那虫崽子们就都出来饱餐一顿吧。在将自己数千只9丈翅全部释放出来后，我也命令起他们分散开，注意躲避人类视线。随着小9丈翅们的入场，场中的死灵们也沦落为了小9进化路上的饲料。仅是一夕之间，就有数十只死灵惨死于小9丈翅的腹中。你的灵宠杀死30级死，已获得5007点经验。小9反哺能量已获得2301点经验，恭喜升级，17级升至18级，各属性点+1，潜能点+10，这也太快了，短短几十秒就获得了50多万的经验，还升了1级，
这秘境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了。说着，我也看向了刚刚遗像所在的屋子，现在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个诡异的遗像。来到遗像的近前，没了任何效用。遗像上的老头满脸都写满了生不如死。见到这副表情，我也调侃了起来：“兄弟，继续笑啊！你怎么不笑啊？”也就在此时，小九也来到了我的身旁。主人，外面吃光光了。见到小九的到来，我也指向了遗像。小九干得很好，来，你看看这个能吃吗？话音刚落，眼前的遗像直接原地自爆。而见到如此场景，我也急忙扭过了头。你吓死了35级精英死灵守卫，获得8701经验值。看着提示和地面上破碎的遗像，我也陷入了短暂的迷茫。好家伙，直接被吓死了！与此同时，光明村的另一边，身为此次队长的段峰也被数不尽的死灵给围了起来。长弓画刀，本是弓箭手的段峰也拿着长弓攻击起周围的死。幸好我有件长弓法器在身，不然根本对付不了这些死灵。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尤其是小陈，他才10几级，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向老大交代啊？想着的同时，一连数百道提示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你的队友杀死30级普攻低级死灵，已获得4133点经验；你的队友杀死35级精英死灵守卫，已获得8028点经验。看到这样的提示，段峰也是满脸惊讶，边跑的同时他也猜测起来，这可是变异秘境，是谁在秒怪？不了，不可能，他的物理属性很被动。小柯，他是光明属性，倒是耐克制，但是绝对做不到秒杀。小陈就更不可能了，先不说等级低，无论是他的毒还是万物生长，对死灵都不会有作用。想到这儿，段峰突然瞪大了眼睛，难道是慕寒秋？他竟然这么强，有这样的能力还要和我们组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不管怎样，既然队伍里有人能秒怪，那我就有时间救人。小陈，坚持住啊！与此同时，慕寒秋这边被赋予众望的慕寒秋已经被死灵抓得不成人样，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口。我不能死，我是唯一隐藏职业，我还要参加天骄营，我还要振兴家族，可我就快没精力，连本源技能速度都快发挥不了。我想要回家，我不想死。就在他马上就要倒下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一堆死灵，没有直接来围堵他，这些死灵似乎都在逃命。这些死灵在逃，难道前面是刚才那个能秒杀死灵的队友？就在他这样想的之时，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路口传来。察觉这气息可能是队友散发的，慕寒秋也急忙朝那赶去。出师不利，短暂的愣神也让死灵抓住了机会，一把就将其按在了地上。而就在死灵即将对他行禽兽之举时，慕寒秋也使出仅存的力气呼喊起救命。听到不远处的动静，收起小酒的同时，我也走到了他的面前。见到来人是我，慕寒秋也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你？霸道小伙遇上傲娇富婆，这两者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就在刚刚，在慕寒秋马上就要被死灵五马分尸时，一直追着死灵跑的我也悄然碰到了这营。尽管不相信我的实力，不过慕寒秋还是将我当成了最后救命的稻草，嘴中更是一个劲的喊着江辰救我。知道让这家伙出示守夜人这边会出麻烦，我直接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就在慕寒秋以为我会和电影里骑士救公主赴死之时，毫不怜香惜玉，我直接就将其一把扔了出去。躲远点，别在这儿碍事！重重的砸在地上。见我如此粗鲁的反应，爬起身子的同时，慕寒秋也看向了我。江辰，你别太过分了。话音戛然而止，眼前的一幕直接让这位富家小姐吓愣在了原地。视角一转，此时的我毫不掩饰，控制着虫群化为的毒瘴就开始了屠杀。毒瘴所到之处，所有的死灵都在此时被融化。短短数秒间，刚刚还追着他的数百只死灵就被腐蚀的一个不剩。见到如此场景，慕寒秋脸红的同时，小心脏也开始扑通扑通跳了起来。这真是那个生活系的废物吗？季刚说他是双系，隐藏毒系，这难道才是真正的他吗？心跳好快，糟了，我怕是中毒了。时间来到半小时后，段峰也成功找到了楚不浪和云小柯，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的楚不浪也骂了起来：他奶奶的，这死灵真够费劲的。对此，段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很奇怪，我出了那栋房子后就再也没遇见过死灵。闻言，云小柯也猜测起来，难道是因为慕寒秋的能力克制死灵，还是说他有什么秘宝？不过这样的清怪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就在段峰担心我的情况之时，云小柯突然伸出手指指向了旁边的巷子，这边有战斗痕迹，应该刚结束没多久。这些都是死灵碎片。闻言，段峰也是一惊，快找！小陈，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谁也担待不起。听到老大发话，楚不浪和云小柯也在街巷中寻找了起来。穿过一处巷口，眼前的一幕也让段峰和云小柯看愣在了原地。此时的我正独自坐在巷子的台阶之上，而我身后的慕寒秋正小心翼翼地为我捶着后背。见到如此场景，三人也不敢贸然前进。别动，这太诡异了！堂堂蜂王的孙女，怎么可能像个仆人一样给小陈捶背呢？那俩人很有可能是 BOSS 变换出来的。听到不远处的动静，停止闭目养神，我也抬眼看向了巷口。眼见是段峰几人，我也是赶忙站起了身子。段哥，你们来了，那祭坛和 BOSS 就在这后面的院里。不等我继续说下去，三人也是做出了战斗的架势。别动，先回答我的问题。见到三人想对我出手，慕寒秋也是立马张开双臂挡在了我的身前。你们想对江辰做什么？先过了我这关。见他这傻样，我也是顿感无语，转而就将这家伙给推了回去。段哥，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不是什么怪物，就是人格魅力稍微大了点。不信呢？我们的老大叫季刚，唐姨做的饭最好吃。闻言，三人也是放下了戒备，转而关心起我。真是小陈了，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在回答大家没事的同时，趁我不注意，慕寒秋也偷偷摸摸挽住了我的手臂。已经不是头一次干这种吃豆腐的事儿了。我转头就朝他呵斥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别动手动脚的，没有任何大小节的架子。”见我如此的男人，慕寒秋的脸颊也红了起来。你别发火嘛，人家听话就是了。头一次见慕寒秋这样，三人也同时投来了羡慕的目光。真有你的，学不来学不来。出现了！死灵村中的最终 BOSS 他终于出现了。在摆脱掉吃豆腐的慕寒秋后，我也带领着众人一脚踹开了 BOSS 房间的大门。随着大门被打开，一只体型庞大的死灵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死灵手里品阶 BOSS 等级40级。见到这40级的 BOSS， 段峰也急忙站在了我们的身前。这可是40级的 BOSS， 大家都小心点。我先去吸引他的注意。慕寒秋保护好小陈，小颗 buff 不要断，注意他的攻击，不让尽量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输出，一定要小心，这可不是开玩笑。就在段峰安排完的同时，眼前的死灵首领突然移动了起来。眼见如此，我们5人也是急忙散开。不过就在我们以为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死灵首领突然朝我的方向跪了下来，身体更是在此时开始了颤抖。见到如此场景，段峰也是瞪大了眼睛。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啊，他这是在求饶吗？看出这可能是因为小九的原因，我也不再犹豫，直接就迈步朝死灵首领的方向走了过去。你们都受伤了，这 BOSS 还是交给我吧。毒瘴烟雾呈现，我直接就将整个死灵给包裹在了其中。众人没了视野，我也没了估计，直接就将完全踢的小九给召唤了出来。小九吃饭，随着我意念传递，小九直接就朝跪地不起的死灵首领咬了上去。短短数秒过去，一道提示窗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你击杀了 BOSS 死灵首领，获得76690经验，你升级了，25级升至26级，各属性点加1，并获得10点潜能。恭喜打败最终 BOSS， 通关死灵村庄秘境，奖励结算中。见到死灵首领瞬间死亡，看到提示的同时，段峰也是震惊的五体投地。BOSS 就这样死了，所以之前的死灵都是你秒杀的，可能是秒杀的过于快。为了隐藏住小九，我也摸头瞎掰起来。巧了，我的毒恰好能克制他们。不等我说下去，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段峰等级49，评价 C 级；楚不浪49级，评价 D 级；云小柯46级，评价 D 级；慕寒秋36级，评价 E 级；江辰26级，评价3S 级；死灵村庄30级，噩梦通关评价3S 级。全员奖励：死灵勋章，特殊道具，佩戴可抵挡一次必死攻击，已绑定，不可转让售卖。看到如此厉害的东西，三位前辈也是齐齐的朝我鞠了一躬。担任奖励的装备已经够丰盛了，竟然还有这么高级的团队奖励，老子从来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这波简直就是跟着小陈躺赢。谢谢小陈。在表示不用谢后，我也开始查看其此次的收获。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装备材料，我也不由得感叹起来，不愧是30级的秘境，这爆率也太高了。光是这些装备的价值恐怕都价值上亿。说着，我也看向了一件披风，暗舞披风，品质铂金，属性敏捷加60，特性暗影隐身，主动，激发后可隐身3分钟，冷却时间2小时，可以隐身，这个实用，可以留着。其他的对我没太大用处，回去都卖了给虫仔怎么买精血，他们这次吞噬值都涨了不少，再喝些精血应该就能2次繁殖了。画面一转，在离开秘境后，我们也回到了守夜人总部之中。听到段峰说完秘境中发生的一切，纪刚也不淡定了。秘境变异了，江辰征服了慕寒秋，江辰带你们通关了秘境，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察觉事情的严重性，纪刚也吩咐起段峰，你们先出去，我单独和小陈聊聊。待到段峰一行走出办公室后，纪刚的表情瞬间就严肃了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闻言我也滑下了一滴冷汗。坦白什么？对此纪刚丝毫没有掩饰。毒系能克制死灵这种理由，也就骗骗段峰他们，忽悠我，不存在的。老实交代，你到底还隐瞒了什么？听到纪刚的话，我也是哑口无言。糟了，难道虫族的事情要暴露？那可是远古天灾，世人若知道了，会放过我吗？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是血？经历死灵村庄一战后，听完段峰的报告，守夜人统领纪刚也对我展开了逼供。就在我以为小九会因此暴露在世人的眼前时，一转刚才的严厉，纪刚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大笑了起来。原来你小子也会紧张啊！杀遍一秘境的勇猛上哪去了？闻言，满脸冷汗的同时，我的心脏也是狂跳不止。纪叔，你唬我呢？听到我的话，纪刚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也不全是唬你。你如果现在不想说，纪叔也不会逼你。你手里底牌越多，纪叔就越高兴。以后啊，咱们守夜人还指望着你再创辉煌吗？对此我也是一脸信誓旦旦。纪叔你就放心吧，别的不说，回头起码给您整一套史诗级装备。对此纪刚也是大笑出声。臭小子，你的好意叔心领了，一套史诗级装备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拍自己的胸脯，我也看向了纪刚，叔，我认真的。在回答了一连三个好后，纪刚也跟我说起了正事儿。小陈，你有底牌是好事，但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手掌一动，纪刚的手上也出现了一道传送空间。就在我疑惑纪刚说的什么事时，一连3个被裹成木乃伊的人也被他从空间中扔了出来。纪叔，这是什么？听到我的询问，纪刚也从沙发上站起。这些家伙最低都是60级以上的3转宗师，甚至还有2个90级以上的4转大宗师，不怕你笑话。这里面任何一个
你几叔我都对付不了，我就是个收尸的。听到纪刚的话，我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了3个木乃伊，难道这些都是想杀我的？对此纪刚也给出了准确的答复，你完全在想替吃。这些人都是去杀穆寒秋的，但都被他的护道者给秘密解决了。闻言我也是疑惑至极，这样啊，那他们为什么要刺杀穆寒秋呢？就在我询问的同时，纪刚也递来了一份卷宗，大夏天骄猎杀榜。迎战无敌后裔，京城战区46级，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3份。第二，姬玄月无敌后裔，魔都战区46级，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3份。第三，江无敌无敌后裔，江南战区45级，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3份。第12，萧北寒郑国后裔，江南战区41级，杀之可任选天阶奖励2份。就在我疑惑大夏怎么会有这种榜单时，目光一扫，我也看见了萧北寒的名字。等等，萧北寒，郑国萧家。闻言纪刚也是一脸肯定，对，这些都是和你同辈的大夏顶级天骄，萧北寒也是其中之一。届时他们也会分别参加8大战区的天骄营，而萧北寒则和你同在江南战区，7转封王，8转镇国，9转无敌。大夏前100名天骄，最低的也是封王后裔。穆寒秋作为江南12封王之一的后裔，也只能排在第77名。可即便如此，刺杀他的宗师也是数不胜数，但又都被其暗卫反杀了，可见其背后实力之强大。封王势力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萧家镇国吗？递回猎杀榜，我也喃喃开口。纪叔给我看这些，是想让我在天骄营中不要过于张扬吗？闻言纪刚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对，你展现的潜力越大，遭遇的危险也会越多，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不要贸然暴露。说着纪刚的脸色也逐渐低沉了下来，因为其天骄营后都有大势力庇护，而你纪叔我虽然有个好老师，但学艺不精，到现在也只是个3转封师，恐怕守护不好你。听完纪刚所说，我也在此时站到了他的身旁，纪叔说的我都记住了。在简单应了一声后，我也思索起来，纪叔不仅没责怪我对他有所隐瞒，反而还这么用心的保护我。不等我继续在内心感叹，纪刚也摸着胡子思索起来。话说你这次在秘境中的表现，如果传出去，榜单名次绝对高于穆寒秋。但奇怪的是，穆寒秋那丫头竟然对所有人都只字未提，替你保守了秘密。说着，纪刚也凑到了我的身旁，老实交代，你在秘境里把穆寒秋怎么了？该不会……秘境中可都是死灵，你这小子口味有点重啊，百口难辩。察觉事情正在朝18境的方向蔓延，我也是急忙摆手离开了办公室。纪叔，洗洗睡吧，我先回去休息了。来了，我虫族大军的2次繁衍他终于来了。在离开守夜人回到自己所处的宿舍后，我也将装备卖掉换来的精血全部铺在了桌子之上。3阶精血33份，4阶精血14份，这些应该够虫崽子们繁衍2代了。说着，我直接拿起一瓶精血朝自己手背上的虫巢倒去。虫崽子们吃饭了，先吃点3阶精血开胃，这可是相当于人类60级以上的3转宗师，一贯要猎杀上百只凶兽才能提炼出来。你爹我可是下了血本。在倒完整整一瓶精血后，被食物香气所吸引的小九也从我的身体中钻了出来。主人，小九也想吃，对此我也是一脸为难。你就先别吃了，你离下次繁衍还早着呢。听到爹爹这样说，小九也不乐意了，揪住我的头发就开始失声痛哭起来，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手心手背都是肉，实在受不了了。我直接将小九抓起扔到了铺满精血的桌子上，吃，你也去吃。在回答了一句主人最好后，小九直接就抱住了一瓶4阶精血。在处理好小九后，我也再次往虫巢中灌入起精血。接下来是4阶精血，相当于人类90级以上的4转大宗师。随着精血的不断灌入，一则提示也在我的眼前浮现：9丈赤子带开始繁殖，繁衍数目每次可繁衍40到60只，繁衍时间神赐进化加速繁衍中，时间飞逝，9丈赤子带繁殖完毕，繁衍数目10万只。随着虫族的增加，毒瘴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急速从我手背散出，尝试压制，这样的举动也适得其反，毒瘴愈演愈烈，瞬间就充斥了整个房间。眼见再这样下去会形成灾难，我也是骂骂咧咧开口：这特么是我家，吃饱了就开始造反啊你们！说着我也将手给再次举了起来，都特么给我滚回虫巢老实待着，没老子的命令你们不许出来。好在这些9丈赤还存在着敬畏之心，在听到我的怒吼后，一个个也是乖乖的回到了虫巢之中。不过呢，我的家也在刚刚毒瘴爆发的瞬间被吃得面目全非。我去，这些拆家的玩意儿果真恐怖如斯啊！越想越气，我也看向了正在舔瓶子的小九，吃就知道吃，也不知道管你自己的这些熊孩子。小插曲结束，我也看向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江晨，等级26级，身份虫族主宰，职业神级御灵师，天赋万物生长，神赐进化，万物祖树，母虫小九，21级，9丈赤，天灾级，子代，9丈赤，10万只，战力评价197星，战力197星，这未免也提升的太快了吧，都快赶上一般的3转宗师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明天的天骄营了，一举升到30级，完成2转。到了那时，我就可以获得一只新的母虫了。就在我安排着这几天的任务时，此时的守夜人总部中，唐怡正满脸惊讶，找你老师天刀王出面，小陈的事儿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对此纪刚也难得沉稳，以防万一吧。先不说他会在江南战区遇上萧家天骄萧北寒，更严重的是天骄营没有什么秘密能瞒下来，而小陈身上有让我能感到惊悚的东西，我担心他那个毒系其实是禁忌。听到老大所说，唐怡的面色也暗了下来，这怎么可能？你可别吓我。自从600年前吞噬者造成动荡，
大夏诞生竞技职业以来，一经发现可都是直接抹杀。如果小陈真是竞技职业，在觉醒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我觉得你就是疑神疑鬼。对此纪刚也是面如死灰，但愿如你所说，是我疑神疑鬼吧。开始了！我的天骄营之行它终于要开始了。顺着纪刚给出的地图，我也不出所料的迷路在了丛林之中。可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一道略显苍老的救命声突然自我不远处响起：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我也来到了一棵数十米高的树下。当我来到树下抬头看去，此时树上正挂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白发老头。见到我的到来，白发老头也是重拾希望：小伙子，救命啊！我恐高，虽然有些无语，不过出于好心，我还是发动了万物生长。随着我的技能发出，一根根粗壮的藤蔓瞬间拔地而起，直接就朝树上的野生老头卷了上去。在成功将老头救下后，老头也如释重负，直接就半跪在了地上。可吓死我了！本想掏个鸟窝，谁能想到那鸟窝看着不高，上去居然这么高。听到老头所说，我也倍感无语，恐高还爬树去掏鸟窝，这就是传说中的老顽童吗？就在我想着的同时，白发老头也停止颤抖，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小伙子，你今天救了我，说吧，想要我怎么报答你？抱着试试的想法，我也询问起眼前的老人：老爷子，您认识天骄营的路怎么走吗？听到我的询问，白发老头也满脸笑嘻嘻的走到了我的前方，正好我也要去那边办点事，你小子跟我走吧。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愿，在出声谢过老爷子一声后，我也顺着老爷子的步伐朝森林外走去。一路上看着老爷子身后的长刀，我也不乏有些疑惑。话说老爷子，您也是转职者吧？为啥不把刀放进储物空间呢？听到我的询问，老者的脸上也出现了一抹饱经风霜的笑容。我不是转职者，只是个练刀的。我当年啊，没那个天赋，转职失败后摸爬滚打近10年，就连城里的厕所都买不起。当时我万念俱灰，就跑进山里寻死，结果发现的老猎户遗留的小屋，还有我身后的这把刀。于是呢，我就每天在山里练刀，拔刀练了20年，剃刀练了30年。忽然我就开窍了，小家伙，你说神不神奇？在银河的回应了一句神奇后，老爷子也将目光投向了我。那你愿意跟我练刀吗？老头，我只会一招。说着他就将手握在了刀柄之上。可能是察觉自己过于激动，老头也是急忙改口：我好像有点太心急了，等你何时想学了可以来找我。不等老爷子继续说下去，我的目光也投向了不远处。老爷子快看，前面就是天骄营了。话音刚落，当我回身看去，身后早已空无一人。人呢？这老头也太奇怪了吧。没有继续逗留，我也来到了天骄营之中。此时天骄营的上空正有武装直升机不间断的巡逻，而整座营地的四周更是充满了军人。唯一的入口处则排起了数十米长的队伍。要入营的天骄，先来这边排队报到，领取身份手环，除非被淘汰，否则不可取下手环。50年磨一剑，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顽童，其真实身份竟然是名震大夏的天刀王。时间来到10几分钟前，在我领取身份手环进入天骄营后，没走出几步，2道亮丽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本人，主人，没错，来人正是许久未见的罗三道和慕寒秋。听到2人别具一格的称呼，我也是当场石化在了原地。这都什么鬼？本人也就算了，这主人是怎么回事？见到对方的目标是我，罗三道和慕寒秋的目光也在此时彻底对上。旧爱罗三道，变态慕寒秋。听到旧爱这个称呼，罗三道也是骂骂咧咧开口：谁是你的旧爱？都劝过你多少次了，让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百合小说，省得意淫闺蜜。对此慕寒秋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说的没错，所以我现在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心动的感觉。你根本什么都不是。闻言，罗三道却是直接不屑开口：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干嘛？完全没有理会，慕寒秋直接就掉在了我的肩膀之上。跟着你，别自作多情了好吗？我说的主人是江晨。见百合慕寒秋突然转性，罗三道也大笑了起来。我早就说你了不是，现在应验了吧？对此慕寒秋却是扭扭捏捏，可她真的很让人心动。见闺蜜终于开始将性取向转向男人，罗三道也是一把搂住了她。那现在我们又是好闺蜜了。对此依偎在罗三道怀里的慕寒秋却是小脸通红。我感觉我们现在既是闺蜜又是情敌，只能算敌蜜吧。看着这俩人没羞没臊，我也是无语至极。这些小姑娘一天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东西？不等我内心骂下去，剧烈的响声突然自我们不远处响起。停止嬉闹！我们3人也齐齐投去了目光，那边出事了，好像有人在打架。不等2女上前查看，一位身着军装的壮硕教官突然从我面前闪过，撸起袖子就朝爆炸的地方走去。还没入营就打架，找死吗？感受到此人散发的威压，我也不由得暗自心惊。巡逻教官而已，这实力都有3转宗师的水平了吧？不等我继续想下去，巡逻教官突然如炮弹一般被崩了回来，在飞了足足数米之后，3转的教官直接就被镶在了地面之中。操！快通知上面那几个是变态！说完他就没了半点反应。3转宗师竟然1秒被打斗气流冲飞出去，这打架的到底是什么人？听到罗三道的询问，慕寒秋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还能是什么人？就是江南战区那几个拔尖的北。那个短发女叫唐颖，刺客系，实力极其可怕，是天机楼最年轻的金牌杀手。据说不久刚在樱花国刺杀了一名4转霸宗师，浑身散发血色罡气的那个叫白风，原称小杀神，
是东海防线总指挥的徒弟，军区最璀璨的天骄种子，但他好像有什么心理问题，很容易走火入魔。拿剑的那个蓝毛叫萧北寒，爷爷是大夏7镇国之一，职业青莲剑仙，可媲美神级。听到慕寒秋最后介绍的人，罗三道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这狗贼我认识，他手里那把史诗级长剑就是在我家抢的。就在他说着的同时，我们俩的目光也齐齐朝战斗的中心看去。这3人合力围攻的是谁？也就在此时，董哥慕寒秋的声音再次响起：无敌后裔江无双，据说是3系职业，并且都是唯一隐藏职业，这实力明显强的离谱。另外3人合力都打不赢他。听完慕寒秋所说，我也在原地思索起来。江无双，天骄榜第3，就是不知道我的虫崽子们能不能对付得了这些人。不等我继续想下去，萧北寒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眼见这家伙手握长剑朝我们这边落下，一手抓一个，我直接就将两女拉离了攻击的落，长剑插地，在足足划出数米后，萧北寒也停下了狂退不止的脚。这拳风竟然能把我吹飞，无赖嘛！江无双从地上站起，萧北寒的目光也聚焦在了离他最近的我身上。江晨，听说萧元武就死在你的手上。说着，他也将长剑对准了我。虽然我也很看不上那个废物，但你今天也得死。本想着先干掉江无双，再搭理你这种蝼蚁。既然有缘，就先宰了你吧。听到如此嚣张的话，我的周身顿时就出现了磅礴的毒瘴。就算实力不同，萧家的骨子里还真是一样的烂啊。虽然答应了几书，但现在这个情况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在我们即将动手之际，一道尖锐的刀芒声突然响起，只是瞬间，一道恐怖的刀芒直接就从我2人之间划过，刹那间我们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道足有1米宽的裂额。都让开！总教官天刀王来了！听到天刀王3个字，萧北寒也识趣的收起了长剑。也就在此时，一道还算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们的不远处响起。正是开营前，谁再敢惹是生非？先问问老夫手里的这把刀。见到不久前还挂在树上的老头，突然以天刀王的身份站在我的眼前，我的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仅是一抹刀气就震得4大天骄动弹不得。我那些虫崽子也险些被震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刀王吗？出现了！此次天骄营的总教官天刀王他终于出现了。见到总指挥的出现，副指挥官杨广也是如实汇报起天骄营的情况。顾前辈，300名天骄都到齐了，请您准备上台主持开营仪式。听完下属的话，天刀王也是缓缓走向了高台。见到是名震大夏的天刀王前辈，全场天骄顿时议论了起来。江南战区这么多届天骄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封王级人物来坐镇的。天刀王果然名不虚传，就算是站在后面几十米，天刀王一道契机就能把我们锁死。老爷子不是说隐士而居了吗？如今怎么肯出山的？我刚听教官们私下说，这次是老爷子主动请缨的，难不成老爷子是想收徒？和下方的天骄们想的一样。在看见天刀王后，几名出类拔萃的天骄也是在内心中暗自嘀咕了起来。终于见到活传说了，开营后我一定要击败江无双，给老爷子留下个好印象。而4人中唯有江无双的眼神最为炽热，满脸都是充满了对天刀王的仰慕之色。竟然把这位请来了，这次我一定能拜师成功，就和在场的各位天骄一样。此时罗三道和慕寒秋也是异常激动，见到两女也是这样的表情。对天刀王一无所知的我也伸出手指指向了天刀王的方向。你们俩都认识这位厉害的老爷子吗？闻言，罗三道也是满脸憧憬。那是当然，我从小就听他的传奇故事，他老人家不是转职者，却能力压一众气转封王，成为镇国之下第一封王的存在，实力更是能媲美8转镇国，曾经一刀屠龙。听到罗三道的话，慕寒秋也是凑了过来。虽然同为封王级别，但天刀王前辈是我爷爷最敬重的存在，爷爷曾经让我拜他为师，奈何被前辈婉拒了。我本来很沮丧的，但后来听说很多镇国和无敌后裔也都被拒之门外，我也就释然了。想起不久前森林中发生的事儿，我也瞪大了眼睛。你们确定跟他拜师很难？听到我的询问，慕寒秋也是急忙出声应答。主人说笑了，据我所知，江无双和白风他们都被刀神前辈拒绝过。你刚才也看见江无双他们的实力了吧？可想而知拜他为师有多难。对此罗三道也给予了肯定。恩人，你可能有所不知，老爷子这一生就只收过2个徒弟，还都是20几年前的事儿了。听完2人的话，我也如若梦中，想起之前老爷子询问我是否要跟着他练刀的话，我也开始怀疑起人生。大家嘴里的天刀王，真是那个上树掏鸟窝被挂在树上的怪老头吗？这感觉都不是一个人好吗？与此同时，走到台上的天刀王在轻咳一声后，也是缓缓开口。我是这次天骄营的总教官顾开天。众所周知，咱们江南战区天骄营这几年一直拉垮，就是因为这里的战斗都是花架子，在这里不敢拼命，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只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世界变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我们需要更多能实战的天骄。所以，为了更好的展现和发挥天骄的实力，为了更好的选拔，今年江南战区天骄营我定了一个新规则：死亡指标。听到这话，杨广也是满脸惊愕。顾前辈，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天刀王直接就打断道：“这里我说了算，出了事儿我担着。”听到如此坚定的发言，杨广也是汗如雨下。死亡指标，这之前上面都没提过呀，历届天骄营也从没有过。下面可都是有权有势的天骄，这么搞怕不是要翻天啊！就在他这样想的之时，天刀王也是再次开口：“每轮考核可以给我死10个，现在想退出的可以走了。”闻言，杨广也瞪大了眼睛，和杨广此时的心境一样。某些不自信的天骄也是犹豫不决，虽然很可怕，但也不能退，不然整个家族都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是我也不想死啊！
比起身后议论纷纷的天骄，江无双则是跃跃欲试。不愧是天刀王前辈，江南战区天骄营早该如此行事。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萧北寒的目光也瞥向了我这边。这条规则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待会儿开营，我就能先给老爷子完成2个指标了。可萧北寒想得如出一辙，有了这个指标，就算后面冲突升级，万一我把萧北寒杀了，技术他们也不用太担心。迟迟没见有人退役，台上的天刀王也笑了起来。很好，默认退场，看来大家心里都还有点傲气啊。既然如此，我宣布入营考核正式开始，首轮300人，淘汰一半。整个营地里随机藏着150枚晋级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第2天早上6点结算，有期者晋级。说着，天刀王也拔出了身后的长刀，放心大胆的打，放心大胆的杀，单枪匹马也好，合纵连横也罢，就算你们把这个营地拆了都行。总之，让我看到你们的血线。现在解散，考核正式开始。开始了！有着死亡指标的天骄营考核，它终于开始了。随着天刀王的话音落下，整个天骄营顿时乱作一团，所有的天骄们全部都在此时一窝蜂地冲向了营地之中。快跑！我们这种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旗子藏起来，别和那几个变态碰头。随着考核开始，萧北寒也提剑朝我们3人走了过来。为了不拖累身后的2人，我也吩咐起他们：你们俩先去附近找晋级旗，我来对付萧北寒。见此，慕寒秋还打算说什么，不过我直接就打断了他：快去，这是命令。听到我的话，2人也不再逗留，纷纷朝天骄营中赶去，见就我一人留下。萧北寒也笑了起来：就你这2转还不到的菜鸟，还在这逞英雄。对此我也是一脸不屑。萧北寒的剑气确实很强，跟萧元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虽然我也比那时便强了很多，但不知道能不能在不暴露虫崽子尸体的前提下，用毒来解决他。想着我也淡淡开口：废话真多。对此萧北寒也是十分赞成。是啊，我跟死人废什么话呀。说着一剑荡出，一道剑芒瞬间就朝我的方向劈了过来。就在我准备发力抵挡这一击时，一连数支飞镖呈现，径直就朝剑芒射了过去。剑芒应声而碎，而我也是满脸迷茫。视角一转，来人正是天机楼金牌杀手唐颖。面对唐颖的搅局，萧北寒也是一脸不悦，怒气冲冲的就质问起他：唐颖，你什么意思？对此唐颖也是怒气冲冲的凑到了萧北寒的身前。萧北寒，你怕不是忘了白风咱们3个的约定了吧？说好进天骄营先联手干掉江无双，你却屡次3番脱团，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莫不是故意拿这些搪塞，实则是怕了江无双吗？听到这话，萧北寒瞬间狂暴：你特么说我怕谁？江无双在哪？我现在就去杀了他，干完再解决这些杂碎也不迟。见到这家伙中了激将法，唐颖也是急忙带起了路，往那边树林去了。白风跟着呢，就等我们俩了。见萧北寒就这样被带走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我也是独自站在风中凌乱。这事情还真是峰回路转了。话说这唐颖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感觉他在有意帮我。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唐颖突然转头向我眨了眨眼，顺便还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见此我也是一乐，还真是帮我的。可为什么呀？我们压根就不认识啊！莫非是因为我长得太帅，跟我想的完全没任何关系？唐颖其实是唐景的亲侄女，在前往天骄营之前，唐姨就找上了自己的这个侄女，拜托她在天骄营中暗自照应效果。可是单凭她自己的实力，根本没法和萧北寒硬刚，只能借江无双之名，尽量拖一拖。与此同时，在走了没多久后，一位身穿黑衣的男子突然单膝跪在了萧北寒的面前。此人是6转尊者的后裔黄永超。见到萧北寒出现，黄永超也自报起家门：萧少爷，我爹是萧老镇国的属下，这3枚晋级旗是孝敬您的。对此萧北寒却是一脸不屑：我不需要，如果你真想孝敬我，就替我办件事儿。听到萧少主的话，黄永超也是赶忙应答：少主，属下愿效犬马之劳。见到萧北寒有这样的属下，唐颖也默默滑下一滴冷汗。糟糕了，江辰这次就得靠你自己解决了。但愿慕寒秋和罗三道能护得住你吧。与此同时，在找到2张晋级旗帜后，罗三道也是赶到了我们聚集的地方。见到就2张，我也缓缓开口：你们俩先拿着吧，我再去别的地方找一找。就在我们3人准备再去寻找晋级旗时，一道箭矢突然朝我们的方向飙射而来。高喊一声小心，我也抓住了摆在我们之间的木桌，丝毫不敢犹豫，我直接就将桌子朝空中的箭矢扔了上去。仅是接触的瞬间，木桌直接就被击了个粉碎。见此，慕寒秋也急忙掏出血色双刀挡在了我的身前，身为防御系的罗三道则躲到了我的身后。什么人来夺旗的吗？闻言，黄永强也从空中一跃而下，拿起长弓就再次蓄力起攻击，不夺旗夺命。见到此人的到来，罗三道也是急忙开口：黄永超，隐藏职业逐日之极焰射手，39级，老爹是6转尊者，萧镇国的属下，不知道我的大地之盾能不能挡下他这一击。手指一松，饱含烈焰之力的箭矢瞬间就朝我们3人所处的方向射了过来。在交代2女让开后，滔天的毒瘴瞬间从我的手背之中涌现了出来。其他的我都能忍，但你要杀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毕竟老爷子的死亡指标总得需要人来完成。妈，出现了！天骄营中守卫不知死活的少年，他终于出现了。面对黄永超3番5次的攻击，我也没有惯着他，发动毒瘴就朝他的方向涌了上去。毫无防备之下，毒瘴很快就蔓延到了黄永超的身上。而见到这诡异的毒瘴，黄永超也被吓得瞪大了眼睛。毒系消息上不是说他是生活系吗？兄弟们都别藏了，过来一起上！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恐怖的毒瘴顿时将黄永超吞没，就连他手中的长弓都没能逃过毒瘴的腐蚀。阵阵刺耳的惨叫传出，不远处看到如此场景的小弟们顿时吓得落荒而逃。隐藏毒系太可怕了，快撤！黄永超超远程射手都对付不了，更何况我们近战型的。幸亏我们逃得快，不然肯定做炮灰了。与此同时，天骄营的监控室中，目睹我击杀黄永超全过程的杨广也是瞪大了眼睛。神级生活系加唯一隐藏毒系，这么快就秒杀了一个二转天骄，这个江辰逆天了呀！楚江市守夜人那边竟然没有上报。就在杨广这样想的之时，站在他身前的天刀王也缓缓开口：“杨广，据通报吧，另外再调几个空间系的大宗师过来，紧急时刻随时转移，以防这些狼崽子们杀得太狠。”听到总教官的话，杨广也急忙答应。紧接着就转身朝监控室外走去，趁老爷子没改口之前赶紧走，省得天骄们真大开杀戒，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杨广这样想的之时，天刀王的声音再次响起：“等等！”听到这话，杨广也是赶忙转身，完了完了，老爷子该不会是反悔了吧？就在杨广内心忐忑不安之时，摸了摸胡子，天刀王也是喃喃开口：“准备10只3阶巅峰凶兽，分开投放，凶兽身上安放青云旗。”听到老爷子的话，杨广也是转危为喜，老爷子这招妙啊！这样那些妖孽就可以先去争夺青云旗，以免祸害普通人了。与此同时的天骄营内，经历300个回合的大战，三人组愣是没伤到江无双一根汗毛，而为首的白风更是已经负伤严重。见到这三人就这点实力，江无双也是一脸不屑的开口：“都说了，你们仨加一起也打不赢我，这是非逼我出手杀你们吗？再说了，就算真赢了，你们难道觉得很光彩吗？”听到这话，一把抽出长剑的同时，萧北寒也是喃喃开口：“虽然以多欺少赢了也不光彩，但架不住跟其他人打实在没意思。”就在三人准备再次对江无双出手之际，一道声音突然自天骄营的营地广播响起：“通知，编号091，黄永超身亡淘汰，淘汰者江辰。”听到这则消息，萧北寒的面色瞬间就垮了下来。黄永超虽然实力一般，但好歹是个不错的二转，在这个天骄营里至少也能排在前50，比之萧元武也强不少。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被秒杀了？和萧元武同样震惊的还有唐颖，这不对啊！姑姑跟我说这个江辰就是个26级的生活系，他是怎么做到秒杀39级战斗系的？换作是我也未必能这么快秒杀黄永超吧。就在两人想着之时，被堵在中间的江无双也缓缓开口：“你们看，还有高手，无需会会吗？”话音戛然而止，天骄营的广播再次响起：“通知，10头3阶巅峰凶兽将分别投放，身上各自携带3枚青云旗，持有青云旗者将获得排名权重，最终排名前10皆可获得奖励，第1名奖励1，余者递减1000万。”播报刚刚结束，三人的身影瞬间消失，整个场地中也只剩下了江无双一人。看来天刀王给了咱们新玩具啊！也好，要比就拿青云旗比吧。来了来了，天骄营的豪华奖励他终于来了。听到广播播报的排名奖励，我的整个人直接就愣在了原地。才刚入营考核，第1名就奖励1，这天骄营未免也太阔了吧！如果能拿下入营第1，再加上其他资源，岂不是很快就能再次繁衍了？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一道巨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我们一旁的屋顶。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之时，一只巨大的狼形凶兽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这就是3阶巅峰的凶兽吗？听到我的话，慕寒秋也赶忙叮嘱起我们。大家小心，他可是相当于80到90级的3准风师。看着4只微微颤抖的凶兽，罗三道也是若有所思。本人，这凶兽好像还在麻痹状态，咱们要不要趁现在解决了它？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召唤毒瘴的同时，我一个箭步就冲向了狼形凶兽。不过就在我准备对他下手之际，一道剑芒突然从天而降，其攻击的目标正是即将对凶兽动手的我。反应及时，我也是急忙退回了先前的位置。谁？听到我的话，萧北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狼形凶兽的头顶之上。江辰，你可以啊！不仅秒杀了黄永超，现在还敢抢青云旗，我之前怕是小瞧你了，看来今天非得先解决了你不可。面对萧家这群胡作非为的家伙，我懒得语气变国，直接就控制着毒瘴卷向了萧北寒的方向。萧北寒，总归要打，就少些废话。见到毒瘴直奔自己而来，萧北寒也不敢懈怠，抽剑的瞬间，直接就释放了一招天地风龙斩，剑芒呈现，朝他涌去的毒瘴顿时被一分为二。见到如此诡异的毒瘴，萧北寒也不由得高看了我几分，难怪你这么猖狂，原来还有个隐藏毒系啊！都说毒系难缠，但在我的剑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见到我的毒瘴无法近身一旁的慕寒秋也是满脸紧张。糟了，强风能克制毒系，主人有危险，我们得去帮忙。一把按住准备上前的慕寒秋，罗三道也叮嘱起他：别，温人的毒不是一般的毒，咱们去了只会添乱。与此同时，战场中的我也将虫巢内的毒瘴全部召唤了出来，漫天的毒瘴呈现，一只暗紫色的巨龙也在此时被毒瘴所幻化了出来。毒雾化龙，巨龙张开大嘴就咬向了萧北寒的所在。而见到如此场景，萧北寒也不再虚张声势，直接就将长剑给举到了眼前。这毒瘴轰不散吗？那就为双指划剑而过，一颗巨大的青莲突然出现在了天空之中。禁咒青莲剑仙，随着剑招的发出，巨大的青莲直接将毒瘴化为的巨龙给吸入了身体之中。看我的剑气怎么把你的毒瘴耗光！听到这话，我也是淡淡一笑，不得不说有你的剑气遮挡视线，吞起来反倒更方便了。与此同时的青莲剑气之中，化为毒瘴的小九正疯狂地吞噬着青莲的剑气，吞噬值1000的铡，在将内部的剑气吞噬的所剩无几后，
毒瘴突然从青莲内部爆发，包裹在四周的青莲叶片全部都在此时被一哄而散，攻击直奔萧北寒前去。恐怖的毒瘴瞬间就将萧北寒给掀翻，口中血流不止。萧北寒也是满脸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什么毒竟然可以湮灭剑气？根本不和他多费口舌。毒雾化龙，毒龙直奔萧元武而去。不过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之时，熟悉的红色命运护盾突然亮起，攻击直接就被抵消了下来，底牌呈现。此时的萧北寒也再次嚣张了起来。看来你的毒破不了我的命运，那你就死定了。对此我也犯起了为难，萧家这属是梅开二朵，可惜了，这战场上到处是监控，我不能让虫崽子们直接现原形。视角一转，我也看向了身后的罗三道。罗三道，给我弄个不透明的大地之盾，罩住这个场地，做得到吗？听到我的话，在表达可以试试后，罗三道直接就发动了自己的大地防护之盾，巨大的护盾呈现，只是瞬间就将我们所处的空地彻底笼罩在内。见到这谜一样的操作，萧北寒也是摸不着头脑，你在搞什么鬼？对此我却是一脸杀气的召唤出了毒瘴，并看向了他。萧北寒，你要不猜猜萧元武是怎么死的？出现了！小九锤命运护罩的场景，他终于出现了。听到我让他猜萧元武的死讯，身披王八壳的萧北寒也是满脸不屑，你竟然拿那个废物的垃圾命运和我的比，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对此我也是呵呵一笑，你竟然拿现在的我和之前的我比，你才是真的天真吧？不再多语，人形态下的小九突然从我的身后被凝聚了出来。小九，给我锤爆他！听到我的命令，身边围绕毒瘴的小九突然就猛冲向了萧北寒的所在。见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女子，萧北寒也是一惊，这是什么？完全没有理会他，小九直接就对萧北寒的命运护罩展开了攻击，而萧北寒也没有坐以待扁，拿起长剑就开始与小九展开了对抗。当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而见到毫无破碎迹象的护盾和围绕在萧北寒周围的丝丝剑气，本是稳如老狗的我也不禁滑落一滴冷汗。剑气护体吗？想不到萧北寒到现在还有这种实力。也就在此时，一旁倒地不起的狼形凶兽突然起身朝小九和萧北寒的所在扑咬了上去。见到他的出现，萧北寒和小九齐齐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只实力堪比三转宗师的狼形凶兽。见到如此场景，我也不敢耽搁，直接就将毒瘴全部释放了出来。凶兽也醒了，只能全面开大了。刚这样想着，一连两只毒雾化为的毒龙就出现在了整个广场之中，俯视萧北寒的剑气，掩护小九。虫崽子们，上好的凶兽肉，先到先得！听到我的命令，两只毒龙也分别对上了自己的对手。刚接触没多久，一直围绕在萧北寒四周的护体剑气也被腐蚀殆尽，而见到没了威胁，小九也跃跃欲试地走向了萧北寒。糟了，剑气都被腐蚀了，没办法打出伤害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虽说有着三转宗师的实力，可是在面对虚无缥缈的毒瘴之时，狼形凶兽也只能无奈挨打。听着凶兽的阵阵惨嚎，小九也开始对命运展开猛烈的攻势，咚咚咚的声音回荡在大地之盾之中。而见到硬抗小九数十轮攻击的命运护盾，我也不乏有些愣神。看来这萧正国对孙子们还真是厚此薄彼的。萧北寒的命运确实比萧元武的结实很多，不过就算再结实，小九锤爆他也只是时间问题。假如之前需要3秒，现在则最多需要3分钟。刚这么想着，在小九的不断轰击下，萧北寒的命运护盾上也出现了道道清晰可见的裂痕。而见到自己的命运护盾已经有破碎的趋势，萧北寒也开始不淡定了。与此同时的教官监控室中，看着眼前完全被遮挡的战场，杨广也将心提到了嗓子眼。糟了，萧北寒刚刚貌似落入了下风，现在江辰屏蔽了监控，萧北寒该不会出事吧？方成远，精神探查，若情况不对，立刻转移。听到杨广的话，一名空间系4转大宗师也走了上来。是，副总教官。见到杨广的举动，慵懒躺在沙发上的顾开天也缓缓开口：怎么，郑国的孙子伤不得，死不得？听到这话，杨广也转过了身子。顾前辈，话虽如此，但若真伤了死了之后呢？您真的做好了和萧正国一战的准备了吗？咱们江南战区段司令知道吗？虽然您下令禁止天骄营内一切消息外泄，但一旦结束，外面总会知道的。听到杨广的话，顾开天也是一阵无言。萧北寒的实力算是拔尖的，江辰真的有可能杀得了他吗？还有江辰这小子让人弄个罩子是想干什么？出现了！此次天骄营最强黑马他终于出现了。视角来到广场之中，经过虫崽子们的不断腐蚀，狼形凶兽在惨叫一声后也重重的砸倒在地。这凶兽虽然很厉害，但对上我的虫子，属实是碰到克星了呀。与此同时，经过不断的轰击，萧北寒命运护盾上的裂痕也是越发多了起来。而见到如此恐怖的场景，萧北寒也开始慌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的命运护盾怎么可能会被打成这样？看着已经支离破碎的护盾，我也在一旁静静等待起来。萧北寒这边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就在我这样说着之时，一道声音突然自护罩之中响起：小家伙，别玩得太过火，空间系大宗师方成远来矣。听到这个声音，我的瞳孔顿时猛缩。糟了，有空间系的教官在传音警告，
我必须速战速决，不然肯定会暴露。想着我直接就将准备继续攻击的小九给收了回来，一只自爆破除命域，其余化毒。随着我的意念移动，一只九丈赤突然显现真身来到了命域护盾的跟前，见到眼前巨大的诡异虫族，萧北寒也是再次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不等他询问下去，小九丈赤自爆的能量四散开来，爆炸瞬间就笼罩了命域护盾。经过之前不断的攻击，命域护盾已经支离破碎，而小九丈赤释放的能量几乎瞬间就击穿了围绕在萧北寒四周的命域护盾。爆炸远不止此，恐怖的蘑菇云直接就在大地之盾的内部升起，眨眼之间大地之盾就被轰了个粉碎。受到技能的反噬，罗三道也在此时陷入了昏迷。见到自己的好闺蜜摇摇欲坠，慕寒秋也是赶忙将罗三道扶住。时间飞逝，待到爆炸中心掀起的烟尘散去，地上除了狼形凶兽身上的3枚青云旗和萧北寒握住长剑的一条手臂外，已经没了任何人的身影。捡起地上掉落的长剑，意犹未尽的我也是缓缓开口，只留了一条胳膊，还是被大宗师救走了呢。算了算了，这条胳膊就当利息吧，有机会再收回本金。三道，你家的剑拿好。说着我就将长剑扔给了恢复如初的罗三道，在谢过一声后，慕寒秋也将凶兽身上携带的青云旗给拿了过来。主人，3枚青云旗，你已经进入前10了。对此我也是毫不贪功，咱们3人一人1枚吧。听到我的提议，两女也是笑了起来。我有剑就够了。听到三道的话，慕寒秋也是一样的想法，我也不要。主人你多拿些，我想看你力压江无双夺得第1名。就在我们沉浸在击败强敌的喜悦中时，此时的监控室中杨广大发雷霆：方成远，你怎么做事的？为什么没能及时转移萧北寒？面对上司的问责，方成远也是满脸苦涩。我也不想啊，那毒物太猛了，我的精神力刚探过去，什么都没看清就被腐蚀了。紧接着就听到一声爆炸，再出全力转移已经晚了。听到这话，杨广也是满脸黑线，这怎么可能？毒怎么可能腐蚀精神？你休要推脱责任。见到这家伙没完没了，天刀王也怒了，闭嘴！杨广见到总教官发话，杨广也是立马老实。杨广，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卡在5转巅峰吗？就是因为你趋炎附势，过不了问心那一关。刚才你说镇国大将后果之内的，我都懒得搭理你。说着，天刀王的面色突然坚毅了起来。现在我告诉你，老子敢做就敢担后果。地窟战场上，9转无敌都可以战死，他区区一个萧北寒算什么东西？见到天刀王这样，杨广还是犹豫不决。可是前辈，先不说萧镇国，就是段司令那边，不等他说下去，天刀王突然转身走向了门外。你们先营内通报，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明早6点入营考核结束前，不许任何淘汰者出营，包括萧北寒。我先去江南战区司令部。听到天刀王的话，杨广也没了顾虑，通知入营编号003萧北寒淘汰，淘汰者江晨。听到这则播报，全场考生哗然。什么？萧北寒被淘汰了？镇国大将的嫡孙，我没听错吧？与此同时，刚刚才合力击杀一只野猪凶兽的唐颖和白风也是一愣，江晨淘汰萧北寒，这怎么可能？此时天骄营的另一边，韩熙坐在一只狮子凶兽尸体上的江无双也是笑了起来，有意思，真有意思。察觉了，察觉了，毒仗是9丈赤的事情，终于还是被外界察觉了。此时江南战区的总司令办公室中，缓缓沏上一杯茶的同时，江南战区总司令段星海也是缓缓开口：保固，你这么紧急上门，是发现什么好苗子了吗？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在打了一个响指的同时，一股无形的灵气突然从顾开天的手指之上四散而出，近照呈现，只是瞬间就将总司令的办公室给笼罩在内，彻底隔绝外界。段星海也是玩味开口：这么谨慎啊，看来不是一般的好苗子。直奔主题，一屁股坐下的同时，顾开天也询问起段星海：老段，你见多识广，而且是理论派，我想问你件事儿。说着，顾开天的眼神突然坚毅了起来：毒能腐蚀精神力吗？闻听此言，段星海也是极为认真，理论上可以，但很难。毒物毒障都是作用于实体，但精神力不一样，精神力是以自身神魂本源加上思维组合成的一种意念能量，想要腐蚀它，毒性的烈度我无法估量。听到这种说法，顾开天如临大赦，紧接着就询问起段星海：那你见过吗？摸了摸胡茬，段司令也是喃喃开口：没见过，但是我认识一位毒王，4转巅峰，至少他做不到这种程度。转念一想，段司令也看向了眼前的顾开天，难道天骄营里出了个无比恐怖的毒系天骄？如果真能做到腐蚀精神力，那可是大杀器啊！摇了摇头，顾开天也不确定道：暂时还无法下定论。见到他好似知道些什么，段星海也看向了这位老友：老顾啊，从你请缨到天骄营，我可是出于尊重一句都没过问，怎么现在都还不跟我讲实话了？没有告诉他天骄营中发生的事情。顾开天也再次看向了段星海：老段，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毒障拥有自我意识？听到这话，段星海直接就大笑了起来：宝姑，你搞笑呢吧？毒怎么可能有意识？除非那根本就不是毒，只是伪装形态罢了。话音戛然而止，两名老军官同时一惊：等等，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曾在0号遗迹中看到过有关这个情况的记载。有一种天灾虫名为9丈赤，可以化为毒物形态。9丈赤诞生于九幽，在某个纪元造成过灭世大劫。闻言，顾开天心脏一跳，就连眉毛也跟着蹙了起来。9丈赤，远古天灾。见到老友这番样子，段星海也哈哈大笑起来：吓到了吧？
不过我告诉你，这种天灾早灭绝了，如今不可能存在的。一把站起身子，一道空间裂隙也出现在了总司令办公室中。真不愧是总司令，什么都能讲个所以然。今天收教了，天骄营任务繁重，我就先告辞了。见到顾开天这是要走的趋势，他身后的段星海也是一愣。等等，你还没跟我说出了什么好苗子吗？特么的，老匹夫，嘴是真的紧啊！毫不理会。在了解了自己想知道的后，顾开天也顺着裂隙来到一处空间之内。9丈赤，远古天灾吗？那就难怪了。江辰那江辰，一个神级万物生长都足以让你登上猎杀榜第一了，竟然还身怀禁忌，这在大夏是要砍头的。说着的同时，他也想起了纪刚找他时的一幕。老师，我这边来了个无敌的好苗子，就是现在还没成长起来，并且他之前得罪过萧家，希望老师能在天骄营多加照应。当然，如果老师能收他为徒就更好了。想着的同时，空间裂隙再次打开，天刀王也是骂骂咧咧开口：“纪刚这个坑师的狗仆弟，竟给老子添麻烦！臭小子说是照应，实则是想让我给他兜底吧。罢了罢了，禁忌又如何？刀可屠众生，臂可护世人，佛魔皆在一心。既然收了收徒，江辰这小家伙，老子护定了。”说着的同时，顾开天突然将一支传音箭矢给释放了出去。天灾不可小觑，为防误会，先让红瑶去确认下。稳妥谢。红瑶，你替为师走一趟0号遗迹，调查天灾9丈赤，事关你小师弟，千万当心。开始了，开始了！大夏第3天骄与我的正面交锋，他终于要开始了。在回到天骄营后，顾开天也第一时间询问起杨广关于入营考核的情况。见到总教官回来了，杨广也如实回道：快接近尾声了，普通天骄都在争夺晋级旗，凶兽已经放出9只了。目前还剩1只，万妖城的雷泽和武当的刘必子联手干掉了1只，唐颖和白风正在合力击杀第2只，江无双一人秒杀了3头凶兽，这会儿好像朝着江辰的方向去了。听到杨广的话，顾开天也询问起我的状况。江辰前后击杀了2只凶兽，我们刚把第9只凶兽放到了他的附近，视角来到天骄营的考核。此时，一只巨大的蜘蛛凶兽突然朝我所在的方向扑了过来，见此我也是满脸笑容，直接就将毒瘴给召唤了出来。太好了，又来1只，又可以好好涨一波吞噬值了。想着的同时，我直接就将毒瘴全部给释放了出去。不等蜘蛛凶兽落地，滔天的毒瘴从我的四周散出，瞬间就将其包裹在内。眨眼的功夫，眼前巨大无比的蜘蛛就被大卸8块，而始作俑者小九则充满了笑容。好吃，好吃，谢谢主人。吞噬何其迅速，待到蜘蛛落地之时，整个身体已经被腐蚀殆尽。也就在此时，小九本是21级的等级也来到了22。见此，我也是喜上眉梢，小九又升级了，太好了！不等我继续高兴，一只巨大的罡气拳影突然从我们几人的上空袭来，察觉异变突起，警戒的2女也是瞬间挡在了我的身前。大地防护之盾开启，罗三道也目视起眼前的巨拳，主人有人偷袭，小心！见到这样的权势，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被3人围攻的江无双。等等，你们俩赶紧站到后面去！不等我说完，拳影还没接触到大地防护之盾，护盾上就出现道清晰可见的裂痕，没扛过1秒，护盾应声而碎。挡在我身前的罗三道与慕寒秋直接就在这恐怖的一击下被轰飞了出去，没有撤退半步。我也在此时正视起眼前的拳影，毒瘴呈现瞬间就涌上了眼前的罡气拳影，剧烈的冲击扑面而来，我屹立在原地的身形硬生生的被逼退了数米才勉强停下。好在毒瘴发挥稳定，直接就把拳影给彻底吞噬，滔天的烟尘掀起，而烟尘中也缓缓走出一名壮硕的男子，这毒竟然连我的拳锋都能侵蚀，不愧是天骄们嘴里的毒魔江辰啊！闻言，我也看向了眼前的江无双，你也不愧是大夏排行第3的天骄啊，这一拳下来也挺够劲儿。江无双，你这是来跟我抢凶兽的？听到这话，江无双也是呵呵一笑，这头凶兽被你毒的就只剩坑了，还有什么好抢的？闻言，我的眼神突然之间充满了杀气，那你什么意思？完全不在意。眼中浮现杀意，一阵摩拳擦掌后，江无双也迈步走向了我。别误会，其实我就算单纯好奇，想会会你。来了来了！我与江无双的首次碰撞，他终于来了，一把召唤出毒瘴，我也目露寒光看向了江无双，你口中的会会，可是要赌上性命。闻言握紧拳头的同时，江无双也是十分肯定，没错，至少你要赌上性命。不再多语，我直接就将毒瘴全部释放了出去。那就来吧！听到我所说，江无双的脸上也充满了兴奋之色，拳锋席卷，一道罡气也在此时汇聚到了江无双的拳头上，臂力千仞，话音戛然而止，罡气鸣时，拳锋席卷。围绕在江无双四周的罡气瞬间被恐怖的拳风给轰了出去，毒瘴与罡气的碰撞，仅是接触的瞬间，毒瘴就尽数被击散。见到如此恐怖的实力，后方操控毒瘴的我也是一惊，反应过来，我也是赶忙抱头朝身后撤去。剧烈的爆炸在我眼前响起，骇人的冲击顿时就将我给击飞了出去。在足足滑行了数十米后，我才艰难地止住身形，他的拳风太过刚烈迅猛，我的毒侵蚀的太慢了。见到我受伤，星海中的小九也是十分焦急，主人，你没事吧？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我也和小九沟通起来。小九，这种程度的血肉，你若吞了，应该能连升好几级吧？立时来到星海，此时的小九正一副祈祷的姿势，吃长大大。可是那个人小九打不过，但是小九愿意替主人去死。闻言，一向相信小九实力的我也是一愣，什么？还是第一次见小九这么害怕的样子？难道只能使用自爆这一招了吗？一把弓起身子，我也看向了眼前的小九，打不过就躲起来，爹有别的办法。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小九死，不然就全完了。听到我这么说，小九也应声道：“小九听主人的。”迟迟没等到我继续出招，此时的江无双也缓缓阔步朝我走了过来。怎么，才一招就打不动了吗？这可不像能打败萧北寒的样子。从心海中缓过神，没有继续使用毒杖，我直接就开启了自己神级职业的万物生长。手掌扶地，一根根粗壮的植物根须瞬间从我手掌中心四散而出，仅是眨眼的功夫，巨大的根须就直奔向了江无双的所在。根须汇聚，一颗由植物凝结而成的结界就包裹住了我和江无双。此时植物根须的内部，看着眼前由植物凝聚而出的屏障，江无双也是大笑出声：“这就是你的神级天赋吗？有意思，怎么罩起来是想掩人耳目吗？好像萧北寒就是输在一个罩子里吧。”与此同时的教官监控室中，再次看到这一幕，杨广也是惊讶至极。前辈，江晨他又在屏蔽监控。闻言，顾开天也是无奈至极，这小子又要惹麻烦。方成远随时准备救人，在恭敬的行了一个军礼后，方成远也是赶忙应声：“是，前辈。”见到天刀王让方成远准备救人，杨广也是倍感疑惑：“前辈，从刚才的战况看，江无双应该没问题的，不需要救。”听到杨广的话，顾开天的眼神瞬间一凝：“我说的是救江晨那臭小子。”听到这话，杨广顿时脑袋一空，质疑的话更是脱口而出：“前辈，您不觉得自己有点双标了吗？”听到杨广所说，顾开天也是大喝出声：“放屁！江无双46级，江晨26级，这两者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好吗？嘴上一套，内心一套，那可是我未来徒弟，我就是想护一下犊子，这有问题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首次豁出性命的战斗它终于开始了。在成功阻挡了外界的一切视野后，我也没打算继续隐藏下去了，直接脱手将所有的毒杖全部释放了出来。毒杖聚合，一只只巨大无比的九丈翅也出现在了根须屏障之中。第一次见到这种能力，见过无数大小场面的无敌后裔江无双也是一惊，原来如此，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不敢懈怠，排山倒海发动，一道道赤红的罡气显现，无数道拳影出现在江无双的四周，恐怖的力量顿时将一众九丈翅硬生生的给逼退了回去。没有选择让虫子们硬攻防守状态的江无双，在将部分虫子重新化为毒杖后，我也操控着他们对江无双发动了围剿。滔天的毒杖直奔自己而来，见到再次化为毒物的诡异虫子，江无双也是不屑的轻哼了一声，层峦叠嶂，体表浮现罡气，好不容易才触及江无双双臂的毒杖顿时被一轰而散，拳头砸地，一只只由罡气凝成的拳影直奔上方的实体九丈翅而去。只瞬间，毫无防备的九丈翅们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部都被这恐怖的拳影一一击碎。眼见如此，我直接就控制起长中的九丈翅，手指一挥，抓住拳影的空档。我操控着两只九丈翅，就以极快的速度飞向江无双本人。眼见着诡异虫子的目标是自己，江无双也停止技能，转而握紧拳头看向了眼前的目标，抓住机会手掌握拳。江无双的所处顿时就掀起了滔天的爆炸。不过就在我以为江无双会被这出其不意的一招重创时，凭借过人的实力，江无双突然从爆炸中心撤离了出来，身体腾空而起，借助下落的速度，江无双也再次蓄力起攻击。我终于知道萧北寒怎么输的了。语罢，泰山压顶发动，一股恐怖的压力顿时席卷我所处的位置，就连水泥地板都在这恐怖的压力下被压了个粉碎，四肢着地。凭借着自身的属性，我也艰难地抵抗着这股巨力。尽管如此，我的身体还是被巨力压得止不住的颤抖。这拳风比刚才的还强劲数倍，这就是无敌后裔的实力吗？两只自爆都只炸开了拳风，完全没伤到他分毫，难道要自爆数十上百只才行吗？我好不容易才繁殖出的虫崽子，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十只齐爆，随着我意念一动，快速来到江无双的近前，一连10只九丈翅齐齐自爆，恐怖的爆炸顿时在江无双的四周响起，剧烈的冲击袭来，江无双也被足足逼退了数百米。抓住这短暂的瞬间，再次开启万物生长，我操控着一众根须就朝江无双卷了上去，没有继续对我进攻，抬手一挥，江无双直接将朝自己卷来的根须给拍飞。不必了，战斗结束了。缓缓站起身子，听到这话的我也是满脸疑惑，你什么意思？听到我的询问，江无双也正视起我，江晨，我认可你做对手了，你现在才一转就能逼我用80%实力，我很期待与成长之后的你打。闻言我也是一阵无语，合着你之前说的赌上性命就是为了逼我使出全力，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合格的对手？毫不在意的打了声哈欠，江无双也喃喃开口，又困了，我先去睡会儿，最后一只凶兽你能搞定吧？闻言我更加疑惑，你这是要把第一让给我吗？摸了摸脖梗，江无双也扭头朝远处走去，我可没那个意思，就是单纯的困了，走了，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听到这家伙不着调的话，翻起白眼的同时，我也是咬牙切齿，越想越气，我也是骂骂咧咧开口，装什么大头饭啊？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那种会被自尊心干扰的傻缺，但凡有好处，我可照单全收。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江无双也是极为开心，我果然没看错，真是个有意思的对手。视角来到教官监控室中，此时的杨广正满脸焦急地呼唤着被毒杖毒晕的方成远，而听到屏幕中我和江无双的对话和江无双的表现，顾开天也是缓缓开口，不是强凌弱，这才是无敌后裔啊！这江无双倒是让老夫刮目相看了，现在把第10只凶兽投给江晨吧，让他夺冠。来了来了，
来自天刀王室的护犊子他终于来了。就在天刀王将最后一只凶兽投到我这边之时，远在千里外的天刀王大徒弟，也就是纪刚的师姐西转风王的念红瑶正火急火燎地赶往0号遗迹。看着眼前的场景，这位大夏强者也不乏有些为难，这地方可真够瘆人的，估计6转以下都进不来。不过转念一想，念红瑶还是持刀冲入了其中，为了小师弟，我就忍了。手起刀落，西转风王的实力尽显，沿途所遇的死灵尽数被斩杀。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一道散发诡异气息的石碑突然出现在了念红瑶的眼前。前面那块散发恐怖气息的石碑应该就是了，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残留的气息跨越几百年还这么巧。说着，念红瑶也上前一步，石碑上的重殿2字也在此时散发出了微弱的光芒。这是遗迹信息库。察觉的瞬间，念红瑶直接就开启神识扫描起石碑，随着神识的扫描，数百道弹窗浮现，就连见过无数大小场面的念红瑶都不由得被信息的内容震惊的张大了嘴巴。这些信息都是关于上古七重的。神识全开，念红瑶也快速阅览起这些弹窗的消息。无刻，一张印有9丈赤的资料也被念红瑶牢牢地抓在了手中。找到了，9丈赤，远古天灾奇种，诞生于9幽极阴之地，曾造成过第4世纪灭世大劫，现已灭绝，通体黑紫色，背生9翅，自带恐怖毒性，可化为紫色瘴气形态，毒性可腐蚀世间万物乃至精神虚空。看完眼前的资料，这位7转风王的脸上也滑落下豆大的汗珠。卧槽，小师弟真是身怀禁忌啊，得赶紧告诉师傅才行。没有多过停留，顺着来时的路，念红瑶也飞快地朝着遗迹外奔去。与此同时，完全不知道外界一切事的我也遭到了未来师傅的投喂。虽说和江无双一战元气大伤，可是面对这些天克的凶兽们，毒杖完全是手麻把掐，仅是一个照面就轻轻松松地拿下了这只长虫。连吞4只凶兽，加上黄永超，这吞噬值肯定又涨了不少。回头再拿到入营考核第1的奖励，我应该很快就能完成2转了。想着，我也将手中的2面青云旗纷纷扔到了全程打酱油的2女手中，10枚青云旗就够我拿第1了。这2枚多出来的，你们俩1人1个，至少进个前10。闻言，2人的脸上也充满了笑容。与此同时，天骄营的另一边，经过白风和唐颖的合力，一只红色鸟形凶兽终于是被击杀，唐颖更是累得已经瘫软在了凶兽的身上。入营考核也快结束了，江无双肯定是第1把。白风的话音刚落，杨广的声音就自天骄营内的广播响起：入营考核结束，有晋级棋者立刻到广场集合，淘汰者3分钟内离开天骄营，违者杀。广播足足响了3遍。听着这则消息，我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才开营多久就结束了？那岂不是意味着场上的10只凶兽都被杀光了？算了，剩饭也是饭，去把另外几只凶兽尸体找出来，能吃多少是多少，要快，尽量避忍。随着我意念一动，所有的毒瘴全部都在此时被我给释放了出去。与此同时的天骄营病房中，在听到营内的通报后，已经没了一条手臂的萧北寒也是一脸怒气，终于能出去了。江晨，你给我等着，等我回到萧家，看我爷爷怎么收拾你。开始了，开始了！天骄营的禁区试炼，它终于要开始了。随着晋级结束，在将我们所有持有青云旗的人全部召回广场后，天刀王的身影也再次站在了最前方的高台之上。所有晋级的人，跟我去禁区试炼。听到这话，下方的各位天骄顿时就不淡定了。禁区试炼之前也没说呀。华夏8大禁区，个个都是天才地宝之地，可也都是极其危险之地。听说禁区不好进，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去啊？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同时，台上的天刀王突然将身后背着的长剑拔了出来，一声悦耳的刀鸣声响起，天刀王周身瞬间爆发一股恐怖的力量。根据红瑶的探查，江晨这小子果然身怀9丈赤禁忌。天快亮了，该来人的很快就会来，我得提前做准备，打个时间差才行，不敢耽搁。大喝一声开天刀，天刀王直接就在原地舞起了刀，狂风席卷，每一刀都带着无穷的气势，刀芒笼罩全场。也就在此时，天刀王突然双指并拢，干膝跪地，直接就控制着长刀飞了出去。见此，下方的各位天骄也是瞪大眼睛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无刻，道道刀芒落在天骄营四周的地面，只瞬间就将整个天骄营一并挖起，地面缓缓浮空。此时的天刀王也一脸坚毅地目视着远处，御剑飞行，去江南云梦泽禁区。随着天刀王的声音响起，处于地面最下方的长刀突然巨化，直接就拖着整块被剥离的天骄营地面朝着远方急速飞去。天呐，将整座天骄营都搬去云梦泽吗？这世上怕也只有天刀王前辈能做到这种事了。这就是大夏第一封王的实力吗？这也太厉害了！听着周围的惊呼，我也询问起身后的两女。话说这云梦泽禁区，你们知道多少？闻言，两女也是大眼瞪小眼，我不清楚。语罢，一旁的慕寒秋也是缓缓开口，我倒是听爷爷说起过，云梦泽的危险程度虽然排在华夏8大禁区之末，但其恐怖之处却不在于潜藏的杀机，而是时间空间的扭曲。在这片区域，有无数的次元碎片，就像一个个气泡，彼此相连。次元碎片中存在的空间，有的甚至比整个蓝星还大。闻言，我也是瞪大了眼睛。也就是说，云梦泽空间是混乱的，那时间呢？听到我的询问，慕寒秋也继续道，时间应该也是和外界完全不同。据说100年前有一位普通转职者，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来云梦泽，仅用2个小时就成了7转封王。可据他自己而言，在里面已经过了200年。我爷爷也曾探索过那里，他进去后迷失了3天，可外界已然过去了3年。听完慕寒秋的话，
本就惊讶的我更加震惊。也就是说，云梦泽的迷失和机遇都是随机的。也就在这时，一旁同样很震惊的罗三道也安慰道：“恩人不必担心，天刀王前辈敢带大家进去，肯定是掌握了安全的路线。”听到同伴的安慰，我的内心也慢慢平静。听上去云梦泽虽然危险，但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天刀王前辈这么做，莫名觉得是因为我，和我所想的一样。此时屹立于最前方的顾开天也是一脸愁容。既然红瑶能查到9丈赤，想必萧振国很快也会知道，那整个大夏也就瞒不住了。希望在云梦泽能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寻求盟友。就在我们连夜赶去云梦泽的同时，天色刚刚亮起，天骄营原本的所在就被一众强者给围住。天刀王当真把整座天骄营卷走了？那上面可是咱们整个江南战区下一代的精华，他这是要造反吗？段司令怎么还没来？就在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的同时，远处正在急速赶来的段司令也是骂骂咧咧：“顾开天，你个老匹夫，你特么这是让我拿命陪你赌吗？”2分钟前，天刀王的传讯也联系上了段司令：“段兄，事发紧急，我带着小家伙们去禁区试炼，天骄榜选拔日回归，你写照常，后果由我一人承担。”缓缓来到众多强者所处的山下，段星海依旧是那般意难平：“你倒是潇洒，给我留下一堆烂摊子。”见到段司令的到来，一堆天骄的家长和军官也是赶忙凑了上来：“段司令，咱们来晚了，怕是已经追不上了，我儿子可还在上面，要是有什么闪失，一把叫停众人。”段司令也是一脸不悦：“别吵了，不是说了去试炼，选拔日就回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说着他也看向了被整个搬走的天骄营：“老顾啊，就算是为了那个无敌的胚子，有必要这么仓促去禁区吗？”不对，老顾之前提到的9丈赤。想到这个，段星海的后背突然泛起冷汗，眼睛也在此时瞪大到了极点。来了来了，各大封王的庇护他终于来了。就在天刀王持剑带领我们众人前往云梦泽禁区试炼之时，天刀王的一则神识消息也传到了数千里之外的纪刚耳中。纪刚，江辰身怀禁忌，关乎重大，为师带他入禁区暂避，你在外面尽量寻找封王同盟，待我回来之时，恐有一场恶战。见到师父传递回的消息，处于守夜人总部办公室的纪刚也是一愣：杀皇家天骄，斩萧北韩一臂，还身怀禁忌，这一关怕是不好过呀！一阵头痛，看到自家老大这样，唐姨也轻声安慰道：“关关难过关关过，既然你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护着小陈，那我们就只看前路，不想身后身吧。我跟父亲都坦白了，他愿意站在我们一边。现在咱们有天刀王、你师姐、我父亲，还有段司令，4位封王级，任何风浪都能挡一挡的。”听到唐景的安慰，纪刚也缓缓从沙发上站起，朝门外走去。“你说的对，师姐已经去和师父会合了，我这就去趟蜂王穆家和商恶罗家，就算是骗，我也要为小陈多争取些同盟，大不了我再拿出当年去萧家抢亲的劲头来，跟他们拼了。”听到纪刚的话，处于他身后的唐景也是微微一笑：“你啊，好多年都没见你这副义气模样了。”与此同时的移动天骄营这边，天刀王也询问起自己的大徒弟红瑶：“红瑶，你觉得咱们回去后该怎么办啊？”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师傅，边嚼泡泡糖的同时，念红瑶的脸上也是充满了向往。小师弟的9丈赤真酷啊，好想养一只。意念一动，天刀王直接就戳破了红瑶嘴边的泡泡：“你这个妮子，就不能稍微长点心吗？”闻言，念红瑶也立马换了一副乖乖女的模样：“大夏对禁忌零容忍，您又不是不知道，您都没办法，我还能怎么办？老师，您能一刀砍死郑国大将吗？”听到自家徒弟这不着调的话，天刀王直接帮的一拳砸在了念红瑶的头上：“好好说话，枉我一世英名，怎么就收了你们这几个奇葩徒弟？”念红瑶喊打喊杀没心没肺，纪刚又轴又犟，一根筋，江辰神级天赋却非要玩竞技，语罢，顶着一个大包的念红瑶也再次询问起自家师傅：“那老师，您又为何非要保江辰呢？”闻言，天刀王也抬眼看向空中，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为何吗？当年收你为徒，只因见你红衣红甲，看着觉得喜庆，收纪刚就更随性了。在一个会所门口，他还把我当成了老嫖客。当年萧家嫡子强娶唐景，纪刚去抢亲，为师都愿豁出性命护他，这些需要理由吗？因念而行罢了。如今江辰亦是如此，我一见他就觉得合胃口，索性就随了纪刚，即为我徒，我又为何不保？”听到自家师傅的话，念红瑶也跺着小碎步凑了上来：“我就知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嘴硬却最护短的老师。”再回复一句不要给自己戴高帽后，念红瑶也将头轻轻靠在了自家师傅的肩膀上：“老师，要想保住小师弟，只有一个办法，大夏3尊无敌之一，大夏军方最高统帅江无双的爷爷武神江玄机来了来了。”天刀王与武神的约定他终于来了。在从念红瑶口中得到武神江玄机可能有办法平息此次的禁忌之乱时，天刀王也是立马展开了行动。与此同时的万族战场，一只巨拳突然袭向大饼，地面所处的人类瞬间就被这恐怖的一击纷纷震飞了出去。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在打出攻击后，这位无敌武神直接阔步走向了地库入口。万族宵小，胆敢来犯大夏者，杀无赦！在成功走出攻击的中心后，刚刚被江玄机攻击的地面几乎瞬间塌陷，而被攻击到的人则直接就落入了这数百米深的巨坑中，没了半点生机。经此一战，万族又能消停些日子了。而等守好地库入口，就在众军官齐齐应声的同时，属于自己孙子江无双的联系突然传入江玄机的脑海：“无双不是在天骄营吗？
这时候找我什么事？不过就在江玄机这样想的之时，天刀王的虚影突然呈现，而见到自己留给江无双的紧急联系出来的是天刀王，这位无敌战神也不由得一惊。天刀王，是你通过无双联系的我？是无双在营里惹祸了吗？闻言，虚影天刀王也缓缓开口，那倒没有，他表现很好，是我想找你做笔交易，没有闲谈。江玄机直接就询问起天刀王什么事，对此天刀王也没有丝毫隐瞒，我新收了一个小徒，叫江辰，神级生活系，但身怀禁忌9丈赤，我想让你保他一命。听到这话，江玄机的面色瞬间就冷了下来。远古天灾9丈赤，你怕是在说笑吧？面对禁忌大夏，从来都是您杀错不放过的，难不成你觉得武神是万能的？听到这话，天刀王的眼神也是瞬间清澈，难道不是吗？没有计较，江玄机也询问起天刀王能给出的条件。闻言，天刀王也是毫不吝啬，你听说过云梦泽的太虚殿吧？大夏只有我认识路，我可以带江无双去，送他一场造化。听到天刀王口中的太虚殿几个字，这位无敌战神也不乏有些犹豫。传说中的天道宝地，如果无双能取，修为上定会大有进展。从思考中回过神，江玄机也是淡定开口，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前提是在天骄比试中江辰不许再动用9丈赤，并且若他不能拿下大夏天骄总保第一，我就要把他丢到万族战场，自生自灭。听完江玄机的话，天刀王也是一阵为难，可是不等天刀王开口，江玄机再次道，若真想保他的性命，你没得选，稍加平复。天刀王也不再继续，也行吧，回头丢到战场总比回去就被萧振国等人杀了强。想着的同时，天刀王的虚影也缓缓消失。远古一种9丈赤要形成天灾规模，在如今是不可能的。再说这一届大夏共诞生了3个神级，江辰只能算第4个，还是生活系。如果不动用禁忌，他连无双这关都过不了，绝无可能拿到第一。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真能翻起什么大浪，作为武神，我也可分分钟秒杀世间一切邪祟。画面一转，天刀王已经御使着飞剑进入了云梦泽禁区之中，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空间碎片，我的脸上也难掩震惊之色。我们现在算是正式进入云梦泽了吗？你们还记得来时的路吗？闻言，慕寒秋也瞪大了眼睛。在这些不断移动的次元碎片中，记路线是不可能的。天刀王前辈凭的是契机引雾，据说云梦泽共10层，最外围的第10层和第9层还相对安全些，越往里就越容易迷失。我爷爷当年就迷失在第7层。不再多言，我们3人也齐齐盘膝而坐。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迷失了，既然路线不是靠眼睛和脑子记的，那不如我们静下心来打坐，让神识自己去感受吧。意识进入脑海，意识海的万物组树上正不断有树叶飘向同一个方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也不禁哑然，意识海中又没有风，万物组树飘向的难道就是要前往的方向？或者前面有什么让万物组树非常渴望的存在？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视角一扫，万物组树上一颗红彤彤的果子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万物组树结果了，话音戛然而止，系统的消息也自我的脑海响起，已获得功能红果，功能信息，能力复制卡，说明使用后能随机复制目标某个能力融入自身，所复制的能力对自身无职业限制，复制过程中有一定几率出现变数，能力降级亦或是升级。注：请在3小时内完成复制，否则此卡失效。看完果子的解释，我整个人直接就震惊在了原地。能力复制还没有职业限制，天骄营里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天骄，这岂不是仍由我选？当然，最值得复制的肯定是江无双、白风、唐颖3人。不行不行，能力复制是随机的，说不定就搞到个垃圾技能，这不好选啊。还有3个小时，难不成真要赌一把？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外界天刀王的声音突然响起：小家伙们，我们到云梦泽第6层了，这里名为太虚界，再往前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的太虚殿了，都打起精神来吧。意识回归，我的眼前顿时就是一亮。对了，还有老爷子，老爷子说过他只会一招，他还说要收我为徒，那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全当预习了。抵达了，经历数小时的急行，我们终于是抵达了。看着眼前的悬空阶梯和阶梯之上的太虚殿，场中见过无数天才地宝的天骄们也不淡定了，此处便是太虚殿，这次算是发达了。之前魔都有位传奇封王，就是在此处一步封王的，别说封王，就是大夏3无敌之一的大梦者，都是在此地悟到的。就在场中天骄议论的同时，天刀王的声音突然响起：太虚殿的试炼有1008级台阶，每踏上1级就有几率获得天道奖励。第2，太虚杯，这东西我也没碰，至今只有京城大梦者抵达过那。至于第3，应该在太虚殿内，至今无人进入过。此次太虚殿台阶就是你们最后的考核，150人以攀登阶数为准，选出前10代表江南战区，进入大夏8大战区天骄总决赛。太虚殿试炼现在开始。随着天刀王的话音落下，众天骄齐齐就朝台阶冲了过去，紧随其后。罗三道也是跃跃欲试，不过就在他大喊冲冲冲的同时，突然被身后的我一把给拽了回来。急什么？太虚殿又跑不了。说着我也看向了身后打坐的几人，你看他们几个都没急，都在调整状态。语罢，我们3人也齐齐原地打坐起来。那人说的对，太虚殿这种神异之地，每人只能攀登1次，我们必须把状态调整到极限再上。见到下方的场景，屹立在念红瑶长刀之上的天刀王也是缓缓开口：下面这几个小家伙还能稳住不急，不错不错。看着不远处的天刀王，我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时不我待，
以调整状态做掩护，先把老爷子的开天刀复制了再说，以免复制卡失效。视角一扫，系统面板的提示也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能力复制卡，选定复制对象，顾开天。注：复制过程中有一定几率出现变数，能力降级亦或是升级，是否开始随机复制？死马当活马医，我也一脸坚毅，是，开始复制，希望运气好一点，不说能力升级，只要不降级就行。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提示窗再次出现，复制能力开天金，开始复制。见此我也是一愣，老爷子诚不欺我，真的只有这一招。反应过来，我的眼前也被周围变化的环境所吸引。等等，这里是……不等我想下去，一双手握着长刀猛地劈下，一股恐怖的气力顿时自长刀中散发而出。这是顾前辈在练刀。视角一转，此时的我正赤裸着上身，手中握着和顾前辈同款的长刀。反应过来，我的瞳孔顿时猛缩，不对，是我在练刀，身体完全不受控。我一直持续着这样劈刀的动作，10年、20年、40年，数十年如一日。开天刀，劈！语罢，长剑落下，直劈我脚下的山顶而去。山体应声而裂，巨大无比的山峰直接就在这恐怖的一刀下被劈为了两半。复制了！天刀王的技能我终于是复制了，复制进度120%，恭喜获得技能人之刀，恭喜获得技能地之刀，恭喜获得技能天之刀，恭喜获得神通大道之刀。看着眼前两子一金一彩技能，正席地而坐的我也是一惊，运气爆棚啊！不仅都复制过来了，还把开天刀成功拆解成了4式。迟迟没见我开始攀登阶梯，正在观察天骄们的天刀王和念红瑶也齐齐向我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江无双他们都开始攀登了，就他一个人还在这里，小师弟怎么回事？不会是睡着了吧？视角看向我这边，顾开天也是倍感疑惑，确实有点奇怪。调整状态按说不会需要这么久。就在天刀王说着的同时，被念红瑶坐在屁股下的红色长柄刀突然一阵嗡鸣，紧接着就颤动起来。见此，无比震惊的念红瑶也皱了皱眉。老师，我的刀心在共鸣。听到这话，早就察觉到自己长刀异常的天刀王也是瞪大眼睛看向了我这边。不仅是你的刀，就连我的刀心都在共鸣。与此同时，承载着整个天骄营的长刀正和念红瑶的刀有着同样的情况。难道是几师弟成功了？他当年也算难得的天骄，就是脑子一根筋，总想拆解开天刀，说什么可以分成4招，导致这么多年修为一直卡在3转宗师上。现在终于开窍了吗？听到自己徒弟的话，天刀王也是拿不准，有可能要么是技刚成功了，要么就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猜测。天刀王也皱眉看向了我这边，江晨这小子刚刚一闪而逝的气息很熟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或许这只是太虚殿产生的神异错觉。就在天刀王这样想着之时，一旁的念红瑶突然咋咋呼呼开口：“老师快看，小师弟过去了，好紧张，也不知小师弟能攀登到第几阶。我当年拼命才爬到301阶，季师弟更垃圾，才298阶，真不知道那个大梦者是怎么登顶的，恐怖如斯啊！”时间飞逝，天骄们攀登的速度也开始慢了下来。无敌后羿江无双289阶，东海小杀神白风253阶，天机楼刺客唐乙248阶，万妖城少主雷泽211阶，武当小道士刘婢子208阶，蜂王后羿慕寒秋199阶，商恶罗家罗三道170阶。看到攀登的排名逐渐稳定下来，不少已经放弃继续攀登的天骄也开始了抱怨。早知道会来太虚殿，我特么就准备精神类药物了呀！前面100阶都是幻境考核，我特么是枪炮师职业，这完全备课呀！后面更难，是重力，每踏出一步都像扛了几座山。视角一转，他们也看向了准备开始攀登的我。快看，毒魔开始攀登了，8成又是一个江无双啊！没有理会周围的闲言碎语，我也开始迈步朝台阶上走去。前面先是幻境考核，以我的精神力，应该问题不大。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一道蓝发红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前方。江晨小儿，你好大的胆子！我萧家嫡孙你也敢动？今天老夫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见到眼前这副装扮的人，完全不知发生什么的我也是一愣。你就是萧振国？没有回复我的心思。眼前的人直接就拿着长剑朝我劈了上来，迅速做出反应，几乎是瞬间我就将毒杖给召唤了出来。不过完全是浮游撼术，仅是接触的刹那，毒杖被轰散，我的整个人直接就被轰得倒飞了出去，我的虫子根本抵挡不住。不过就在这时，一连几道身影也挡在了我的身前。没错，正是守夜人的唐一、纪刚等人。小陈，我们挡着，你快跑！语罢，萧正国的声音再次响起，挡在我身前的纪刚众人瞬间就被萧正国一一斩杀。挡我者，杀无赦！视角回归现实，此时刚刚才迈入第1阶的我正止不住的颤抖，脖子上的青筋也在此时纷纷隆起，双眼更是滑落下滴滴泪珠。见到我这副样子，念红瑶不由得为我捏了一把汗。小师弟这是第1阶就卡住了。对此天刀王也解释道，这台阶先后考验的是精神、体质、敏捷、力量的4维体系。营里所有天骄从小都有天才地宝的淬炼，但唯独江晨是野路子，这次试炼江晨怕是会吃大亏。听到老师的解释，念红瑶更加无语。不是吧，
那您和江武神的赌约，小师弟岂不是会被送到万族战场去？就在两人交谈的同时，此时幻境中的我也放弃了挣扎，你杀了我吧，反正我害死了大家也不想活了。就在我说完，虚影萧正国准备出剑时，一条白色的藤蔓突然阻止了他。下一刻，藤蔓出现，直接就将眼前的虚影萧正国给一击捅穿。见此，我也从悲伤中回过神来。万物祖术，这里是幻境，必是回归。看着眼前的悬空台阶，我也不禁骂骂咧咧开口：卧槽，我刚是陷入幻境了吗？这感觉也太真实了。不对，真实个屁！几叔他们被杀了，我不去拼命反而求死，这脆皮玻璃特么侮辱谁呢？干你娘！我看着幻境纯粹就是耍人。树爷，随我上去！干他喵的！登了，攀登了。有了万物祖术的庇护，我终于可以开始攀登了。随着我成功通关第一层台阶，太虚殿的奖励也是如期而至。恭喜你获得星元碎片成5，星元碎片1000个碎片可合成一个完整的星元。技能等级为1至3级时，消耗10个星元可提升1级；技能等级4至6级时，提升需要100个星元。看着星元的介绍，刚刚踏上第2阶的我也是一愣。星元碎片，一个碎片市场价可都是千万级别的。刚开局，奖励就这么丰厚的吗？用这东西升级技能不适合我，但拿回去卖了，又够虫仔怎么吃好一阵子。不过话说回来，第2阶怎么没有幻境来袭了？必是进入星海。看着眼前的万物祖术，我也明白了一切，原来是万物祖术直接把幻境屏蔽了。树爷牛逼啊！迟时见我没有动静，下方的天骄呢也开始了议论，这毒魔不对劲啊！刚才的第1阶又哭又怒，卡了好久，现在第2阶又在这里狂笑，看他的样子，不会是第2阶就要被轰下来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可就全场最弱啊！听着后方各种各样的嘲笑，处于第2阶的我也是不屑的轻哼了一声。接下来我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遛弯式的碾压。不过老爷子他们也看着呢，我要不要先装一装，抬眼看剧？这一想法瞬间消散，还装个屁！人家江无双都快到300阶了，我至少先把他超了再说。见我已经站了有一会儿，念红瑶也是放弃了挣扎，小师弟是真不行了，第2阶又卡住了，看样子这孩子怕是连10阶都过不了。没有回答念红瑶，天刀王的面色突然凝重。等等，你快看！视角一转，看向太虚殿的台阶。此时的我完全没有了装下去的心思，哼着小曲儿就开始了攀登。见到这幅场景，刚刚还觉得有人会垫底的天骄们顿时惊掉了下来。这又是哪一出啊？唱着歌就上100阶了？难道1、2阶的表现是他喜欢那2阶的幻境？不愧是毒魔呀，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时间飞逝，我几乎是1秒1阶，很快就超过了200阶的罗三道和慕寒秋2人。看到我潇洒的背影，慕寒秋也陷入了花痴。主人的背影好帅，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上300阶。与此同时的不远处，见到我毫无阻碍的开始朝300阶走去。念红瑶也是三观尽违，师傅，这太虚殿的考核是失效了吗？小师弟这么快就200多阶了，而且还是不带减速的那种。闻言，同样震惊的天刀王也是无奈开口，这种情况为师也没见过呀，毫无停歇。我直接一口气来到了250层之上，见到我的出现，正在攀登的刘碧子与雷泽也是一惊，我的三清真人啊，江道友怎会如此神速？毒魔和我们爬的是同一个台阶吗？还是我在幻境中没有理会身后各种惊讶的目光？此时的我也抬眼看向了走在我前方的3人，他们怎么都停在299阶不动？与此同时，见到3人并驾齐驱于299阶，天刀王也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们。此台阶每300阶为1级，纵使是天骄想跨越也是十分困难。听到师傅的话，念红瑶也想起了当初自己攀登的时候。是啊，我当年也是拼了命才跨过去的，之后每一阶都有如山般的重力。这波天骄不知谁能率先跨过这第1级。就在2人说着的同时，我的身影也来到了299阶之上。见到我的出现，站在我身前的3人也齐齐向我投来了目光。江辰，你能到这里，果然没让我失望，但我要先走一步了。语罢，一道恐怖的波动突然自江无双的四周散发，一条条虚无的锁链也在此时被映射了出来。见此，我也不由得一愣，我的神级御灵师天赋在共鸣江无双，难道他也是神级？但之前从未听说过呀，难道这锁链是为了隐藏实力？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锁链应声而碎，江无双身上的气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点。随着锁链纷纷破碎，江无双也迈步走入了300阶之上。测试通过，一道道紫气弥漫，径直就涌入了江无双的体内。见此，处于他身后的白风和唐寅也是瞪大了眼睛，这紫气就是300阶的奖励吗？不愧是江无双。听到身后的声音，处于300阶的江无双也缓缓转过了身子。太虚殿1008级台阶，每300为级，跨过后将有大机缘，是一层看似在考验意志，其实是对神魂强度检阅。说着，他也抬眼看向了3人中路子最野的我。江辰，你出身不好，又是没被天才地宝洗礼波，和我等相比，底蕴差的有点多。作为我的磨刀石，我建议你稳扎稳打，不要急于突破。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而我靠万物祖术的庇护，直接就与当代天骄并驾齐驱。而就在踏入太虚殿300阶的江无双说教之时，话音戛然而止，在3人一脸目眦欲裂的表情下，我直接就迈步走上了300阶，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我也看向了一旁眼珠子都要瞪掉的江无双，哥们儿，你这是在演我吗？
这玩意儿很难吗？必是进入星海。我也得到了300阶的奖励，恭喜你通过太虚殿300级考核。奖励本源结晶。看着眼前闪闪发光的晶石，我的瞳孔顿时放大。本源结晶，这奖励也太牛逼了吧！虽然我的虫崽子们用不上，但听说几叔卡在3转好多年了，这东西可比之前答应他的史诗级装备要厉害得多。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一脸星星眼外加渴望神色的小九立马就凑到了我的身前。主人快爬了，贝贝我们要吃。听到这话，必是回归现实，我也抬头看向了太虚殿。吃杯？你是指上面的太虚杯吗？对此小九也给出了准确的答案。对，是杯。就在我还打算问些什么之时，一股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紫色灵气顿时笼罩我的全身。下一刻，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股紫色灵气直接就推着我朝太虚殿奔去。等等，就算再想吃，也没必要硬推着我上马。与此同时的后方，看到我以1秒3阶的速度朝着太虚殿奔去，江无双3人的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卧槽，这哥们是畜生吗？没有继续震惊下去，江无双的体内突然爆发一股恐怖的气息，下一刻，一道道肉体组织开始自他的身后凝聚而出。待到变化结束，江无双的身后赫然多出了6条手玉。不，你不可能超过我！说着，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太虚殿的方向冲去。见到如此变化，处于江无双身后的白风也瞪大了眼睛。我去，江武神的战神躯，他竟然练成了！一股怒意突然从心底产出，白风的脸色突然开始变得狰狞，就连眼神都被怒意染成了血红色。可恶啊！江晨、江无双，你们这种人真的很烦了，你们都该死！杀！魔神血染青天。随着白风怒吼出声，一只血红色的鬼魂突然自他的身体四周四散而出，下一刻潜力爆发，白风紧跟着江无双的步伐就朝上方的太虚殿奔去。见到两位天骄发了疯似的朝300阶之上跑去，刚刚才追上来的刘碧子和雷泽也开始怀疑起人生。卧槽啊，都这么变态的吗？看向还立于299阶的唐颖，雷泽也不确定的询问起他：唐颖，你该不会也是个变态吧？一脸愁容，唐颖也转头看向了追上来的两人，说什么呢？我只是个刺客，比不上他们仨。听到这话，雷泽也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还以为就我和牛鼻子最拉。就在雷泽说着的同时，唐颖的身上突然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波动，下一刻，在两人无语至极的目光下，唐颖化为一条黑蛇，直接就朝前方的3人追了上去。虎爷没有骗我，外面的人都太恐怖了，还会撒谎。他老人家当年就差点被人骗去当坐骑。对此刘碧子也是十分赞同，此4人都是盖世天骄，让人羡煞，尤其是江道友，闲庭信步，恐怖如斯。与此同时的场外，看着齐齐朝太虚殿奔去的4人，念红瑶也瞪大了眼睛，这都什么情况啊？江无双炸出了8只手，白风封成了小沙披，唐颖不装了，小师弟真猛啊，凭一己之力让所有人心态都崩了。听到这话，天刀王也是哈哈大笑起来，不愧是我看中的徒弟。目光一扫，看着下方即将登顶的我，念红瑶更加惊讶，卧槽，不是吧？一眨眼，小师弟竟然要登顶了，史上第2人，没有任何停歇。在小九的一阵推搡下，我也被强制推到了太虚杯之前。不过就在我抵达太虚杯之前时，一直看向我的念红瑶顿时收起嬉皮笑脸，转而一脸沉重。等等，小师弟他这是要干什么？与此同时的太虚殿上，没有任何隐瞒下去的意思，我直接就打开虫巢，释放起滔天的毒瘴，都出来吧，想要什么自己拿。登顶了！在小九的一阵推搡下，我终于是登顶了。看见我毫无顾忌的释放出阵阵黑雾，下方的念红瑶也是疑惑万分，那就是9张翅膀，他全放出来把太虚杯包裹入，是想干什么？太虚杯何等神异，无敌大梦者就是在杯上也无法留下任何痕迹。话音至此，刚刚还呈现在众人眼前的太虚杯瞬间消失。卧槽，太虚杯呢？听到念红瑶的话，外加自己看见的，就算是见识颇多的天刀王也是瞪大了眼睛。他把太虚杯收为己用，怎么做到的？一阵无言，看着将太虚杯收下的我，正在朝太虚殿狂奔的江无双也缓缓停下了脚步。江晨，这次是我输了，大夏天交榜之争时，我会全力出手。语罢，江无双也转身朝太虚杯下走去。看着昔日的强敌，白风和唐颖也是戚戚一惊，连江无双都放弃了，我们也撤吧。闻言，唐颖也缓缓开口，也是，爬到现在已经快要了命了，在网上定会伤及本源，得不偿失。比起3人的万念俱灰，后方还在300阶徘徊的罗三道和慕寒秋也是满脸欣喜，主人真是太厉害了。但好在我们也算完成任务。时间飞逝，太虚殿的攀登排名也慢慢被罗列了出来。江晨1008阶，江无双623阶，白风609阶，唐颖600阶，雷泽、刘碧子304阶，罗三道、慕寒秋300阶。看着陆陆续续从浮空阶梯上走下的天骄，天霸王的脸色也多出了几分笑容。这次失联要是没有小陈，孩子们也很难到这个地步吧。闻言，念红瑶也笑道：是啊，小师弟太牛逼了，这新一代也比我们那时候强大太多了。迟迟没见我下来，念红瑶的目光也看向了我这边。大家都下来了，小师弟怎么还在上面愣神呢？就在念红瑶众人疑惑的同时，此时我的星海世界中，小九的吞噬值正11000的疯狂增长，等级更是一跃来到了25级。小九说的吃杯是把杯搬回虫巢，看他的样子很享受，还连升了好几级。虫崽子们的吞噬值也在猛增，照这个速度应该很快就能繁殖第3代了。难道说这杯和9丈赤有什么渊源？想着我也查看起太虚杯的简介。太虚杯原为深渊阵石，位于深渊底部，属半生奇物，为深渊本源之一。太虚杯来自深渊，小九又是深渊之主，那就难怪了。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我身后的太虚殿突然升起阵阵紫光。就在我疑惑这紫光是什么之时，紫光径直就朝我的体内涌了上来。紧接着一道提示也凭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太虚界主已被认定为太虚界唯一主人，无论身处何方，只需心念，便可随时传送回太虚界。太虚殿门除主人外，无人可以开启。太虚界主，难道太虚杯就是太虚界的枢纽？随时传送，无人可开。这太虚殿完全可以作为我的终极底牌。刚这么想着，反应过来，我也赶忙一跃朝太虚殿下方奔去。现在人多眼杂，我就先不进大殿了，回头看情况再说。来了来了，我向天刀王前辈拜师的场景他终于来了。见我已经离开太虚殿，不等我落地，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顾前辈和念红瑶直接就将我从空中拦了下来。江辰，你随老夫来一趟。语罢，不等我应答，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天刀王和念红瑶直接就将我带离了此地。天刀王把毒魔抓了，估计是因为太虚杯的事吧，活该让他这么狂。就在下方天骄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之时，将我带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后，天刀王前辈也询问起我。大夏三无敌之一的大梦者，曾经对太虚杯也只能观摩悟道。说吧，你是怎么用九丈赤把太虚杯收走了？听到天刀王前辈口中的九丈赤，我的面色顿时一沉。糟了，他知道九丈赤的事儿了，那现在叫我来，是想杀了我吗？看着我一脸沉重的样子，天刀王也轻哼了一声：“臭小子，你不会真以为把九丈赤弄成毒杖就能瞒天过海吧？”闻言，念红瑶也是大笑出声，小师弟呆滞的表情好萌啊！见两者的样子，我悬着的心也缓缓落了下来。看样子不是要杀我，索性实话实说吧。想着的同时，我也缓缓开口，因为九丈赤和太虚杯都来自深渊，同宗同源，又或者说太虚杯本就属于九丈赤。听到我的话，天刀王的面色也沉了下来。原来如此，小子，大夏对禁忌的态度你应该知道吧？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永远留在云梦泽，做一个流亡者苟住性命，要么随我回去，以命相搏，要杀你者千万人，甚至是镇国无敌级别的。闻言一惊的同时，我的内心也是疑惑万分。原来之前真的不是我的错觉，老爷子就是为了给我找后路才来的这云梦泽。可是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也只是一面之缘呀。见我迟迟没反应，念红瑶也凑到了我的跟前，想什么呢？师父问你话吗？从疑惑中回过神，我的脸上也多出一抹坚毅。我虽然身怀禁忌，但杀的都是坏人，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既然问心无愧，那又为什么要逃呢？听着我的话，天刀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不愧是老夫认定的徒弟，我心急天心。没错，为何要人？纪刚当年可不如你啊。听到纪书的名字，我也是疑惑开口，这关纪书什么事儿？轻拍我的肩膀，念红瑶也是大大咧咧开口，记住了呀，我是你大师姐，你纪书就是你的二师兄。当年你纪书为了你堂姨去萧家抢亲，差点被萧正国斩了，师傅让他刚到底，可他怕连累师傅，最后黯然流放楚江市。闻言我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纪书原来也和萧家有仇啊。缓缓转身，顾前辈也平淡开口，陈年旧事，故提也罢，管他无敌还是正果，只要你心意坚决，咱们师徒同心，此行回江南，为师手中刀，定会为你开路。听到这话，我的内心也是一阵翻涌。师傅，说着我直接就朝天刀王前辈的方向跪了下来。师傅，请受徒儿一拜。来了来了，属于萧正国的压力他终于来了。就在我拜师的同时，此时的江南某一处办公楼中，一群身披军装的蜂王正开着会。见到人都到齐了，为首的段司令也缓缓开口，既然江南12蜂王除了顾开天和念红瑶都到齐了，我就不绕弯子了。根据调查验证，江辰的毒物确实是九丈赤所化。根据大夏禁忌条例第1条，凡是觉醒禁忌职业、掌控禁忌之物者，杀无赦。诸位怎么看？听到段星海的话，穆寒秋的爷爷穆鹤年也是第一个站了出来。九丈赤虽造成过纪元大劫，但如今想发育到那个规模几乎不可能，所以老朽认为，只要对江辰进行一定的监管，问题不大。再不济，收取九丈赤，将其销毁即可，没必要取其性命。闻言，唐景的父亲唐万川也是第一个赞同。我赞成穆前辈的说法，大夏禁忌条例颁发于500年前，那时大夏何其孱弱，而如今大夏强盛，对待禁忌完全可以有所变通。听到两人的话，其余的蜂王也是毫无顾忌的嘲讽起来。这刚开场就暴露了谁和江辰有染。江辰是纪刚的人，唐万川，你的女儿唐景正和纪刚混得没羞没臊吧？还有穆鹤年，我可听说你孙女在天骄营和江辰不清不楚的。不等他们继续说下去，一阵骇人的冲击袭来，办公室刚制的大门瞬间被轰成了齑粉。齐齐转头看向门外，此时一身杀气弥漫的萧正国正缓步走来。江辰此子，格杀勿论。说着，他也抬剑对准了在座的众位蜂王。谁敢替江辰说话？先问过我手里这把剑。看到萧正国单刀赴会，楚江的内心也是一惊。老顾啊老顾，如果没有郑国大将出手，或许我还能帮你周旋一二，但如今你只能自求多福了。希望你这次不要盲目护短，把自己也搭进去了。时间飞逝，段司令也第一时间赶到了被搬空的天骄营这边。老大，萧正国调动了天法小队，全部埋伏在了旁边那座山峰上。闻言，纪刚也是不屑地轻哼了一声，这么大的阵仗，小陈他们应该快回来了。说着，纪刚也缓缓将剑拔了出来。如果动手，我和唐景一回拔刀，新仇旧账一起算。段峰、楚江，守夜人以后就交给你们了。闻言，可能大概说不定真名叫楚江的段星海也是赶忙摆手，别，我当年陪你抢亲，现在同样能折腾，交给不浪吧。
闻言，楚不浪也是一脸不屑，滚犊子，老子就喜欢热闹，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闻言，云小柯也是一脸骄傲，都别看我，你们需要一个大买。见到这副场景，一旁的唐姨也是扑哧一笑，老纪，都是一家人，就别操这见外的心了。也就在此时，一指远方的天空，唐景也是惊讶开口，快看，远处的是不是小陈他们？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同样发现了我们的回归，萧远山也是一声令下，目标出现，天法小队准备，齐齐应声，一群身穿萧家统一服饰的人也在此时架起了手中的弩箭。回归了！通过云梦泽太虚殿试炼的我们终于是回归了。看着不远处已经严阵以待的萧家家眷，念红瑶也是跃跃欲试。这阵仗和师弟抢亲时差不多呀，上次我就没打够，这次可以打爽了。闻言，天刀王也训斥起自己的这个大徒弟，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至少要装一装先礼后兵吧，不然世人还以我这一脉都是蛮子呢。听到师傅的话，念红瑶却是不以为意，还说我呢，明明你自己的杀意更上好吗？有其事必有其图，说着他也看向了我这边，你说是吧，小师弟？见我丝毫没有因为下方的阵仗而暴露任何，念红瑶也是疑惑开口，又在这儿愣神呢。与此同时，意识进入虫巢，我的整个虫族大军也迎来了史诗级的佳巧，九丈赤3代繁殖完毕，繁衍数目500万只，母虫小九27级，九丈赤天灾级，子代九丈赤511万只。看着密密麻麻的九丈赤子代，意识处于虫巢的我也是兴奋开口，太好了，赶在这一战之前繁衍第3代500万只九丈赤，就算赢不了正午，他也别想好过，不得我继续想下去。自来熟的念红瑶直接就伸手抚在了我的肩膀上，小师弟，虽然他们的阵仗不小，但你别怕，有我和师傅在呢。从虫巢中惊醒，在发现已经回到江南的天骄营原址所在后，反应过来的我也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头，我不怕，刚才好像在那边的山上看到了几叔他们，我想先过去一趟，有礼物交给他们。闻言，天刀王也开口了，去吧，反正待会儿正好路过。有了师傅的同意，踩着用九丈赤化为的毒杖，我也朝几叔他们的所在赶去。看着我毫不掩饰的使用大夏禁忌的虫族九丈赤，还处于移动天骄营上的3位天骄也是倍感惋惜，我都还没和他打够呢。爷爷他能救下江辰吗？原来是禁忌，难怪之前能秒杀萧北寒，可惜了，他可是古往今来大夏第2个走完太虚阶梯的人呢。同样担心的还有存在感很低的小迷妹2人。主人他不知道爷爷来了没，会不会出手帮忙？闻言，罗三道也安抚道，现在担心也没用，这种级别的战争不是我们能帮得上，咱们不添乱就很好了。丝毫不知道上方各位的心思。在来到几叔这边后，我也和唐姨他们简短的打了声招，没时间多言。在走到几叔的身前后，我也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几叔，当初说送你一套史诗级装备没搞到，但我想这东西应该也差不了多少。看着从我手中浮现出的绿色晶石，纪刚也是一愣，这是本源结晶，有了它就相当于拥有了跨入七转的钥匙。没有和几叔阐述获得的途径，我也在此时拿出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装备。唐姨，这条丝巾感觉很符合你的气质。段哥，你的弓不够炫酷，这把逐日送你。不浪哥，给你换一把暗金级的大刀，不要太感动哦。还有柯姐，这是一套铂金级装备，关键是好看。开始了，我与萧家的碰撞，它终于要开始了。眼见天骄营回归，早就埋伏好的萧远山也号令起萧家的一众家眷。江辰好像出来了，天法小队准备。就在一众萧家家眷跃跃欲试之时，顶着莫大的压力，段司令也在此时找上了萧远山。萧大将，且慢，天骄营100多天骄都还在顾开天那里，不能有所闪失。碍于这100多天骄身后的势力，萧远山紧蹙的眉毛也缓缓疏解。也罢，他顾开天要是不识抬举，我连他一起杀。见萧远山松口，段司令也是来到了天骄营这边。老顾对不住了，你和萧远山都是咱们江南的大猛，一旦开打，江南势必损失惨重，不如牺牲江辰一个顾全大局。想着，段司令也缓缓开口，老顾，把江辰交给我吧，莫要自误。听到这话，站在福岛最前方的天刀王也是一脸不屑，自误？我这一生无愧江南，无愧大夏，何来自误？老伙计，江南的150天骄我都给你带回来了，不仅如此，我还带他们走了一趟太虚殿。听到天刀王所说，下方的一众天骄的父母也是兴奋至极。太虚殿，奇迹之地，很多大能都巡殿无门，想不到天刀王竟有门路，咱们的孩子要出息了。如此大恩，咱们肯定不能平白无故就受偶。虽说未必能保下江辰，但也绝不能向的萧家。听到后方一众蜂王六转势力抖啊，段司令也赶忙应声。太虚殿，这150天骄，在此之后都将飞黄腾达，江南底蕴水涨船高啊！如此大功，话音戛然而止，2道冲天的巨浪瞬间拔地而起，都给我闭嘴！遇水而行，脚底踩着巨浪，萧远山的身形也缓缓升空。江辰掌握禁忌，按大夏律，当诛顾开天，倒行逆施，包庇禁忌者，封印天骄营众考官。什么狗屁功劳，根本就是私自带天骄营涉险。看到如此场景，外加萧正国的话，下方一众蜂王六转瞬间就打消了庇护我的心思。遇海而行，逆转天象，这就是镇国之威吗？太可怕了，咱们还是保持中立吧。就在下风一众强者打退堂鼓的同时，顶着莫大的压力，顾开天也下达起命令：江辰，上来！红瑶，你搞定天骄营的飞行。立马应声，念红瑶也是第一时间接管了天骄营的御空飞行。
不再逗留，悄悄设置完结界，踏着毒杖，我也迈步朝天骄营的方向赶去。对不起了，几叔，你们先且在结界里看戏，我要是真搞不定，你们再救我也不迟。闻言，纪刚一行也是一愣，小陈，你什么时候设置的结界？来不及回答。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散发无穷的杀意，天刀王也将御空的长刀给收了回来。见此一幕，已经来到天骄营近前的萧远山也疑惑开口：顾开天，你当真要对我拔刀？闻言，缓缓拔剑的同时，处于天骄营最前方的天刀王也是不屑开口：怎么，作为八转大盟，你身怀10几个水系禁咒，而我只会一刀，你怕什么？眼见大战一触即发，一道寒冰屏障突然出现，径直就挡在了天刀王和萧远山的中间。也就在此时，下方施法的段司令也阻止道：二位冷静，你们要真打起来，别说天骄营，就连旁边的江南基地怕都要遭殃。为了名声，就在段司令准备继续说下去时，一道声音突然自他的身后响起：为了名声，不如由我和江晨打一场1对1生死战吧。见到来人，段司令也是一脸疑惑。萧北寒不等段司令答应，御剑而行，萧北寒也将重新用外物凝结而成的手臂给举了起来。他当日斩我一臂，机遇自当由我亲手了结他，知道这是现在最优的选择，没有任何犹豫，段司令直接就将挡在天刀王和萧远山之间的冰盾给收了回来。如此这般最好，年轻人的恩怨就由年轻人解决，老一辈就不要插手了。听到段司令的话和御剑而来的萧北寒，踏着9丈赤化为的毒杖，我也在此时来到了天骄营的前方，1对1。萧北寒，你会这么好心？我不信，有什么条件赶紧放。缓缓露出一抹笑容，萧北寒也看向了我的方向。聪明，条件就是你不准动用禁忌9丈赤。听到自家孙子的话，萧远山直接就放声大笑起来。不愧是我萧远山的孙子，为了江南基地的安宁，为了名声，大家都没意见吧？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怨。天刀王直接就将长刀给拔了出来。放屁！别以为你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为所欲为。老匹夫，我想砍你也不是1天2天了，有本事别欺负孩子，咱俩来呀！见此，我也赶忙拉住了准备和萧正国1对1的天刀王。师傅，冷静点，别让别人都以为咱们是蛮子，不就是不用禁忌吗？徒儿有办法弄他。听到我的话，天刀王顿时眼前一亮，什么办法？来了，世上最快学习大佬技能的场景，他终于来了。您不是说要教我开天刀吗？现在就教！听到这句话从我口中说出，都准备与萧远山殊死一搏的天刀王顿时一惊。献血，你是认真的吗？和天刀王同样震惊的还有聂红瑶。小师弟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学了10年才开窍，几师弟到现在还只是皮毛。见到我要现场学开天刀，深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的萧北寒直接就放声大笑起来。你的意思难道是让我等你10年8年吗？你在做梦吧？闻言，我却是自信一笑，那倒不用，给我5分钟就行。听到自家的独门绝学，我只要5分钟就能学会。天刀王顿时就不乐意了，臭小子，你说什么？难道我的开天刀是什么很低级的刀法吗？见到来自自家师傅的否定，萧北寒的笑声不减，直接就当众骂起我是白痴。不过处于他后方的萧远山却是若有所思。也就在此时，一把握住天刀王手中的长刀，我也是讪讪一笑，师傅您只管教，完全没听我说什么。天刀王的瞳孔顿时猛缩，脸上更是难掩震惊之色。这时刀在共鸣，想着他也缓缓抬头看向了淡定自若的我。之前在太虚殿引起刀心共鸣的竟然是小陈，知道师傅已经知道了一切，没有心虚，我也开始和师傅耳语起来。在听完我胡编乱造的一切后，回归平静。天刀王也看向了萧家的方向，好，那就现在教。眼见顾开天松口，不敢有任何犹豫，下方的段司令直接就开始单手结印起来。既然是生死决斗，那我便筑一方天地擂台，除萧北寒和江晨，任何人不得干扰。毫不担心，萧北寒直接就踏空来到了生死擂之上。江晨，就等你了。你可学快点啊！上次你仗着竞技，这次我要让所有人看见你是怎么被我斩杀的。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知道我凶多吉少的纪刚正疯狂地劈砍着护盾。去你妈的！小陈别跟他打，师傅也是，怎么就答应了？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陈参加什么狗屁天骄营，也不会这样。闻言，唐姨也劝阻道：“你冷静点，老爷子应该不会做没有分寸的事儿。”就在两人谈着的同时，此时的浮空天骄营上，天刀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独门教学，长刀紧握，气势无怒自威，一道道骇人的刀气也自空中被凝聚了出来。江晨，你记住，开天刀是意志之刀，破我执了生死，失本心，无念心。看好了！随着天刀王大喝一声开天刀，一股几乎要撕裂虚空的刀气直奔上方的萧远山而去，恐怖的压迫袭来。对此爆发气势的同时，萧远山也是不屑开口：“这一刀冲我来的，防御全开！老东西，你还真以为你能把我怎样啊？”见到如此场景，下方的段司令也是心头一紧：“老顾啊，你糊涂啊！都说是1对1，你这样完全是不讲武德呀！”话音戛然而止，刀芒径直越过萧远山，飞向了他的后方。等等，这一刀不是冲萧大将去的。和段司令同样疑惑的还有屹立在原地准备应接开天刀的萧远山。而就在他们震惊的同时，刀芒击碎虚空，空间破碎，一道空间裂隙也凭空出现在了世人眼前。下一刻，在虚空之内，一声刺耳的痛苦惨叫也回荡在了众人的耳边。目光一扫，被破开的虚空之内正有一只数十米长的恐怖巨龙生物，而在它的下方正是已经被砍断露出血肉骨头的龙尾。不敢逗留，这只生物也赶忙关闭了被破碎的虚空。顾开天，你个老匹夫，本座会回来找你的。语罢，虚空闭合，被展开的天空也缓缓回归了原样。来了！
我与萧北寒的公平一战，他终于来了。在此之前，见到缓缓闭合的虚空，下方目睹全过程的段司令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是长江底下的那条黑龙，他竟然就隐匿在附近，好险！众人的注意力都在眼前的决斗，只有顾开天注意到了。与此同时，看着被自己一刀斩跑的黑龙，顾开天也是持刀而立。刚刚那条龙应该是想图谋9丈翅，修为的话应该是8转中期。知道这黑龙的实力确实如天刀王所说，同为8转中期的萧远山也不由得拧起了眉，毫不在意周围的环境。天刀王直接就放声大笑起来：“怎么样？第一次见为师出刀，帅不帅？”闻言，我也赶忙应声：“真帅，越夸越上头。”天刀王的笑声也更加狂妄，我也觉得挺帅。所以你学会了吗？听到师傅的话，转身的同时开启万物祖术，一条枝干也在此时腕上了下方纪刚手中的长刀。起书，借刀一用。见到我居然借的是纪刚的刀，站在我后方的天刀王也是一脸疑惑：“你用为师的刀不好吗？何必舍近求远？”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握住长剑的我也回道：“师傅，待会儿您就明白了。”说着，我也朝生死类的浮空平台跳了上去。看着吧，我待会儿拔刀肯定也很帅。见到我就这样水灵灵的跳上了生死类，完全不知我实力的聂红瑶也是惊讶开口：“师傅，您怎么回事？这不是让小师弟过去送死吗？还有那什么狗屁江武神，拿了好处不办事儿，算什么无敌？不行，我要去带小师弟走。”就在聂红瑶打算跳离天骄营将我从生死类上带走之时，身体突然不受控的被限制在了原地，我动不了了。眼见如此，天刀王也开口解释道：“这生死类，天上地下只有他们2人能踏入，江武神已经来了，只是在虚空中尚未现身而已。”对师傅无条件信任，本是跃跃欲试的聂红瑶也是瞬间萎了，一道契机就能把郑国、蜂王都禁锢在原地，这就是无敌的能力吗？我刚是不是说了那位的坏话？说了吗？没有吧？就在聂红瑶这样想的之时，天刀王也再次开口：“江武神要顾全大局，不希望看到江南动乱。”听到这话，聂红瑶也瞪大了眼睛：“为了大局就要牺牲小臣吗？”对此，天刀王却是讪讪一笑：“谁说要牺牲小臣了？我刚当不是教了他开天刀吗？”就在聂红瑶为此感到疑惑不解之时，深知开天刀练成非一朝一夕的萧北寒也开始了嘲讽：“有病吧你们？开天刀是什么看一眼就能学会的垃圾吗？”缓缓握住长刀，辟谷刀气也在此时浮现在了刀身之上。是不是垃圾？你试试就知道了。完全不以为意，爆发气势，萧北寒也持剑朝我走了上来，故弄玄虚：“我倒要看看没有9丈翅，你拿什么和我打？”看着即将要开打的生死类，白风也询问起身旁的江无双：“你觉得谁会赢？”闻言，江无双也缓缓开口：“如果动用9丈翅，别说萧北寒，哪怕是我也不是对手。可是规则是不许用，江辰必死无疑。”萧北寒经历挫折，重新凝聚武道之心，比之前更强了。而且他手上那把剑是大夏神兵榜排名20的月博。开打了！我与萧北寒的1v1生死类终于是开打了。强大的武器和深厚的底蕴，深知我不动用禁忌根本不会是自己对手的萧北寒也是不屑开口：“来吧，让你先手，以你的破道能死在月破之下，是你的荣幸。”对此，我也拿出了看傻子一般的表情。少废话，不再和这家伙浪费口舌，我直接就将季书的长刀举了起来：“师傅，徒弟这一刀，请您辅正。”语罢，长袖无风自动，一股骇人的刀气突然自我的周身翻涌而出，不给萧北寒任何反应的时间。下一刻，开天刀，刀芒现，人之刀开启，一股比之天刀王略逊的刀芒直奔向对面的萧北寒而去，骇人的压迫感袭来。一时间，萧北寒也被震慑在了原地，而下方实力稍差的天骄在看见刀芒的夺目光辉后，直接就捂住眼睛，在原地呐喊了起来：“眼睛好痛！这是什么？”知道这是开天刀大成才能制造的恐怖效果，反应过来的聂红瑶也是第一时间闪身到了一众天骄的身前，神魂较弱的赶紧把眼睛闭上。天刀起，全场震惊，当然这也包括开天刀的创始者不开天。天哪，这小家伙真的学会了！虽然他这一刀只能专攻神魂识海，视角一转，凭借从小到大家族给予的深厚底蕴，萧北寒也将这毫无杀伤力的一刀给挡了下来。这就是你所谓的开天刀吗？学艺不精呐，只攻神魂，你难道不知我萧家向来以至强神魂著称吗？语罢，萧北寒也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长剑，星月满琼杯。随着剑招开启，一轮星月也在萧北寒的身后凝聚了出来。星月斩发动，一连几道剑芒径直就劈向了我所在的方向。擦了擦手中的长刀，我依旧是那般平淡。起书，刚刚那一刀叫人之刀，接下来这是第2刀，不攻神魂，直面本身。说着，我的眼神突然一凝，一股比之先前还要更强的压迫感从我的周身四散而出。地之刀发动，一道道暗色刀芒瞬间从我手中飙射而出，碎裂声响起。仅是接触的瞬间，萧北寒引以为傲的星月斩直接就被轻易击碎，受到技能反噬，一口鲜血也在此时从萧北寒的口中翻涌了出来。这怎么可能？根本没有和他废话的心思。长刀横握，一连数十道刀芒被我轰击而出，生死类颤动不止，随时都有崩坏的可能。见此，下方的段司令也是急得满头大汗。不好，生死类要炸了！这他妈是一个2转能干出来的事儿吗？寒冰加固，随着段司令发动技能，一道道寒冰直奔上方即将破碎的生死类而去。与此同时，上方的萧北寒也好不到哪去，正使用浑身解数抵挡着数十道地之刀结合的恐怖攻击，必须挡住，否则会死。举头西北望浮云，以天万里须长剑，劲咒终极奥义，
剑来！随着萧北寒的话音落下，下方天骄手中的长剑突然不受控制起来，全部都在此时飞向了生死类之上。神兵跃破，万剑归宗，数万把长剑汇聚于此，一道巨大的剑影在此时悬挂于空，湮灭刀芒。随着萧北寒一声令下，数万把长剑径直就朝我的方向有个上来。见此，本就有些坚持不住生死类的段星海已是骂骂咧咧开口：“尼玛，这俩小子疯了！快来几个兵系帮忙加固，不然擂台要塌！”闻言，几位同为兵系入道的人也急忙上前帮助加固起擂台。与此同时的擂台上，看见自己的万剑归宗即将命中，疯狂中带着狰狞，萧北寒也放声大笑起来：“你败了，你败了！神级又如何？学会了开天刀又如何？没了禁忌，你什么都不是，被我的禁咒碎尸万段吧！”缓慢舞动手中的长刀，我也是不屑开口：“小看谁呢？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后招呢？”长刀舞动，臂骨恐怖到极点的刀气附上剑身，天之刀斩孽障。随着天之刀的开启，刺目的碰撞火光顿时充斥了整个生死类，而萧北寒引以为傲的万剑，更是在接触的瞬间就被击了个粉碎，肉身逐渐消散，就连暴露出来的骨头在接触到刀芒时都化为了齑粉，目眦欲裂，抱着无穷的不甘与愤怒。下一刻，萧北寒也化为了一道血雾，消散在了世人眼前。结束了，结束了！三刀之下，我与萧北寒的恩怨也彻底结束了。看着一刀被轰成血雾的萧北寒，此时被限制在原地没有任何办法的萧远山也是悲痛至极，而下方目睹我开天刀全过程的纪刚更是直接瘫软的跪在了地上。人之刀，地之刀，天之刀，这正是我当年没做完的梦啊！小陈他居然做到了这一步。与众人同样惊讶的还有聂红瑶，深知开天刀非一日能练成的他瞪大眼睛的同时更是目眦欲裂。5分钟，小师弟他真的学会了开天刀。闻言，身为我师父的顾开天也是兴奋地握紧了拳头，虽然他的能量还不够，但他真的学会了，不仅学会了，还把招式升级了。当年纪刚都没能做到，现在他做到了。看着我展现出如此恐怖的实力，下方的天骄三人组也开始怀疑起人生。江晨只怕会是我有生以来同辈中最恐怖的对手，我们拜师无门，他却5分钟就学会了。见我成功斩杀强敌，两女也是哭得梨花带雨。主人赢了。是啊，温人他真的是太强了。就在众人为我的实力感到震惊时，此时屹立于生死类正上方虚空中的两位无敌也缓缓开口：“天刀王这徒弟有点意思，我建议先不杀，拿去给天骄当磨刀石。”听到剑神姬灵秋的话，本是抱着诛杀禁忌之心的江玄机也改口道：“我此行本来也不是为了杀他而来的。”闻言，姬灵秋也是轻笑了一声：“你说是就是吧，但看现在这情况，就算你不动手，萧远山也不能善罢甘休吧？”迟迟没从束缚中挣脱，此时的萧远山也转身看向了身后的虚空：“江武神，请收了你的契机束缚，不要干涉，我孙惨死，这个公道我必须讨回来。”听到萧远山的话，姬灵秋也知道麻烦来了，索性就站在原地不动了。我说什么来着？烂摊子你自己收拾，我只是路过看热闹的，没有理会身后的姬灵秋散发无敌的气势。江玄机也缓缓开口：“萧远山，你一把年纪了，愿赌服输的规矩都不懂吗？”知道自己理亏，萧远山也是无言以对。不过就在世人以为闹剧会就此结束时，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突然持剑朝萧远山冲了上去。“师傅，我还有第4刀，您给瞧瞧，帅不帅？”这一刀，徒弟替民和己书，唐仪替天下人，斩该斩之人。见到我这作死的举动，顾开天和念红瑶顿时瞪大了眼睛：“住手！快他娘的给我住手！你斩个屁！老子我没看错吧？”小师弟在对萧正国拔刀。与此同时的虚空中，看着我这番举动，姬灵秋也苦笑道：“这下你没机会保他了。”闻言，知道自己没理由继续压制萧远山的江玄机也是收起了契机，撩把虎须，自取灭亡，死子不治，没了契机的束缚，踏上去了。萧远山也是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取死有道，取死有道啊！区区2阶，如同蝼蚁，还敢对我拔刀？天大的笑话！”完全没有理会萧远山的话，爆发全身的能量，我也开始蓄力起自己的最强一击——大道之刀，匡扶正道，斩恶除邪，连续双斩。10字刀芒径直就朝萧远山的方向劈了过去。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击，下方的天骄们彻底震惊了，疯了！这一刀太强了，堪比5转山海境的全力一击，这么强的潜力，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啊？毒魔逆天泪啊！要是在万妖城，袁爷爷一定贼喜欢他。江道有此刀，真如至公大道，此人该入我道门呐。虽说放在平辈中，我这一刀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可是放在萧远山眼前，就如之前所说的一般，如同蝼蚁，饶是你师傅，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你个初出茅庐的小崽子。说着轻轻抬手，一道巨浪护在身前，直接就将我爆发潜能的一击轻松挡下。就凭你也敢对老夫出手？不等萧远山继续说下去，刀芒破散，眼前的天空中顿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9丈赤紫败，乌压压的一片，湛蓝的天空瞬间就被影射成了紫绯色。那是9丈赤。闻言，排手号令虫族大军的同时，我也不屑地轻哼了一声：“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一刀砍不死你吗？刚才的刀芒不过是容器吧，反正咱俩打，可没说不让用禁忌。10万9丈赤，给我爆！”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根本不给萧远山任何反应的时间，数千9丈赤齐爆，萧远山所处瞬间就被恐怖的紫色爆炸所覆盖。不够，再来一波！虫崽子们，给我爆！随着9丈赤的死亡，无尽的毒瘴开始飘散，索性不管了，段星海直接撒腿就跑。响了，打响了！我与萧远山的大战，他终于是打响了。禁忌固然可怕，
可是，在八转镇国的面前，无异于浮游汉术。看着我展现出的实力，萧远山杀心更浓，此子必须斩绝，否则后患无穷。水之诅咒、血豹、雨霸，借助毒杖作为掩护，一颗颗由水凝结而成的血珠顿时笼罩在了萧远山的四周，没有给予我任何反应的时间，水珠凝结，径直就朝毫无防备的我射了过来。伤害微乎其微，可是，在水箭命中的瞬间，一道血色屏障突然将我封锁在了其中，诡异皱纹浮现。初次见到这种能力，惊讶的同时，我也是疑惑至极，这是禁咒吗？不等我问下去，我的七窍食指中突然不自觉地涌出了鲜血。见此，我也是立马察觉，糟了，我身上的血液都被萧远山控制了。见我中招，不再犹豫，爆炸中的萧远山直接就开始控制起血爆压缩。话音刚落，血色护罩突然压缩，我的面部肌肉直接就在这恐怖的压缩下被挤压变形，而身体内的血液更是跟不要钱一般被挤压而出。见我受到如此折磨，下方无法打开结界的纪刚急得焦头烂额。小陈，可恶啊！这该死的结界！与此同时的上空，看见我受到如此折磨，没有任何犹豫，抛出身后的长剑，念红瑶与天刀王直接就朝我的方向冲了上来，紧随其后，一直观战的两女在见到此幕后，直接就从天骄营的浮空平台中跳了出去。不过，就在他们准备朝我这边赶来之时，两道红绳出现，瞬间就将二人给卷了起来，猛地将二人拽回。穆鹤年也呵斥道：“这种情况你们还敢跳出去，找死吗？”眼睛是自己的爷爷，赶忙爬起身子，带着眼泪。穆寒秋也祈求起自己的爷爷：“爷爷，求你救救江辰吧！”见到来人还有自己的父亲，罗三道也急忙询问起自己的父亲：“老爹，咱们家有没有什么法宝能救救恩人？”听到自家掌上明珠的请求，两位老者也是面露恐色：“对不起，闺女，咱家没有那样的法宝。血豹这种禁咒，一旦中了，只能等死。更何况这还是镇国下的手，天刀王他们过去了，只能看他们能不能逼萧远山就范，饶了江辰。”与此同时，踏空而行，念红瑶和天刀王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萧远山的境界。狗贼，住手！老匹夫，赶快放了我小师弟！面对师徒二人的逼迫，萧远山也是不屑开口：“放，来不及了，江辰马上就要爆开了，这场戏终于要收尾了。”不再犹豫，天刀齐开，两道刀芒径直就劈向了萧远山的所在。轻轻抬手，巨浪呈现，八转镇国的实力不可谓不强，轻而易举的就将两位七转封王的攻击给挡了下来。顾开天，你的刀是不错，但真以为自己能掌我？听到萧远山所说，散发全部杀气的同时，顾开天也是蓄力起自己的开天刀。那我倒要看看，你防得了我几刀？闻言，念红瑶也是立马应声：“师傅，我们今天一起把这厮砍个稀巴烂。”就在两人准备继续对萧镇国展开攻击时，实在无法忍受血豹带来的痛苦。此时血罩中的我也发出了刺耳的惨叫声，浑身血流不止，我的整个头颅都感觉要炸掉了一般。而见到我如此惨样，准备继续攻击的二人也纷纷愣在了原地。见此，萧远山也露出了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你徒弟都要到极限了，还不赶紧去送送啊！”雨霸，禁咒血豹发动，猛地握紧拳头，血罩再次压缩，我的四肢百骸纷纷都发出了咔咔咔的碎裂声，压缩到极点，我的身体也开始剧烈膨胀起来。下一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身体直接原地爆炸，剧烈的血雾顿时笼罩了整片天空。结束了，结束了！我与萧家的恩怨情仇，它终于是要结束了。看着我的身体被萧镇国压缩爆炸，下方是我为己出的四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而一直崇拜我的穆寒秋和罗三道更是直接石化在了原点。这不可能，主人肯定是逗我们玩呢。是啊，他一向都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次肯定也是有人愁有人喜。看着我就这样被自己干掉，萧远山的笑声也回荡在了整个天骄营的所处。北寒，你的仇，爷爷替你报啊！听到这刺耳的笑声，不再有任何保留，天刀王与念红瑶直接就持刀冲了上去。今天就算是拼了老命，我也要你死！看到远处师徒二人的架势，身为江南战区总司令的段星海也是急得满头大汗。看来今天是要死战了。武神前辈，您再不出手阻止的话，江南怕是要生灵涂炭了。好似听到了段星海的话，一股无形的气机突然将准备对萧远山动手的师徒二人给限制在了原地。到此为止吧，就算你们要决战，也换个地方打吧。不等江武神继续说下去，毒杖呈现，我也打断了江武神。就在这打，就我俩打。听到这个声音，萧远山也是一惊，不过不等他询问出声，毒杖散开，本应该殒命的我也是毫发无伤的从中走了出来。见此，自问见过无数宝物的天刀王和念红瑶也是再次瞪大了眼睛。江辰没有理会师傅这边，在重新登场后，我也缓步走向了萧远山。萧老登，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吗？我告诉你，我的底牌远比你想象的多，深知自己与我的实力差距。看着重新站在自己面前的我，萧远山也是倍感疑惑，这怎么可能？我刚刚亲眼看着他死的。初次见到这种场景，下方的白风和江无双也是瞪大了眼睛。江辰，这是什么情况？就这么水灵灵的死而复生了？而另一边的两女在重新看见我后，更是直接大哭了起来。他就是在逗我们玩呢。就在所有人都对我的复活感到疑惑时，深知这是为什么的楚不浪也是震惊开口，他身后有亡灵之气，是死灵勋章起作用了。闻言，云小柯也是一脸欣喜，对，是咱们之前在死灵村庄收获的勋章，有抵死效果，没有任何迟疑。在成功复活后，我也不再有任何保留，直接抬手打开了自己的虫巢。杀不死我，那就该我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都出来吧！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109丈赤出现，乌压压的毒瘴顿时笼罩了整片天空。看着无尽的毒瘴从我的手中被释放而出，自问见过无数大场面的萧远山也一时僵愣在了原地。这是天灾级的禁忌，他怎么敢的？与此同时的虚空中，看着这数之不尽的禁忌9丈赤，姬灵秋和江玄机也是震惊万分，这数量有点离谱了呀。闻言，江玄机也缓缓开口，据说他刚转职不久，这么快就培养出这么多啊，看来我之前都小瞧他了，失算了。听到这话，姬灵秋也是讪讪一笑，你个老狐狸，该何去何从？看来是有决断了。与此同时，109丈赤齐飞，全部都在此时涌向了萧远山，赌上我所有的9丈赤，今天也要跟你死磕到底！去，给我把这个老逼灯炸成齑粉！八转镇国何其恐怖！面对这种场面，萧远山丝毫不慌，直接就单手结印起来。不过就在他准备继续释放禁咒时，一股压力袭来，直接就将准备下一步动作的他给限制在了原地。我动不了了，是武神把我锁死了。为什么？毫无防备，数千9丈赤齐爆，萧远山的所在顿时就被滔天的爆炸所充斥。出现了！2转单杀8转镇国的场景，他终于出现了。看着眼前被压制的萧镇国，慕寒秋也是疑惑出声：奇怪，武神为什么要帮恩人？闻言，一旁罗三道的父亲也缓缓开口询问起自己的女儿。道理很简单，三道啊，咱们多宝阁也有借贷业务，我考你，欠咱们100万的那就是韭菜，不还钱就喊人去砍；欠咱们1个亿的，要大棒也要给甜枣。要是欠100、1000亿，那我们就得把他当祖宗供起来。你品，你好好的品。罗三道不愧是商界巨鳄的女儿，很快就明白了老爹话中的意思。普通竞技者，大夏懒得冒险，直接就杀了。能学会开天刀的竞技者，大夏会保，但会严加约束。但是江辰这么短时间内，竟然培养出数百万9丈赤，而且天赋无双，这种存在足以跳出规则圈，他会被供起来培养。听到两人的话，慕寒秋也明白了一切。所以主人这么大张旗鼓的亮名牌，并不是鲁莽，而是故意为之。在得到罗三道父亲肯定的答复后，战场这边也陷入了焦灼，不断的被9丈赤轰击，就算是郑国也有些吃不消了。伴随着惨烈的尖叫，顶着无敌强者的压制，萧远山也发动全身的力气挣脱起江无双的束缚。你们都该死，大夏的人都该死！别以为这样就杀得了老夫，老夫还有底牌。江玄机降临的只是幻影，我拼上毕生修为，未必不能冲破。生死面前，也没必要再留面子，冲出去，逃离大夏！想着的同时，爆发全身的力气，禁咒神魂之威发动，凭借恐怖的神魂之力，萧远山也在此时冲破了无敌的压制，手持长剑，萧远山也不要命的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受死吧，江辰小儿！见到如此场景，完全没有应对8转镇国全力一击的我，也是一时间慌了神。糟了，想不到他竟然冲破了武神封印和我的爆炸。不过就在我举臂格挡萧远山的攻击之时，一道青芒从天而降，瞬间就贯穿了萧远山的身体，大口大口的鲜血涌出，青芒缓缓消散，一道声音也自空中响起：萧远山，已经结束了，若你再动他分毫，我让你人头落地，神魂俱灭。听到这个声音，强忍身体传来的剧痛，萧远山也不甘开口：无敌剑神姬灵秋，连你也帮他，丝毫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趁你病要你命！我直接就号令9丈赤再次朝萧远山攻了上去，比之先前还要恐怖的爆炸升起，没了任何反抗的余地。萧远山也发出了不甘的嘶吼：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是镇国大将，我为大夏出生入死，我镇压过兽潮，打击过古神教会，我是大夏的中流砥柱。没有继续号令9丈赤继续俯视萧远山，在将所有毒瘴收回后，我也看向了这个被2位无敌针对的郑国。见我停止，马上就要被腐蚀成为人棍的萧远山也愤怒开口：江辰，你当真敢杀老夫？完全不以为意。我也笑了起来，都已经让你肉身湮灭，只剩神魂了，还在问这种蠢问题？知道我确实有杀心，没了先前的嚣张。萧远山也朝我的方向跪了下来：江辰，老夫错了，老夫会给你赔偿，整个萧家，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求你饶老夫一命。听到如此诚恳的道歉，我也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师徒3人：师傅、几叔，你们怎么看？一阵无言，知道自己想活下去的机会微乎其微。萧远山也抬头看向了天空：江武神，江武神救我，如能活命，我愿去地窟作战。结束了，结束了，我也萧家众人的恩怨，他终于是结束了。听着下方萧远山的一席话，本已经起了必杀之心的江玄机也缓缓从虚空中走了出来。萧远山，你作为江南战区镇国大将，纵容家族势力7行霸市，强取豪夺，你可认罪？听到这话，完全认怂的萧正国也赶忙应声：我认，我都认。闻言，上方的江玄机也继续道：念你也曾对大夏有功，没收萧家一切家产，而你打上神魂烙印，流放地窟战场做先锋军，战斗至死，你可服？知道这是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尽管有些不甘，萧远山还是应声道：服，我服。得到萧远山的应答，没有任何犹豫，双指并拢，一道金光径直就飞向了萧远山的锁背。没错，这正是神魂烙印，一旦你有出逃的念头，就会神魂爆裂，灰飞烟灭。见到如此场景，2转的我整个人都僵愣在了原地。这就是大夏3无敌之一的武神，一道幻影就有如此威压。虽然没彻底杀死萧正国，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萧老登死得其所，也该收敛了。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毫无察觉，解决完萧远山的江无双突然闪身来到了我的身后。小家伙，如此判决，你心中怒火可以平息。闻言，先是一惊，反应过来的我也是急忙转身胆息，消了。江武神判决英明，当然消了。其实我也没生啥大气，不过就是想耍个帅吧，
没有理会我的彩虹屁。江玄机也缓缓开口，不仅天赋异禀，还知进退，懂分寸。单这2点，我今天就没白来。不等我2人继续谈下去，心系整个江南的段星海也赶忙凑了上来。武神大人，这毒雾久久不散，此地怕是会形成深渊污染吗？听到这话，江玄机也是轻轻抬起了手臂，小事一桩，净化。弹指声响起，一道滔天巨浪顿时涌上天空，而遍布整片天空的毒雾竟在一瞬间被消散。见到如此场景，对无敌强大一无所知的我也再次愣在了原地。我的剧毒就这么被他轻轻一挥，就烟消云散了。就在我愣神之间，收拾完烂摊子后，江玄机也浮空而立，如世人所见，而今吾等可镇压一切，故传吴国令，今日起取缔大夏禁忌条例，凡禁忌者若一心为国，亦是有；反之，就算非禁忌者，亦是敌。以萧正国为例。说着，他也抬眼看向了我这边，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一滴冷汗也不自觉从我脸颊滑落。至于江晨，不等江无敌说下去，穆鹤年也第一时间来到了我的身旁，搂住了我的肩膀。武神英明，江晨小友崛起微末，侠肝义胆，赤子之心，就算身怀禁忌9丈赤，也不会做对大夏不利之事。老朽穆鹤年代表穆家，愿全责担保。听到穆家起头，身后的众多势力也急忙应声。老夫唐万川代表唐家，也愿担保。江南军区愿做担保，同时也欢迎江小友加入军方，资源管够。江南5院同样做保。江小友，不管你要培养什么，5院的系统都是最强的。见到众多势力都上前抛出了橄榄枝，按耐不住的罗三道也赶忙推耸起自己的老爹。爹，你看他们已经开始抢人了，你倒是也赶紧表个态啊！强压内心的激动，罗老爹的脸也是憋得通红，紧接着大喊道：“俺也一样！”眼见老爹的举动，之前还推崇老爹抢人的罗三道顿时与其拉开了距离，并捂住了脸。废柴老爹吃了没文化的亏。看着陆陆续续跳出来为我担保的各大家族，处于天刀王身旁的念红瑶也呢喃开口。武神不仅出手料理，甚至还把禁忌条例给废了。锋芒长老还都帮小陈说话，这一切怎么都跟做梦似的。闻言，一旁的天刀王也解释道：“或许小陈就是想到了这些，才故意对郑国拔刀的。”听到师傅的话，念红瑶也是一惊：“什么？那小师弟的心思也太深了吧？”听到这话，天刀王也继续说起了自己的看法。萧远山的种种乐行，武神又不是刚知道，若非看到小陈的绝佳潜力，想必也不会这么快出手。闻言，念红瑶也慢慢的明白了其中的一切。我懂了，9丈赤既然已经暴露，若一味隐藏躲闪，反倒更容易沦为众矢之的，倒不如以进为退，全面展示潜力。听到这话，天刀王也缓缓应声：“是啊，毕竟9丈赤这种天灾，不仅人类，就连地窟万族也是惧怕的。”来了，来自无敌强者的许诺，他终于来了。萧家仪式暂告一段落，听着众多势力拉拢的好话，我的内心也是无比平静。这场面果然如我所愿，既然要名牌，就要大张旗鼓的名牌。反观上方的江玄机，在听到众人的担保后，也转而叮嘱起我：既然诸位都已表明态度，且极其统一，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江晨，愿你好自为之，谨记善用。闻言，我也是急忙应声：是，武神前辈，晚辈谨记。不过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结束时，上方的江武神再次开口：10日后，大夏天骄总比，我在此再添一些彩头。此届天骄榜首将为我大夏第一神子，各项权限资源和8转镇国相当。不过天骄总比时，不许动用9丈赤。闻言，包括我在内，场上的所有家族势力都是一惊，这彩头也太大了吧！而我的内心却掀起了一阵疑惑，这武神不会是为了江无双吧？反应过来，我也立马打消了这个想法。不对，武神若真是单纯为了江无双，大可以不废除禁忌条例，我不能以小人之心揣测他人格局。不再想下去，下方的我也缓缓开口：是，武神大人，天骄总比，我绝不动用9丈赤。闻言，居高临下的江武神也是欣慰开口：如此可教。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的同时，我也想到不用9丈赤也没关系，毕竟只要我完成2转任务，就能获得一只新的母虫。等等，武神不会就是想通过限制9丈赤来看看我在天骄总比究竟有多大潜力吧？也好，那到时候我绝不会让世人失望。随着彩头仪式结束，抬手之间，江玄机也破开了自己身旁的一处虚空。好了，也该清理后事了。闻言，处于下方的众人也是一愣，连最恐怖的深渊污染都抹灭了，还需要清理什么？就在众人疑惑之时，江玄机的下一句话直接就将众人惊得愣在了原地：大梦者，起来干活了。随着江武神话音落下，破碎的虚空也缓缓打开，紧接着一只挽着小熊布偶的仙茜细手也从中伸了出来。大梦者，大夏守夜人总指挥，大夏3无敌之一的大梦者。就在众人议论的同时，浑身紫色猫娘睡衣，看着就和17、18岁小女孩无异的大梦者突然打着哈欠从虚空中走了出来，揉了揉朦胧的双眼。大梦者也是不情愿开口：人太多了，还有这么多6转星辰，这趟活有点多呀。听着大梦者的抱怨，江玄机也认真道：只处理封王以下所有人关于9丈赤数量的记忆就行，这次之后你可以睡1年。听到江玄机的最后一句话，本还有些半梦半醒的大梦者瞬间变得眼神清澈。真的吗？那太好了。对了，那什么守夜人总司令太麻烦了，你也交给别人做吧，我要睡觉，好困的呢。一阵无言，奈何拗不过这老妖怪。
江玄机也无奈答应，行，回头我考虑下，先处理眼前事吧。听到江玄机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大梦者直接就伸出细手打出了一个响指，响指声响起，以大梦者手指为中心，一股庞大的能量顿时就从他的手中被释放而出，庄周梦蝶开启，能量化蝶。一只蝴蝶顿时就融入了下方的各个势力之中，蝴蝶之梦为周瑜。随着这道声音的出现，下方的众人也是昏昏欲睡。很快，下方的所有人就陷入了梦乡之中。来了，来自两大无敌的庇护塔终于来了。看着大梦者消除所有7转以下关于9丈赤数量的记忆，身为7转的聂红瑶也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老师，江武神和大梦者为何要这样做？闻言，天刀王也缓缓开口。为了保护江辰，将可能爆发的灾变推迟，毕竟大夏也不太平，除了8大禁区深不可测，还有3大地窟万族虎视眈眈，以及内部毒瘤古神教会。听到自家师傅说完，聂红瑶也将目光转移到了陷入睡梦的我这边。我懂了，只是小师弟那边怎么也要封印记忆。听到聂红瑶的话，大梦者也开口了，他那不是封印，是在给他加强神魂，防止被人隔空暗杀，诸如咒术之类，毕竟他的修为不够，神魂根基太浅了。话音至此，大梦者稚嫩的脸上突然升起一阵疑惑，眼睛更是瞪得像铜铃。那小子竟然免疫了我的能力！越想越气，大梦者直接就抡起拳头朝我飞了过来，还在那里装睡。可恶啊！完全没有注意到大梦者已经发现自己的庄周梦蝶被格挡。此时躺在地上装睡的我也是汗流浃背。刚才有一股能量波动，让人很想睡，但被万物祖术弹开了。封王以下的人都睡了，我也要装一下，给大梦者点面子才好。毕竟他可是季书的顶头上司。与此同时，我的心海之中失去所有9丈赤的小九正独自跪在地上哭泣。宝宝死了好多宝宝。看着小九如此，我也是赶忙安慰，是爹对不住。就在我打算还说点什么之时，小九突然抬起头捧腹大笑起来。但是小九30级了，又可以生宝宝了。就在我被小九的情绪转换搞得猝不及防时，一股略显少女稚嫩的声音突然自我的耳边响起：小家伙，别装睡了，我知道你没睡，赶紧给我醒过来。听到这声音，一滴滴冷汗突然从我的头顶升起，知道装不下去了，我也是赶忙起身与大梦者拉开了些许距离。幻月姐姐挠了挠头，一眼尴尬，完全没因为自己的技能被挡而生气。大梦者幻月也是一时间愣在了原地。姐姐摸了摸自己稚嫩的脸颊，大梦者也一脸笑容地看向了自己身后的江玄机。嘿嘿，小江，你听到没？他叫我姐姐。闻言，被称为小江的江玄机也是一脸黑线，都800岁高龄了，还这么少女心吗？虽然想吐槽，但还是忍忍吧，不然他老人家又得发疯。没有继续等待江玄机的回复，一把抓住我的脸颊。大梦者也缓缓将头凑了上来。你叫江辰是吧？你这个弟弟，姐姐认定了，以后在大夏，姐姐罩着你，受了委屈就到梦里喊姐姐的名字啊。闻言，完全动不了的我也是慌的一批，没有继续掐着我。转身的同时，大梦者也将一枚戒指扔了过来。目前看你个神魂足够强悍，就不用姐姐加布了。这个守护戒指能隔绝一切精神系、神魂系、诅咒系的窥视、探查、诅咒，就当是姐姐送你的见面礼了。说着，大梦者也是讪讪一笑。姐姐要回去睡觉了，记得多来梦里找姐姐玩呀。话音至此，大梦者也破开虚空离开了此地。看着如此大手笔的大梦者，聂红瑶也是不甘的看着缓缓闭合的虚空，无比懊恼。我现在追上去叫姐姐还来得及吗？和他同样无语的还有莫名其妙被大梦者收为弟弟的我。小插曲结束，江玄机也看向了我这边。江辰，10日后天骄总比，如果你能不动用9丈赤拿下敌，那就证明你真的值得举国之力培养。新纪元即将开启，大征之时到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闻言，我也急忙应声，是，多谢江武神。意念破开虚空，江玄机也缓缓开口，不必谢我，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争来的。语罢，一旁的姬灵秋也无奈开口，好了，这热闹我也看完了，该去收拾长江那条黑龙了。随着大夏3无敌依次离场，从9丈赤暴露就一直力挺我的唐罗木3家也是凑了上来。江辰了，我家唐颖是你唐姨的侄女，不如你和唐颖结婚，咱们亲上加亲。闻言，罗老爹也打断道，堂兄，你来晚了，我家罗三道才是正宫，我多宝阁愿出20%股份作为嫁妆。事情逐渐变态，穆鹤年也打断道，你们八字还没一撇呢，都给我往后靠，我家小秋可是已经怀上了江辰的孩子了。看着众星捧月的我，聂红瑶也是跃跃欲试，师傅，你看我还有机会吗？春光起，春光落，丝毫没有手软。天道王直接就一锤狠狠地砸在了聂红瑶的头上，你有个毛线！好不容易把所有人打发走，他才开始准备小九的下一次繁衍。要知道自爆消耗的天灾虫族可都是小九的后代，因此还变得十分伤心。然而还不等他开始安慰小九，自己就重新变得兴奋起来。小九30级啦，又可以生小宝宝了。见状，江辰索性直接释放天赋，开始加速小九的繁衍速度。随后江辰打开任务列表，他的转职任务竟然是通关魔都通天塔，看似很难，可只要等小九第2代虫族繁衍完成，应该足够通关。想到这，他也是忍不住松出一口气来，却没想到万物祖树竟再一次长出一颗果子来，获得能力果实虚无之眼，可以透视，可以无视一切隐匿和幻境效果。随即他就迫不及待地尝试起来，下一秒唐颖的个人信息就出现在他的眼前。可当他看到唐颖手上的信封，瞬间就被吓到冷汗直冒。于是还不等唐颖靠近，直接关灯睡觉。第2天，江辰更是早早地来到了魔都通天塔。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讨论姬玄月的通关速度。江辰也没想到通天塔2转记录竟然都被姬玄月垄断了。
竟然比江无双排名还要高，就算是江辰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于是他也不再犹豫，立刻进入通天塔开始闯关。不料仅仅第一层怪物的等级都比他高，不过也仅仅是比他高了，在小九看来这都不过是他的口粮罢了。这个女孩明明是魔都第一天骄，如今却被神秘少年推倒在地反复摩擦。原来就在江辰开始挑战通天塔的时候，他的个人信息还是被有心人发现。京城第一天骄迎战此时正在闭关等待天骄总比的到来，同时作为大夏第一天骄，他自己也十分自信。迎战最新情报你来看看吧。不料迎战对此却有些反感，如果只是江无双和姬玄月的信息就不用给我看了，虽然都是神级职业，但神级职业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这次不是他们而是江辰，传闻他可是面对郑国将军都能全身而退。闻言迎战也终于是来了兴趣，随即立刻拿起情报仔细阅读起来。要知道即便是他也做不到跟郑国将军战斗。直到他看见江辰觉醒禁忌之力，他这才恍然大悟，可惜天骄总比江辰竟然被禁止使用天灾虫族，不然或许还能让我有点动力。与此同时，魔都训练场内，大夏第二天骄姬玄月竟然一瞬间击碎所有目标，这恐怖的爆发力也是远超普通人的水平。本就是远程职业的姬玄月此刻还在普练近战搏斗，想来此刻姬玄月至少也能和五转相当。就在这时，魔都战区总司令走了进来，随即原本英姿飒爽的姬玄月秒变乖乖女，看着这么刻苦的女儿，她也是忍不住吐槽起来。不过是一次天骄总比罢了，拿了第一又能怎样？你该向你爹我学习，该躺平就躺平。然而虽然嘴上说的躺平，可他还是拿到了江辰的信息。你要的天骄资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江辰。另一边姬玄月看完后也是觉得江辰很强，因为消息来自剑神姬灵秋，他看到的信息比迎战还要详细。可还不等他多做反应，就被人告知自己的记录被江辰破了。本以为江辰最多也就比他快的1-2秒，却万万没想到江辰的通关速度简直就是断层领先。不服输的姬玄月当即就要去重新挑战通天塔，故意在天骄总比前来刷新记录，明显就是挑衅。叔叔可以忍，婶婶不能忍。殊不知此时此刻的江辰仅仅只是为了给天灾虫族寻找天然口粮，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刷新记录也不过是顺嘴的事。然而这突然刷新的记录却还是引起了大范围的轰动，就连远在江南战区上网冲浪的罗三道也发现了新闻。新闻标题却是魔都天之骄女竟然被神秘少年推倒在地反复摩擦。虽然标题党很可恶，可里面的内容正是江辰最新的通关记录。看着评论区小黑子的无情评论，罗三道也是瞬间暴怒，恨不得立刻摇人到现场支持江辰。与此同时，姬玄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开启了第二次挑战。上一次来这里他不过才刚2的，如今他的装备技能全部更新，想来一定可以重新刷新记录。很快用15-19秒后通关第10层，不可能，我已经全力出手，怎么还是花了这么久？江辰怎么做到30多秒？无奈他只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职业的问题。想来他作为一神之灭日者更适合打单体 BOSS， 于是他直接挑战最后的第50层，只要成功，就算前面不如江辰，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触手怪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击杀。最后他的通关时间也是定格在了5分29秒，这已经是比上一次快了1倍还多。江辰，这不会是你第一次败给我？天骄总比的时候你还会败第2次？另一边江辰却是一边指挥天灾虫族吃饭，一边查看系统任务，想来吃完这一顿虫族又可以繁衍第3代。这时精疲力尽的姬玄月也是重新回到现实，可不但没有意料之中的欢呼声，甚至所有人还都有些尴尬。直到看见江辰的通关记录竟然只有4分09秒，见状不想放弃的姬玄月立刻想要重新挑战。即便增幅药剂会暂时透支身体，他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通天塔里面，江辰也是疑惑起来，这个通关奖励竟然是随机掉落，想要拿到佩刀只能重新挑战一次。只是此时天灾虫族进入繁衍阶段，只能让小九出来吃饭。这个普普通通的小虫子，竟然是江辰都没见过的天灾母虫。就在刚刚，不服气的姬玄月不惜透支身体重新挑战通天塔，好在最后也是重新超越江辰来到第一。这次我领先这么多，江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与此同时，通天塔50层，这个虫虫好多，角好好玩。闻言，江辰和虫虫都是瞬间无语，别玩了，快点吃完，我也该要2胎了。听到这里，原本还嘻嘻哈哈的小九瞬间伤心流泪，主人为什么要2胎？有小九还不够吗？无奈江辰只好答应小九2胎出来可以随便欺负，这才重新开心起来。随即小九也不再犹豫，一口吞掉虫虫的身体。此时此刻，通天塔外面所有人都开始讨论姬玄月的通关速度重回第一。可还不等众人高兴2秒，就看见江辰再次刷新记。要知道姬玄月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所有人眼里的天之骄女，一时间她根本不能接受被人超越的事实，当即就要再次透支身体重新挑战。不料江辰的通关速度却是越来越快。此时此刻很明显，就算姬玄月继续透支身体也不可能追得上了。想到这里，姬玄月也终于是坚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瞬间从天而降，来到姬玄月面前。是谁把我的小公主惹哭了？我要废了她！很快了解到前因后果后，他也是决定等待江辰从通天塔里面出来。可没人知道的是，他却是有些好奇江辰为什么非要一直重复刷宝。难道江辰也发现了通天塔里面关于9黎宝藏的秘密任务？另一边，江辰通过不断刷新记录，也的确合成一张宝藏地图。原来想要收集地图，就必须不断挑战速度极限。直到此时，江辰才发现这竟然是9黎族的宝藏。只可惜宝藏地图一共有12张，他这一张也只是其中之一的琥珀刀。然而地图反复强调危险，他暂时只能先完成2转以后再说了。不料随着转职完成，万物组数竟然也跟着进化。
不但获得100点自由属性，而且还新增加一种果实种类。虽然他也很想尝一尝这所谓的机缘果，但是此时此刻第2只天灾母虫的抽取条件已经完成，于是他也不再犹豫，立刻召唤出一只甲壳虫。赤甲象虫曾经生存在永恒地狱之中，在无量劫中伴随地狱一起湮灭。母虫特性分裂生殖，母虫每次进化宿主都可以抽取一次能力，只看描述明显只有是和小九一个级别的天灾虫族，但体型比小九小很多，长的也比较抽象。可是已至此，江辰也不能反悔，只能继续加速他的进化。下一秒，一个白发小男孩从原地出现，这样看起来不但顺眼多了，而且还比小九成熟许多。只是说好的天灾母虫竟然变成男孩，好在小甲的属性技能依然是一如既往的逆天。就单说那个地狱熔炉，如果江辰能够掌握，那他以后光靠吃饭就能慢慢无敌吧。只可惜还要先献祭神魔精血。闻言，江辰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献祭给他了，只能等出去问问老师再说了。与此同时，天刀王也得知江辰正在挑战通天塔，对于徒弟惹哭姬玄月的事情，他只能立刻动身前往通天塔。另一边，江辰也终于从里面走了出来。瞬间，天刀王2人出现就要带走江辰，谁料面对突然出现的2人，躺平王还是毫不犹豫发动攻击，似乎是早就料到对方可以轻松防御。接下来必须要让江辰入赘，也好让你日日夜夜凌辱他。闻言，姬玄月也是瞬间清醒，立刻阻止亲爹继续冲动。可谁知江辰3人竟然比他还早一步回到他的家里。眼看时机成熟，天刀王这才说出他们此行目的是想要换取神魔精血。谁知躺平王竟然再次要求江辰必须入赘。觉醒了，觉醒了！江辰第1次抽奖就成功觉醒神象镇狱体。就在刚刚，躺平王再三要求挽留江辰，尽管姬玄月似乎并不愿意。见状，江辰倒也没有拒绝，为了早日拿到神魔精血，多待几天他也不吃亏。等所有人离开，他也是迫不及待地召唤出小甲。主人小九不喜欢我，要把我赶出虫巢。闻言，江辰也只能耐心开导起来，反正你也打不过他，倒不如先过来吃饭。下一秒，所有小瓶子都被同时打开，刹那间蕴含古神意志的神魔血液竟然被小甲瞬间吸收。紧接着系统提示传来，赤甲象虫命阶跃迁成功，开始随机抽取灵力属性。瞬间，一股全新的气势从江辰身上爆发出来，神象镇狱体竟然是体质神通，若全部苏醒，可媲美神象翻江倒海。重点是赤甲象虫还可以融入宿主体内。与此同时，江辰的身体力量也瞬间暴涨。主人，我饿，想吃点神魔肉。你怎么突然开始说叠词了？我跟小九学的。另一边，古神教会江南神殿调整大夏天骄榜猎杀榜，把江辰排到第4名。凡是斩杀江辰者可获得古神洗礼。朱皇阁下，我这次前来是想找您商谈结盟之事。如今江南空虚，我想要邀请您在大夏天骄榜比赛的时候发动兽潮覆灭江南楚江氏。我们古神教会也将以此为献祭，皆因以为古神降临。到时候朱皇大人也可以随意提要求。谁料第2天一大早，姬玄月就来找江辰。江辰想也没想，就以为是去跟姬玄月约会。然而看着恼羞成怒的姬玄月，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不明所以的江辰也只好跟着姬玄月一起出去。只见广场上，躺平王已经喊来了一大批年轻人，这几位都是我魔都战区的天骄种子，其中华云飞还是唯一隐藏职业阴灵祭神者的觉醒者。虽然江辰早就通过虚无之眼看穿一切，但还是被躺平王震惊到说不出话。还有几天就是天骄总比，趁此机会，我决定开启九黎神藏，让你们进去试炼。然而江辰听到这里，却是瞬间升起一股过好的预感。要知道，所谓九黎神藏，其实就是古神尸体内部蕴含无数危险。主人，我饿。古神尸体好吃是？江辰等会进去后，你可要好好保护小月啊！你们要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远。这是一颗跳动1万年的心脏，一旦重新饮血，就可以完全复活。就在刚刚，江辰等人一路来到九黎神藏的入口，却突然被人阻拦。好在躺平王及时站了出来，这才化解矛盾。就连躺平王都如此谨慎地对待九黎神藏，足可以看出其非同小可。江辰也正好这次先熟悉一下这里的九黎神藏，回头再研究自己的。谁料就在这时，一股诡异的气息从里面突然冲出。刚刚的异象来自没开发的20%古神的神魂识海，那边很可能已经变异了，千万不可以试图进入，以防万一。你们一旦遇到危险，就立刻传送出来。可还不等躺平王把话说完，就听见姬玄月不耐烦地催促起来。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姬玄月曾经早就不知进去过多少次，他自信可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可即便如此，江辰还是被里面壮观的景象震撼得哑口无言。只有小贾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父亲，这是给我准备的食物吗？”看出他的渴望，江辰也是毫不犹豫，直接让小贾自由活动了。下一秒，无数血红色的怪兽突然窜出，正是这里特有的血兽。可奇怪的是，小贾似乎对他们没有丝毫兴趣。说时迟，那时快，眼看就要被血兽包围的时候，华云飞突然站了起来，瞬间大量的阴灵气息从他的身体爆发而出。江辰，我能瞬间秒杀10几只血兽，你能吗？闻言，原本不想说话的江辰立刻送上自己违心的祝福，行了一点破事，值得你这样炫耀？本就看他不爽的姬玄月更是一脸鄙夷地看向华云飞。我们现在要去的位置就是古神的心脏，那里的血兽更多，级别也更高。最主要的是，他竟然有3颗心脏。听到这里，江辰的面色却是瞬间变得阴暗起来。父亲，别听他胡说，这里明明有第4颗心脏，并且只要保留这一处的安全，古神就可以复活。父亲，我正在想办法吃了这颗心脏。刹那间，一股凉意从后背席卷全身。江辰立刻命令小贾原路返回。万万没想到，古神竟然还活着。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只能委婉地表示这里危险。江辰，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不出意外，脑残配角立刻开始质疑。见状，江晨也不再解释，如今也只能委屈一次这个脑残了。随即不等众人继续询问，他就率先偷袭，一拳打飞华云飞。只要把人打成重伤，大家就不得不回去治疗。然而这一幕在华云飞看来却是赤裸裸的挑衅，随即也是不再犹豫，立刻发动能力，开始召唤阴灵之力。好在小贾也在此时回到他的身体，眼看阴灵之力即将落到他的身上，江晨也正好可以试试自己的神像镇狱体。瞬间一股红色灵气覆盖他的身体，紧接着对着来势汹汹的阴灵之力就是一巴掌，一巴掌竟然直接打穿。江晨却还不过瘾，瞬间绕到华云飞身后，再次狠狠一拳把他打飞出去。就连姬玄月也开始质问起江晨的目，眼看华云飞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现在出去救他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不出去，那他只能等死了。江晨，你不会真是因为害怕才想要出去的吧？无待其他人更加不是江晨的对手，也只能拿出传送器开始传送。可明明阵法已经发动，他们却依然站在原地。明显小贾在发现古神心脏的同时，也被古神发现。想到如今面对的敌人很可能是比九转还要厉害的神级，就算是江晨也忍不住一阵害怕。可看着手上的传送器，江晨突然意识到什么，随即也不再犹豫，立刻爆发全力向着古神心脏前进。他现在只是封锁空间，却没有主动出手，那就一定还有限制。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在他能动手之前先杀了他。看着江晨的背影，姬玄月也是瞬间意识到刚才江晨的异常有问题，于是带着众人立刻跟上江晨的脚步。然而古神似乎是看出他们的意图，一大片血手突然出现，等级更是从未见过的120级。无奈江晨只好再次放出小九开始释放。姬玄月，你带领大家先挡住血手，我去解决古神，只要等我回来就能活着回去。怎么也没想到古神竟然和江晨一模一样，原来就在刚刚江晨全力爆发下，仅仅是震动余波就让其他人再次气血翻涌。不出意外，古神尸体的防御也被打破，只可惜愈合速度实在太快，根本就来不及通过。无奈江晨只好再次自爆天灾虫族，继续增加威力。刹那间剧烈的爆炸声音过后，无数碎屑飞散。然而姬玄月这一次却变得更加绝望，不知不觉间古神的愈合速度也再次加快。可就在这时，原本恢复的古神防御突然布满裂痕，下一秒强大的刀光剑影直接将伤口扩大数倍。天刀王加上剑神两人配合江晨里应外合，彻底打乱古神的愈合速度。趁此机会，所有人也是立刻冲出古神尸体，只有江晨为了古神脑域的大机缘选择留下。可这在姬玄月看来却是他主动断后，竟然也想要和他一起留下来。没办法，江晨只好强行把姬玄月送了出去。古神脑域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确定，更不可能带个累赘。就这样，除了江晨，所有人都逃出古神尸体。江晨还在里面，快救他！闻言，天刀王和剑神二人也是准备再次配合江晨里应外合，不料原本死气沉沉的古神尸体突然血气暴涨，与此同时古神防御也被加强。万万没想到，死去的古神竟然再次活了过来。显然古神尸体里面有东西正在苏醒，并且能够操控尸体的一部分能力。现在只怕就算是里应外合也不能打破古神防御了。可不想放弃的天刀王还是立刻发动攻击。然而这一次面对天刀王的攻击，古神尸体却毫无变化，也白费力气了。古神尸体一边必须执行之前的决策，一旦发现变异蔓延就要立刻流放。这一刻所有人也都只能祈祷情况不再继续恶化。另一边江晨自己也没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已经把他完全包裹，有了这个鲜活的身体，我马上就能复活出去了。很快江晨独自一人来到古神脑域，可看着门上剑神的留言，江晨却是丝毫不慌。小贾小九，你们先藏好，我不叫你们先别出来。谁料他才刚刚开门，脑海就出现无数混乱的声音，好在持续时间很短。然而就在一切都安静下来后，眼前却出现了一道陌生的身影，同时一股温暖的感觉包围江晨。就在他疑惑对方是谁的时候，眼前的人影竟然变得和他一模一样。我是古神段修，同时也是你。可回应他的却是江晨瞬发的一道剑光。见状，古神虽然不再伪装，可还是轻松接下他的攻击，又偏不成，古神也只好决定强行夺舍。要不是你的身体还有大用，我只用最恐怖的手段把你炮制一笔。只见突然出现的怪物最低境界都有6转，更是还有几只达到9转，就算是把天灾虫族放出来，估计都……想到这，他也是不再犹豫，立刻开始召唤小贾小九。直到此时，他才发现自身的联系已经被强行切断。抓到你了，就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说完，古神直接融合到江晨的身体上来。然而就在这时，脑海中被屏蔽的万物祖树忽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七彩光芒，一颗散发七彩光芒的奇异果实重新长了出来。出现了！江晨最大的底牌万物祖树重新开花结果，甚至还是一般不可能出现的彩色果实。正常来讲，现阶段万物祖树的能量根本不够出现新的果实。说着立刻查看果实信息，他这才恍然大悟，果然是因为古神。他想夺舍，我却没想到先被万物祖树给吸收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果子需要万物生灵的神魂灌溉，这条件也太苛刻。父亲，你醒吗？突然刚刚失联的小贾声音再次出现，可眼前的场景却再次让他吓到冷汗直冒。父亲，我把这些怪物都教训好了。听到这里，江晨整个人更是疑惑起来。要知道，这可是连剑神都打不过的怪物，更不要说这些9转怪物还不止一只。可看着被小贾团团包围却不敢反抗的怪物，他这才不再怀疑。父亲，这些做起很温顺，虽然姐姐不喜欢，但是你应该喜欢。说着也不顾江晨的反应，就要拉他上去体验一下。直到此时，原本紧张的心才彻底平静下来。这种怪物名叫冥魔，在传承记忆中，它们只存在于永恒地狱里。没想到古神石海也会诞生，好在还是被我族天生克制，只要打伤烙印就能当坐骑，非常好用。
可惜他只能在识海出现在外面太久，容易被天道母出。闻言，江晨却并不担心，就算时间很短，紧急时刻也能作为最强底牌。对了，我没记错的话，这里的九转名魔有4、5只吧？我怎么没看到？闻言，刚刚还有些心顿的小贾瞬间变得慌张起来。其他的我都吃了，刹那间一人一虫一坐骑全都冷汗直冒。你之前不是吃饱了吗？繁衍后又饿，你干得很好，咱们下去把爹想觐见。没办法，谁让小贾喊他父亲呢？自家崽子败家而已。好在还留下一只呢。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天刀王的声音，明显蛊神被吸收，防御也开始削弱。小贾让虫崽子们快吃不完，全都打包带走。我们要走了，这次吃不完，下次再来不行吗？没有下次了，这是别人的宝藏，可不是自助餐。剑神能够突破9转，恐怕也离不开这里的机缘。如果他进来看见这里的情况，怕是会……父亲，我暂时只能做到压缩，只能放到姐姐那里了。就这样，两人不顾小九的反应，瞬间把所有怪物打包带走。臭弟弟，一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见状，江晨也不再犹豫，立刻融合小贾，开始向外面冲刺。这不就开了，居然还不会愈合了！意识到有意外发生，两人也是立刻想要进去。不料就在这时，江晨突然出现：“师傅，快带我走！”可下一秒，姬玄月就猛地抱住了他。江晨，你没事真是太好。可惜此时江晨一心逃跑，那还顾得上跟他叙旧？直接推开姬玄月，走向天刀王。师傅，快带我走，再不走会死的。意识到不对劲，天刀王也不问发生了什么，直接带着江晨御剑飞行。眼看自家女儿被江晨拒绝，躺平王也是瞬间暴怒，破口大骂：“爹，你怎么能骂江晨呢？他刚刚可是舍命救我的，那肯定是在乎我的。可既然在乎我，为什么？肯定是因为天骄宝，他担心影响我的发挥才这样的。”看着自我安慰的女儿，躺平王瞬间无语。只有剑神意识到江晨的反应不对劲，直到他走进去，看见空空如也的宝藏，密密麻麻的怪物都没了。你他妈好歹给老子留点啊！话说回来，那些9转怪物就算是我也只能逃跑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了？臭小子很不简单啊！罢了，如果你真的关乎未来，这个哑巴亏我也就样。也是此时天刀王才知道江晨竟然搬空了剑神宝藏，一向安分守己的天刀王不得不感叹他的徒弟果然没有一个老实的。师傅还有3天就是天骄总比了，您觉得我的战力比其他人如何？听到这里，天刀王也开始认真起来。江无双最近同样突飞猛进，不可小觑。至于迎战他，不仅是你们这一代的天骄，他的天赋更是被称为大夏800年来的第一人。一般转职者18岁才能觉醒，可迎战3岁就已经觉醒，9岁获得神器人皇剑的认可，12岁就进入禁区，15岁回归，后面就一直在京城闭关。最重要的是，他除了是转职者，还同时修炼了诸天万族的顶级功法。与此同时，京城迎战也在此刻出关。我的血煞之体即将完成，最近有江晨的消息吗？震惊了，震惊了！万物祖术再次开花结果。师傅，我可以学诸天万族的功法吗？不知道大夏数百年以来，这条路也只有迎战成功了。再说，就算你也能学，我也没有功法给你。毕竟迎战身为大夏人皇之后，很容易就可以继承人皇曾经缴获的功法，不像现在，就连武神也只是镇守万族入口，以防御为主。不过，如果你能拿下天骄榜第一，说不定能利用权限从京城学习。就这样一次遭遇古神夺舍的经历，却让他因祸得福。今晚小九和小贾就都可以再次进行繁衍，却不料此时万物祖术再次发生异变。万万没想到，一颗绿色的果实再次开花结果，甚至还是一颗特别罕见的机缘果实。这一次更是直接觉醒第2职业雷霆主宰者。直到此时此刻，他也是正式成为双生武魂的天才。与此同时，天灾虫族的繁衍也顺利完成，重新融合力量后，身体素质更是呈几何倍数的暴增。更不要说第2职业还同时觉醒的雷霆天赋，配合天灾虫族的力量，他的综合战力已经来到惊人的410。尽管天骄总比不让动用小九的力量，可凭借着带电的拳头和带电的刀法，也能横扫一切吧。另一边，秦岭深处却被一股诡异的气氛包裹，直到广海战区的到来，气氛才变得缓和起来。同样都是郑国，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没办法，我们广海战区就要讲究一个排场。闻言，刚刚缓解的气氛突然再次凝固。只因今年的天骄总比不但有京城和魔都，就连江南战区也是强的可怕。不但有江无双，后边还有新出现的江晨，整体实力甚至比魔都都强。今年江南战区更是完全没有想要结盟的意思。我们今年也就只好先联合在一起，把江南战区淘汰出局了。话音未落，其他战区的负责人也都纷纷附和，举起手来表示同意。然而云战天对此却是毫不在乎。很抱歉啊，各位，我这次过来可不是来结盟的，而是通知你们今年大夏天骄把我广海战区赢定了。说完也不看其他人的反应，直接转身离开。显然云战天已经有了比和他们结盟更加可靠的底牌。好在还有他们4个战区，只要联合起来，江南必败。然而同样关注天骄总比的人还有古神教会，没人知道古神教神子已经悄悄潜入广海战区。想来按照神子的实力，这一届的天骄总比他一定是第一。如今一切计划顺利进行，只要天骄总比开始后，他们就可以献祭楚江市，迎接古神归来。反观江南战区，自己却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降临。第1轮8大战区互相战的时间结束后，淘汰成活人数最少的4个战区。不要以为藏起来就没事，如果被发现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会遭雷劈。听到这里，江晨却是愈发兴奋起来，正好可以用来给新天赋充电。可还不等他高兴2秒，他就被选举成了江南战区的队长。就连江无双也是让他当队长，可自身的秘密太多，他可不想当队长。可还不等他开口拒绝，就被战区司令强行打断施法。江南战区被人欺负许多年了，这次能不能翻身就靠你。这段楼梯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步步登高。开始了，开始了！万众瞩目的天骄总比终于开始。
京城不过才刚刚登场，强大的气势就已经压制不住。第一天才迎战更是名不虚传，第一个走了出来。可万万没想到，紧随其后的广海战区竟然直接九龙拉关，随着在气势上压过京城棺材也开始碎裂起来。下一秒，广海战区的天骄全部从棺材中出现，很明显，向死而生的广海战区也想要争夺天骄榜第一。而随着八大战区集合完毕，第一轮的团队战斗也立刻开始。江辰等人也不再犹豫，直接进入秘境。江辰，你是队长，安排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吧。闻言，毫无准备的江辰却是难免语气尴尬，无奈他也只能把他平时打野的道具准备出来。很快，大量的蔬菜水果配合孜然粉辣椒面被他一股脑全拿了出来。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到说不出话来。生死关头怎么看现在都不适合烧烤吧？明显江辰完全就没准备什么对整计划。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质疑起来。江辰，我们待在原地不动可是会遭雷劈的。然而不等江辰解释，江无双反而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懂了。说完就立刻坐下来帮江辰整理食材。眼看两大天才都决定原地不动，慢慢的其他人也都是若有所悟。于是整个江南战区就这样把天骄总比当成了一次普通的野外露营。可只有江辰知道，他真的是饿了，也确实没什么计划。可没想到平时反应最慢的慕寒秋都变成了盹王。好奇之下，还想知道他们明白啥了。可结果却是大家都明白了，我如果说不明白会显得太笨。与此同时，江无双却是立刻联想到历史上曾经也有人原地不动通关第一轮，虽然是以逸待劳扮猪吃虎，但同时这样子风险也是极高的。难道说这就是无敌之心吗？怪不得爷爷让我多观察你。江无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江辰，我真的不如你。不明所以的江辰却根本不知道江无双说的什么意思。另一边，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发现江南战区竟然开始烧烤。见状，身为师傅的天刀王也是忍不住有些尴尬。别人都在休整判查自己的徒弟，竟然在野炊。想当年大夏人皇也是故意在原地停留，等待雷罚降临，之后更是独自出手解决其他所有对手，其中的狠辣和勇猛不得不让人叹服。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人皇后人迎战还没学会，反倒是一些阿猫阿狗先模仿上了。闻言，要不是躺平王阻拦天刀王，非得跟着人好好理论理论，这一届的天骄种子都比以往要强大许多。京城说到底也不一定稳赢。可话音未落，联合起来的四大战区竟然同时走向了江南战区。看着留在原地烧烤的江南战区联盟队长，却是丝毫不慌。这一次他们四大战区来的都是天才中的天才，就算江南战区真的有什么陷阱，他们也是完全不怕。更别说他们还有精通空间能力的超级天才隐藏气息。而结果也是不出意外，敌人都已经靠近500米范围了，江辰他们还在吃。就这样，很快距离被拉近到了100米。此刻就连早有准备的江无双也是疑惑起来。就在他疑惑江辰没发现对方的时候，意外发生。他瞄的水烤的肉根本都还没熟。另一边刚准备偷袭就被当头一棒的联盟队长却是瞬间惊慌起来。难道被发现了？女孩怎么也没想到，灭世雷劫竟然也不能劈死男人。就在刚刚，原本还忧心忡忡的江无双再次恍然大悟，古有摔杯为号，今有制骨做雷，绝妙啊，不愧是你。说完，江无双也不再犹豫，瞬间砸碎虚空幻境。随即下一秒，四大战区的天才全部暴露出来。直到此时，众人这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江辰的计划。闻言，江辰却是忍不住有些尴尬。不过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将计就计。毕竟自从他出道以来，打架就从来没输过。虽然看起来江无双这样子好像也不用敌人出手，可反观四大战区的天才却是被震惊到冷汗直冒。明显江无双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估，不得已他们只能尝试调动更多人来围攻江无双。好在就在这时，江辰也发现了这个空间辅助。为了自保，对方也只能关闭空间通道，而原本四大战区说好的相互支援，此时竟然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一时间，双方战斗陷入一种微妙的平衡。可随着江南战区所有天才的突然爆发，原本信心满满的四大战区早已经变得慌乱起来。更不要说四大战区的合作本就是表面功夫，配合度根本就比不上江南战区的天才。这样下去，四大战区的队伍迟早崩溃。与此同时，江辰再次锁定空间天才的时候，还不忘顺手解决2个软柿子。正面战场上，四大战区首领也被江无双打成重伤。就算你们8个一起，也还是打不赢我们。当然，我也可以试试打10个，可是你们人还够吗？万万没想到，江南战区的实力竟然比他们四大战区还要强大。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笼罩过来，天空也瞬间变得雷云密布，原地不动的雷罚终于降临。而这也正是他们四大战区的最后底牌。眼看对方开始引动天雷之力，江南战区的天才这才发现不对劲。可此时此刻，双方的攻守形势再次转换。江无双刚想打断对方施法，就被人强行阻拦，其他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发动禁咒，碧落之水，蛟龙盘生。话音未落，一股诡异的力量笼罩全场。下一秒，所有江南战区的人都被咒印标记，原本模糊不清的雷劫感应瞬间被放大无数倍，随即雷劫直接变成一条条雷龙，瞬间锁定所有被标记的人。一时间，一股绝望的情绪弥漫在所有人心上。慕寒秋，看来今夜我们要死在一起了，滚啦！谁要跟你死在一起，我要主人！见状，江无双也是瞬间暴怒，你们都该死！就算江南战区失败了，你们四大战区也别想晋级，我必然追杀你们不死不休！然而对此，江辰却是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还有些兴奋，主动接近雷龙。所有人都以为江辰也不过是垂死挣扎，可现实却是江辰早就在等着雷罚降临了。区区雷霆之力也不过是他的充电宝罢了。刹那间，被外力吸引的雷龙全都瞄准江辰。
此时女孩这才发现所有雷龙瞬间失控，紧接着源源不断的雷霆之力被江晨强行吸收。雷霆主宰者的天赋无疑让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传说中的双生武魂竟然真的存在。接下来就是江南战区的猎杀时刻，说着一道道蓝色的电流出现在他的身上，开天刀雷之刀爆发了！万万没想到江晨为了快速结束战斗，直接融合天灾虫族一拳就把女孩打成重伤。就在刚刚吸收了雷霆之力的江晨竟然直接斩断虚空。见状，罗顺也是瞬间意识到偷袭已经失败，更不要说江无双也已经快要突破幻境。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开始突围逃跑。就在这时，罗三道却突然扩大了大地之盾的覆盖范围，一瞬间所有人都被笼罩在里面。紧接着反应过来的其他人也都重新开始战斗，而面临生死危机的四大战区也都开始拼命反护。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融合雷霆力量的江晨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电场范围内的瞬间移动足以让他在躲避所有攻击的时候还能发动反击。我的重瞳可以捕捉他的踪迹，我的意识和你链接给你坐标。可还不等二人意识完全统一，江晨的身影已经来到身后。刹那间，一道蓝色的刀光从天而降。虽然可以一刀解决，但是我可不想抢了别人的乐子。话音未落，另一边的江无双也是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气势。从小就被誉为超级天才的江无双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挡住的，这点人根本不够杀的，那就只能凭速度抢人头了。说完，江晨也不再犹豫，立刻瞄准下一个目标。直到此时，罗顺才发现江晨身边被电场包围，于是下一秒一道水柱直接把江晨隔离起来。见状，江晨也是下意识的使用开天刀尝试突围，谁料抽刀断水，水更流。江晨的刀光越强，水柱的防御也就越强，无奈他只好收起武器。既然开天刀打不开，那就只能不用武器了。随即镇狱神拳狠狠砸在了水柱上，紧接着一个巨大拳头的虚影凭空出现，女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冲击，瞬间失去意识。眼看江晨结束战斗，不服输的江无双也是越发不爽。战神躯体爆发后，四大战区的天才更加不能阻拦。就在这时，一股洪荒气息突然从罗顺身上蔓延出来。然而同样的手段，江无双此时早就有了防备，而江晨因为有万物阻术，更是自动屏蔽一切幻境。就这样，四大战区所有天才全军覆没。江晨这下搞定了，你的战术还真是高超，别高进太走。秘境范围开始缩小了，所有人立刻深入秘境。万万没想到，江晨竟突然觉醒雷系职业。看着越来越妖孽的江晨，两大传奇也忍不住感叹起来。按照他自身的潜力，再配合天灾虫族，未来说不定可以登顶万族金榜。不像我家的玄月，直到现在还在迷路。好你个天刀王！江晨的雷系职业，你连我都蛮斩。闻言，天刀王还来不及生气，就立刻故作高深的微笑起来。反观四大战区却是情绪低落。就在他们庆幸自己因为兵分两路的计划还保留一半天骄的时候，秘境里面广海战区天骄竟然直接就找上了四大战区的第二小队，而失去顶尖战力的四大战区不出意外被广海战区轻松淘汰。古神教会这次给我安排的身份还真不错，虽然前几天空降广海战区这些天骄还不服，但架不住我既有实力又彬彬有礼，等拿到天骄榜第一就把这几个天骄都猜补了。另一边，随着秘境播报四大战区全军覆没，迎战也是瞬间来了兴趣，除了我谁还有这个能力？想到这里，他也是不再犹豫，决定主动出击获得胜利。另一边，魔都战区才刚刚找到方向，姬玄月就被四大战区的消息震惊到说不出话。就在这时，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意笼罩过来，本就感知敏锐的姬玄月第一时间停下脚步，下一秒天风中出现一道空间裂缝，来人正是广海战区的天骄。对此，姬玄月却是毫不在意，随手射出一发弓箭，毕竟广海战区本就是手下败将。随即，广海战区除了宋长歌之外的所有人都被这股压迫感吓到冷汗直冒。可万万想不到的是，来势汹汹的攻击竟然被宋长歌轻松化解。也是直到此时，宋长歌的双神级职业才暴露出来。虽然这两个神级职业单独看都比不上姬玄月，但是同时属于一个人就很恐怖了。面对突然冒出的无数分身，姬玄月却感觉每一个都是本体，无奈姬玄月也只能硬着头皮尝试突围。说完，姬玄月立刻开始蓄力，随即一只金乌虚影凭空出现，仅仅一瞬间，大量分身被同时烧毁。只可惜这样的分身数量似乎无穷无尽。反应过来，宋长歌不但毫发无伤，而且立刻发动反击。刹那间，无数丝线死死缠绕住金乌。好在神级装备自带防御技能，姬玄月他们不至于被直接秒杀。而这强烈的爆炸波动也让不远处的江晨发现，看出姬玄月遇到困难，他决定立刻前去救援。女孩怎么也没想到，传说中的天青神族竟然真的存在。就在刚刚，所有人都在感叹宋长歌史无前例的双神级天赋。不出意外，魔都战区很快就会全军覆没。见状，姬玄月的心情也是瞬间低落谷底。明明准备了这么久，想让江晨刮目相看的，我料就在这时，云飞竟然开始燃烧自身潜力。原本牢不可破的千机丝瞬间变形，然而面对这种自杀式的攻击，宋长歌却丝毫不慌。直到华云飞完全消失，千机丝也终于被阴灵打开。可还不等他们高兴2秒，宋长歌再次召唤第二层千机丝。谁告诉你，我只能释放一次千机丝？说着，第二层千机丝瞬间收缩，姬玄月的防御再也坚持不住，等待他的只能是淘汰出局。突然，天空之上雷云密布，随后一只雷霆大鸟瞬间出现，一瞬间，广海战区除了宋长歌之外的所有人都被淘汰出局。不明所以的宋长歌还以为是雷罚降临。下一秒，江晨直接冲向姬玄月，眼看江晨带着漫天雷霆来救人，姬玄月也是再次燃烧本源之力，而原本无穷无尽的分身也开始减少。
很明显雷霆本源可以克制宋长歌，于是江辰选择分头行动，雷鸟攻击宋长歌。江辰尝试打破千机丝，不料破损的千机丝竟然还能愈合。不过好在还是神象阵玉体的力量更胜一筹。不可否认你的实力很强，但是就凭这些还赢不了我。可下一秒千机丝里面竟然出现无数光点，最可怕的是竟然还能腐蚀千机丝。殊不知天灾虫族面前千机丝根本就不值一提。另一边在雷鸟的攻击下，宋长歌分身数量也越来越少。不出意外还是出现了。好在江无双也在此时此刻来到现场，不等迎战多做反应，就立刻解放八臂战神躯。作为老对手，两人都默契的直接开始战斗。面对大夏排名第一的传奇天骄，江无双也第一次解放全部实力。刹那间，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出去，这也正是传说中的无敌战神躯。另一边迎战也开始认真起来。传闻武神曾经凭借无敌战神躯屠龙，也不知你有无此中勇猛。说着，红色巨龙就立刻死死缠住无敌战神躯。见状，江辰也把目标锁定宋长歌。可奇怪的是，宋长歌的气息竟然突然变得诡异起来。下一秒，一对翅膀突然出现，宋长歌竟然是地窟万族里面的天青神族。瞬间，一股压制一切的强大力量笼罩全场，所有人竟然都被宋长歌困在秘境里面，动弹不得。万没想到，神族神子竟然向江辰下跪。就在刚刚，宋长歌瞬间长出一对翅膀，自身气势也跟着暴涨。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竟然直接利用本命神通囚禁所有大夏天骄，就连人皇最后的后人也被压制。下一秒，所有人都将愤怒的目光看向广海战区。也就在这关键时刻，两道流光出现，正是默默主持大局的剑神和武神二人。然而如今秘境关闭，唯一的变数就只剩下江辰的天灾虫族。天刀王现在江辰身上有多少天灾虫族？只要10万虫族自爆，一切就都还有希望。说完，武神就忍不住皱眉，距离上一次自爆仅仅过去7天，想来再培养10万只虫族根本就不可能。这些天骄虽然可惜，但更可怕的是，这应该不是一件巧合。天青神族突然降临，也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好在地窟战场还有武神本体坐镇，然而大夏境内却还有9大禁区。话音未落，天空之上一座散发红色诡异气息的佛塔凭空出现，紧接着一道人引口念佛经，开始超度众人。两位老朋友小僧的金刚经讲得如何？闻言，剑神也是瞬间暴怒。白骨庙的老和尚，你竟然还敢出来！可回应他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初级觉醒者，变得麻木起来。意识到这一点，武神也不犹豫，直接强行惊醒众人。可惜却还是慢了一步，已经有人被迷惑自爆而亡。另一边，剑神也将目光瞄准了老和尚。如今大夏各地狼烟四起，所有镇国封王立刻回去镇守。眨眼间，原地只剩下忧心忡忡的天刀王。武神，如果我徒弟真的死在秘境里面，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秘境里面的情况就迎来大逆转。天青神族竟然向江辰下跪了。就在刚刚，所有天才都被宋长歌死死压制，反抗力量越强，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而反抗不了的却只能原地等死。就连普通状态下的江辰也是瞬间就被压制。可就在这时，小九却变得异常兴奋起来。显然小九对天青神族这份美食很感兴趣。可保险起见，江辰还是耐心地查看起了宋长歌的信息。没想到竟然是原始神族的分支。没记错的话，小贾曾经分食大量神魔血液，如今只要提炼出一些，轻松就能打破压制。随后，一道巨大的隔音屏障被江辰释放出来。小贝，你意外破坏了本座技法，可知罪？说着说着，一只红色眼睛死死看向宋长歌，一股上位者的血脉压制立刻作用到了宋长歌身上，而江辰整个人的气息也变得越发邪恶起来。随即被血脉压制的宋长歌更加不敢反抗，立刻开始求饶：前辈饶命！我天青神族本就属于原始神族，求您让我信。天骄秘境里面，江辰竟然直接化身远古邪神，不明所以的宋长歌瞬间就被吓到跪地求饶。想来你暴露身份后再想撤退，肯定会损耗一些生命本源，不如你直接进到本座体内世界，待本座处理完事情，就亲自带你回地窟。闻言，宋长歌也根本没有多想，主动进入小九的虫巢里面。见状，小九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饥饿感，死死盯着眼前的美食。另一边，宋长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怎么也想不到江辰的体内世界竟然还有其他人。可还不等他多做思考，就被恢复真身的小九一口吞下。外界失去宋长歌的力量，空间压制也瞬间消失。迎战和江无双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活人直接消失，更是被震惊到说不出话。好在最后的结果是江辰救了所有人。被宋长歌的意外影响后，迎战也恢复冷静，不再想要战斗。于是江辰直接邀请所有人一起吃烧烤，等待秘境结束。突然系统提示音传来，小九等级竟然连升9级。不料宋长歌体内竟然还有小九消化不了的东西，好奇查看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件残躯的神级装备。只可惜目前还不能直接认主，没办法，江辰只好把他扔给万物祖树开始培养。谁料下一秒千机魂翼就已经培养完成。没想到万物祖树不仅能阻挡精神攻击，还能加快神器认准。等以后拿到9离神皇的琥珀刀，也可以让万物祖树过一遍。同时因为等级提升，万物祖树也再次出现新的果子，其中一颗3倍经验果实无疑会大大加快它的成长速度，另外2颗转职果实也能让它更快转职。尽管秘境还没结束，但是江辰的实力却是比刚开始提升很多。另一边，古神教第7席也在关注这次天骄秘境，想不到神子大人一个人就轻松团灭大夏所有天骄。接下来无需再看，我们也要开始行动了。武神要守护地窟入口，剑神要对付老和尚，大梦者一时半会还睡不醒。楚江市区无人救援，肯定会被大夏放弃，到时候献祭楚江市足以让古神降临。
我们身体里面肮脏的血脉将会被彻底清洗。大夏9大禁区除了江南战区的云梦泽全部发生暴动，楚江市区的防御阵法也不得不开始预热，随时准备启动。可不出意外，意外还是来了。楚江市区的通讯设备竟然被全部切断，不知不觉楚江市区竟然被妖兽完全包围。难道这次全面暴动的目标是楚江市？瞬间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队长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在支援到来前，他们必须坚守楚江市。也就在此时，江晨他们的秘境试炼也顺利结束。可还不等他们多做反应，武神虚翼直接出现，快速解释着外面发生的一切。听闻楚江市区被妖兽包围，江晨也是立刻变得慌张起来。可偏偏武神打算放弃楚江市。楚江市在大夏本就排名靠后，没有人可以去支援。闻言，江晨虽然理解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但对他而言，楚江市才是他的家。不管楚江市多么渺小，我都不会放弃。我要回去。吃饱了，吃饱了。别人害怕的兽潮却被江晨当成了虫族口粮。就在刚刚，所有天骄主动请缨支援楚江市，可这在武神看来却还是十分危险。我提醒你们，这可是蜂王去了都有可能九死一生的兽潮，明知是要去送死，你们还去吗？闻言，果然开始有人恐惧起来。刹那间，刚才还群情激愤的天骄大部分都选择退出，然而江晨却依旧是不管不顾，想要回去。启月无疑与子同袍，尽管大部分人选择退出，可还是有人生来就与众不同。面对正好剩下的10位天骄，武神直接宣布他们就是天骄榜前10，其他人则直接淘汰出局。而之后的排位赛也被改为功勋竞技赛。你们若是真的死了，也只能说你们还不够格。然而还不等他说完，所有人就已经转身离开。没想到堂堂武神居然也有被人嫌弃的一天。不过这些小家伙还真是招人稀罕啊！与此同时，江南战区东海边境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兽潮攻击，可战况的激烈程度却完全不匹配。然而就算天刀王有些疑惑，可始终不敢脱离战场。明显这次兽潮的目的只是牵制江南战区的高端战力。就在这时，武神把江晨支援楚江市的消息发给天刀王。闻言，天刀王再也顾不上在这里演戏，立刻就要回去。为了大局，他可以舍弃1个徒弟，可同时舍弃2个，他是绝对不愿意的。不料就在这时，原本按兵不动的8转妖皇突然出现，明显不想让天刀王脱离这个战场。一旦东海边境崩溃，江南战区会有大灾难。见状，天刀王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手起刀落就要斩杀妖皇。明显短时间内想要支援楚江市区是不可能的。好在楚江市区本就驻扎大量边防部队，前仆后继，暂时还能稳住局势。再加上守夜人的配合，隐隐还能占据上风。可看着越来越轻松的战场，所有人都不敢有丝毫松懈。不知道为什么，一股不祥的预感始终笼罩在所有人心上。下一秒，2只6阶妖兽忽然出现，瞬间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妖兽倾斜。原本占据上风的楚江市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影响打乱计划，不得不发誓与楚江区共存亡。人在城在，人死城破。可硬实力的差距还是让他们节节败退。仅仅1个回合，守夜人小队就被死死压制。长时间的战斗让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不等他们多做思考，就被妖王轻松击飞出去。此时此刻，留给守夜人小队的似乎只有死亡。也就在守夜人小队彻底绝望的时候，妖王的头颅竟然被直接砍断。下一秒，释放虫族大军的江晨及时出现：“你们先休息，这里交给我。”说完也不管他们的反应，立刻加入战斗。区区兽潮不过是虫崽子们的一顿自助餐吧？刚刚还大杀四方的妖王，竟是被虫族大军直接秒杀。吃饱了，吃饱了。随着小九吞噬妖兽越来越多，江晨竟然直接在战场上突破。要知道，这可都是媲美6转职业的6阶妖兽啊！可只有江晨知道，这也就吃个半饱，别人合作才能击杀的妖兽。而江晨的9翅杖却是直接秒杀。见状，所有人都不甘落后，全力击杀妖兽。之前在秘境中失败的姬玄月更是想要弥补自己的失败，领悟自身武道之心的江无双也开始争斗无敌之心。另一边，迎战也是立刻召唤人皇剑大杀四方。眼看所有人都变得越来越强，江晨也是不再犹豫。今日我不仅要灭兽潮，还要拿下天骄榜第1。此时此刻，古神教第7席也被震惊到冷汗直冒。为什么江晨还活着？难道神子大人出事了？被这突如其来的支援影响，古神教根本来不及反应。你们立刻去通知深渊诸皇，让他立刻动手。主人小九又吃了一只兽兽，在双倍经验卡的加持下，他的等级瞬间升到57级。不出意外，今天就能完成3转，获得第3只母虫。父亲这里的残魂需要收集起来了。上次吃过神魔精血后，这些东西我就看不上了。闻言，江晨也是忍不住感叹，都开始挑食了。好在他暂时也用不到小甲。仅仅小九自己就把江晨的成绩提高到了前300。另一边，迎战看着江晨离谱的排名，更是感到一阵后怕。现在想要赶超江晨，我必须另辟蹊径。所谓功勋战，也并不是比拼杀敌数量，还要参考贡献。这个规模的兽潮一定有传送通道。说着，迎战头也不回的继续深入。小陈他们是不是有点太深入敌阵？难道他想要升级到3转职业？3转、6转、9转，可是职业者的3座大山，很多觉醒者一生都无法突破。但是他们这一代明显不同，跟迎战江无双比起来，江晨都算慢的。话因为落战场上一股惊人气势席卷而来，明明转职任务都没做，居然就开始强化铭文吗？可看着散发金光的参天大树，他们却来不及多想。本源强化的时候，江晨意识被拉进起源空间，身体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同时意识到这一点的其他人也都向江晨跑去。另一边已经跑远的迎战也终于找到传送通道，不出意外，只要破坏传送通道，兽潮就可以结束。身为人皇后裔，随身携带13张禁咒符，区区传送通道根本拦不住他。不料就在这时，一股杀气笼罩过来。
还不等迎战多做思考，深渊蛛皇就出现在他面前。看着传说中的八转妖皇迎战，就知道该跑了。能从剑神手上逃跑的妖皇，根本不是此时迎战可以解决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是立刻逃跑。无料下一秒手臂就被蛛丝牢牢缠住，无奈迎战只好挥剑砍断手臂，这才勉强逃过深渊蛛皇的控制。出现了第3只天灾级突然降临。然而此时此刻，小九也早已经是被打回原形。好在江辰也终于苏醒。万没想到八转妖皇竟然会偷袭楚江市区，随即传说中的天元预警响彻天际，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即便是相隔万里之外的地窟战场上，也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好在有武神镇守地窟战场，这一幕反而更加刺激了大夏士兵的血性誓死捍卫大夏。江玄机已竟敢在大夏境内饲养9赤杖，你就真的不怕地窟万族联合，区千万9赤杖，就想要地窟万族放弃种族世仇？再说大夏做事何时轮到魔族指指点点？说完立刻发动战神区抓向屠阳。另一边眼看无法动摇武神决心，屠阳也不再犹豫，立刻开始反击。毕竟他的任务也只是牵制住武神，只要武神回不去，那些所谓天骄根本不值一提。同时随着两人战斗开始，双方军队也立刻发起冲锋。可一向胆小怕事的妖皇却还是有些疑惑，多年被剑神追杀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下一秒无数的小蜘蛛被他放了出来，用来搜索剑神气息。殊不知江辰正处在进化的关键时刻，也正因此所有人不得不守护在江辰身边。本以为不会再有意外，却不料身负重伤的迎战突然出现。还不等他们多做反应，就听到八转妖皇出现。可惜江辰突然升级，根本无法转移。你们几个天骄先进防护大阵疗伤。闻言，大部分人都选择暂时撤退。可如果非要选择战斗，那只能是袁爷爷出马帮忙了。胡料葫芦虽然开始发出一阵亮光，但后续竟毫无反应。八转蜘蛛精袁爷爷根本不是对手。说完，一股强大的气势笼罩两人，直接跑路。没办法，姬玄月他们也不可能强行留下别人保护江辰。反观江无双虽然也感到恐惧，但丢下队友跑路，还谈什么正道无敌之心？此刻留在外面的几人只能祈祷江辰赶快苏醒。与此同时，还不知道八转妖皇出现的江辰根本不慌。万千星辰毁灭，剩下的必然是雷霆相关的上位职业，但愿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神级职业。他的职业成功进阶成为雷神，随即全新的技能信息也跟着显示出来，一个金色2个彩色的技能组合也十分强大。要知道大多数转职者只有6阶之后才能获得领域。突然刚刚熄灭的万千星辰再次点亮，职业神级御灵师进阶成为万物之使，而原本就枝繁叶茂的万物组数再次扩展，彻底支撑起江辰的识海空间。获得新技能大道至简，在学习功法时有几率自动升级。演化至繁，万物生长技能加速万物生灵的繁衍速度，比起雷神明显还是万物之使比较适合江辰。凭借大道至简，说不定他也可以学习万族功法，而演化至繁也可以直接加速天灾虫毒的繁衍进化。如果触发10倍增幅9赤杖数量，就是100亿级别，天灾也将初步成型。官人切身想禅，一道温和的声音直接打断江辰有些发散的思维。可明明江辰都还没开始生命跃迁，怎么就直接变成人形了？与此同时，外面小九也被八转妖皇死死压制。见状，所有人直接开大，准备为江辰拖延时间。只可惜江辰依旧没有任何苏醒过来的迹象。面对他们的挑衅，八转妖皇仅自身气势爆发，就让他们失去抵抗能力。小九更是直接被打回原形，好多宝宝都被打死了，好可怕！似乎是真的听到小九的哭诉，江辰瞬间苏醒。小九，别怕，你爹我醒了。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虚脱的时候，竟然被第3只天灾发现。尽管他的职业等级已经3转。可古神血液根本不是他的身体可以承受的，于是为了速战速决，江辰醒来后立刻发动万物生长，所有人都被他瞬间抓住，扔进防御阵法里面。都少废话，你们在这里，我反而放不开手脚。不就是八转妖皇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了。一时间，八转妖皇也不知该佩服还是该嘲笑江辰的勇气。主人这次又要自爆剩下的小宝宝吗？明显小九还是有些不舍。好在江辰这次并不打算自爆小虫子，9转剑神都杀不死我，你一个3转又凭什么？面对妖皇的讽刺，江辰却是毫不在意，毕竟我现在可是3转宗师。闻言，妖皇也是再也憋不住，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声，以至于古神教的人都有些难受。妖皇阁下别笑了，赶紧动手吧！再不动手，姬灵秋可是又要回来了。小贾，给我1滴完整的古神血液，这一次不需要你帮我分担压力。下一秒，随着血液的吸收，神像镇御体自动触发，紧接着密密麻麻的血色骨刺穿透身体长了出来。刹那间，一股7转的气息从江辰身上散发出来。可惜的是，古神血液的气息也透露出去。此时此刻，所有人都知道江辰不过是强行吞噬古神血液，才临时来到7转，根本就不可能长时间的战斗。然而还不等他们多做思考，江辰直接蓄力冲天而起。怪不得你会莫名的自信，但是就凭你这临时的7转也想跟我战斗，简直是痴心妄想。说完，妖皇也不再犹豫，立刻反击。然而江辰却似乎早有预料一样，丝毫不慌，轻松闪避。见状，妖皇也是有些疑惑起来，不应该啊，我明明预判了他的动作。可回应他的只有已经升级成雷神的江辰。下一秒，天空之上突然睁开一只雷霆之眼，无穷无尽的雷霆之力环绕，煌煌天威瞬间出现，即便是八转妖皇也变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其他人更是不敢直视，生怕伤及自身本源。必要之眼丢锁定八转妖皇，话音未落，无数雷霆之力瞬间命中妖皇。这竟然是专门攻击神魂识海的手段。作为妖兽，神魂本就比人类弱小，不料妖皇却硬生生凭借强大肉身坚持下来。
眼看江晨从天空落下，妖皇也是立刻反击，不料江晨再一次轻松闪避。为什么他又先一步躲开了？难道他还有预知能力？百思不得其解。妖皇干脆也不再犹豫，直接释放大范围蜘蛛网，瞬间江晨的所有退路都被堵死。另一边，江晨也发现蜘蛛网已经完全覆盖住了他的雷电领域，明显妖皇想要通过蜘蛛网的反馈进行攻击。见状，江晨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越发兴奋起来，随手一发开天刀，直接命中妖皇大长腿。要知道，蜘蛛网困住江晨的同时，妖皇的移动也受到限制。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震惊到亚麻呆住，这一刀的气势似乎已经完全不输天刀王了。可只有江晨知道，他的身体毕竟才刚刚3转，已经到达极限了。接下来必须速战速决，不能再让妖皇有还手之力。于是江晨直接贴脸嘲讽，试图激怒妖皇。8转也不过如此，难怪你几百年也不敢出来。混蛋，你说什么？要不是我不想动用本源之力，区区蝼蚁也想杀我。说完，一股领域气息瞬间展开，似乎江晨下一秒就要被他撕碎。然而眼看成功激怒妖皇，江晨也是不再伪装，雷神永恒领域，刹那间一股更加强大的领域覆盖妖皇领域。妖皇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完全展开的雷神领域死死压制。很明显，我的领域比你的领域更强。说着，刚刚消失的雷霆天威再次出现，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雷霆狠狠劈在妖皇身上。下一秒，还不等雷霆之力完全散开，妖皇直接磕头认输，开始求饶。然而江晨却丝毫不敢大意，8转妖皇就算只剩下神魂，也不是3转可以对付的。小九，你盯着他，等确认没有危险就上去吃了他。说完，江晨也是再也坚持不住，官人。好在小禅及时出现，